舅舅，你只管献给皇上，种植的时间也如实禀报，但是可以先在大的盆栽内种植2棵，天凉的时候放到屋内，这样就不怕被冻死了，也能让皇上看看收成。这个法子好，就按王妃说的办，我就知道过来准没错。得到答案的刘展一脸欣喜地离开，坐在一旁的宁王看顾念的眼神变化，让他越发好奇。他仿佛像一本书一样，越往后翻越有惊喜。一日朝堂上，刘展把玉米种子献给皇上的时候，有些大臣还一阵唏嘘，半信半疑。父皇，既是种子，肯定会长出东西来。和伴刘进说的，先在盆栽中种植2棵，看看情况呢。如果真是粮食，又提高产量，就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宁王所言有理，论实力和人品，还是刘家最为可靠。皇上的人选就选定为刘家了。刘展听后大喜，太子眉眼低垂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父皇，为了防止有心人破坏，还是派专人保护盆栽为好。真准了。刘家夺得皇商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紧跟着刘家的礼物也大箱小箱的抬进了太傅府中。哥哥，你怎的送这么多东西过来？这点东西啊，算什么呢？妹妹高兴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成了皇上，哥哥准备在京都置办宅院，把父亲母亲都接过来，离得近了，也可以经常往来，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刘慧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自从嫁给顾江，想见一次亲人难上加难，举家搬到京都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从院子里路过的季氏嫉妒的眼珠子发红，她阴郁的眼神闪了闪，狡黠一笑，扭着纤细的腰身回了自己的院子。第二天，外面传出谣言，说太傅府都是靠刘家养着的，如今又被评选为皇商，不仅有钱，也有了地位，往后太傅府更会靠着刘家养着了。谣言越传越恶劣，慢慢的传入顾江的耳中。既然离下是我当初的选择，有舍才有得，总有一天我会把失去的所有尊严拿回来。等着看刘慧笑话的季氏故意跑到牡丹院去请安，进门后季氏惊得眼睛睁大，嘴巴微张。他看到了什么？在府中一向有些威严的顾江正坐在小凳子上给刘慧捏腿。二夫人怎么站在这里？没事儿，我过来给夫人请安。既然老爷在这里，我就不打扰了。说完赶紧离开，一路上都在思索，为什么事情不是按照自己预期的发展呢？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母女2人都是一样的，一对狐狸精。夫人，这个力度可行？还行。刘慧忍着恶心，让他给自己捏腿。自从庄子上回来，顾江要求来牡丹院歇息，都被他拒绝了。这2日又传出流言，顾江反其道而行，不但没有发火，竟然更加讨好，这让刘慧心里有了和离的想法。他太了解顾江了，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和这样阴险的人一起生活，太过危险。今日七夕宴是皇后安排的，虽然父皇也会在，但这中间不知会出什么岔子，一定要小心。刚进了宫门，就看见前面不远处走着2个人，那不是太子和顾仙儿吗？顾仙儿一个妾室，她怎么能进宫呢？太子的女人若是得宠了，皇后指明让她来的话，是可以跟随进宫的。顾念瞬间了然，顾仙儿这个戏精都来了，看来此次宫宴会更加热闹。大姐，仙儿好久没见到你了，今日在这里遇见，真高兴。顾念看了他一眼，并没有搭理他，而后2人只是和太子简单的打了个招呼。顾仙儿瞪着他们渐渐走远的身影，气得咬牙切齿。殿下，你看姐姐她好像对我有所误会。仙儿这么好，是她不可理喻，不必放在心上。今日也是他央求太子把自己带进宫的，称自己有对付他的法子，太子这才勉强答应。言儿、宁儿，你们都快坐。
旁边坐着的皇上一改威严之态，看着下面渐渐坐满了人，很是高兴。皇上，臣妾以为，既然是七夕节，就让他们展示一下才艺，热闹一番吧。正好能看看哪家的贵女有福气，入了各位皇子的眼。皇上点头答应，皇后才对着众人发话：既然是七夕节，咱们也热闹热闹。各位世子贵女有什么才艺，尽管展示出来。本宫这里的一套珍珠头面作为彩头，看哪家贵女能拔得头筹。顾念听到这些话，只觉得无聊至极。顾仙儿向顾念的方向望去，一脸看好戏的样子。是宁王妃又能怎么样？才情远远不如她。这些贵女们的才艺，无非就是跳舞、弹琴、作诗、吹箫。轮到顾仙儿的时候，顾念以为她会表演最擅长的舞蹈，然而出乎意料的，她只弹了一曲。一曲终了，皇后夸赞一番，突然拿出的乐器让顾念睁大了眼睛。小提琴？哎，这是什么？是乐器吗？不认识啊，从来没见过。皇后的眼神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顾念的身上。哼，没见过世面。这话若是让顾念听到，非得笑掉大牙不可。这是本宫无意间得到的一种乐器，据说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知道的？皇后娘娘，臣女倒是对此琴略有了解。此琴名字为小提琴，几年之前有幸在琴师那儿见过一面，只可惜还没有学会，琴师就被人害死，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了。苏贤说完，还把眼神转向了宁王，试图对方能给他一个回应。皇上，臣妾看左丞相家的嫡女不错，看样子也很喜欢宁儿呢，不如……这档事儿需要提前问过宁王的意思才能决定，不要乱点鸳鸯谱。堵得皇后没有话说，瞬间坐直了身子。苏大小姐对琴的造诣，这京都敢称第2，没人敢称第1，再加上见多识广，堪称才女的典范呢。皇后娘娘谬赞，苏贤愧不敢当。皇后的一番话着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让苏贤很是开心。皇后娘娘，能让小女试试吗？曾经见琴师弹奏过一次，臣女斗胆想试试，不知道臣女有没有这个荣幸。臣女斗胆想试试，不知道臣女有没有这个荣幸。那感情好，就请苏大小姐为大家弹奏一曲吧。见皇后答应，苏贤开心地看了宁王一眼，然后娉娉婷婷地上前。哎，清梦里的女子还真是不少啊，这个苏大小姐不仅长得好，又多才多艺，要不要帮你纳入府中？念念说这样的话，本王能认为你是吃醋了吗？顾念瞪了他一眼，不再理会他。哎呦妈呀，听到的这是什么？动作让人惊艳，听到的声音却出乎意料的难听，还不如弹棉花的声音悦耳呢。原来小提琴的琴音是这样的，真好听。是啊，苏大小姐不愧是大才女，小提琴这样的稀罕东西都会。刚才皇后的表情她一直看在眼里，自己还是躲出去透透气吧，别在这里污染耳朵了。顾念悄悄地起身，猫着腰准备往外走，突然一个路过的丫鬟猛地一撞，把没有准备的顾念一个趔趄撞得后退了好几步。宁王妃，没想到你如此急切地想要表演小提琴，本宫就如你的愿，以免觉得遗憾。敢和苏大小姐比啊，真是不自量力。她是第一次见到小提琴吧？别说小提琴了，她连别的琴估计都弹不好。宁王皱着眉头，刚想起身亲自把顾念带走，就见顾念步伐坚定地走向了皇后。多谢皇后娘娘给儿媳这个展示的机会。只见顾念轻松地把小提琴放到肩膀上，右手拿着琴弓，慢慢地搭在上面。学苏大小姐的动作倒是有模有样，弹奏可不是随便学就能学会的。是啊，等着看她出丑吧。此时苏贤听到羞辱顾念的声音，更加得意了。慢慢的随着动作的开始，悠扬的琴声徐徐传出，让周围的议论声顿时消失。
宁王的一阵鼓掌声把众人拉回了现实。好啊，没想到宁王妃如此多才多艺，看来这头筹拿的当之无愧。旁边的皇后脸色止不住的阴沉，想要在众人面前保持和蔼的形象都差点破功了。多谢父皇母后，儿媳斗胆，能不能用彩头换这把小提琴呢？你好啊，反正别人也不会，牵这把琴与宁王妃有缘，就赏给你吧。多谢父皇母后赏赐。顾念高兴的俯身一礼，拿着东西走回座位上。哎，皇上，那是臣妾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皇后是一国之母，做事有皇家风范，以后朕遇到好琴一定留给皇后。皇上敷衍的话让皇后心里更加生气了，给身后的嬷嬷使了个眼色。嬷嬷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宴席中的氛围都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膳食用到一半时，苏贤突然脸色煞白，口吐鲜血，吓得周围的贵女们心中一阵慌乱。太医，快去看看苏大小姐。是。太医不敢停留，赶紧转身跑到苏贤的身边把脉。皇上，苏大小姐是中了荆棘草的毒，没有生命危险，老臣可以解毒，只是需等半炷香的时辰制作解药。好，赶紧去做。今日之事太过蹊跷，皇上一定要找到下毒之人，还苏大小姐一个公道。凶手竟如此大胆，必须找到严惩。太医送来解药，苏贤很快就好了很多。臣女自知没有和谁结下仇怨，不知是谁如此狠心，竟然下毒害臣女，求皇上皇后给臣女一个公道。苏大小姐，赶紧坐下，朕答应你的诉求。李御医，查一下宴席中所有的膳食可有问题。是皇上。李御医不敢停留，赶紧忙碌起来。所有的吃食检查完毕，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哼，曲川大理寺卿孔融。皇后心中冷哼一声，只要闹大了，想脱罪都难。孔大人接到命令后不敢耽搁，在吕御医的配合下找到了中毒所在。原来药粉在苏贤的丝帕上，和他有接触的所有人都有了嫌疑。想来想去，最后都把目光锁定在了顾念的身上。因为顾念在大殿上亲手从苏贤手中接过了小提琴，大家都怀疑他是因为嫉妒对苏贤下此毒手。宁王妃，你好大的胆子，简直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皇上，宁王妃太狠毒了，怎么能因为一时嫉妒害人性命呢？一定得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息苏家的怒火呀。母后说这话，好像亲眼看见念念下毒了。只有宁王妃与苏大小姐有过接触，其他人没有机会。不是她还能是谁？不管什么事都要讲证据，母后只凭猜测就给念念定罪了，难道母后的话才是真理？皇上，臣妾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事发突然又如此严重，有些过于激动。孔大人，这件事你怎么看呢？皇上，臣以为首先要从接触过苏大小姐的人查起，一一排查，才能最终得出结论。就由孔大人查案吧。宁王妃，得罪了，老臣找个嬷嬷帮忙搜身，请您配合一下。孔大人，不是本王妃不配合，唉，这着实让人心里感到委屈啊。谁说和苏大小姐接触的只有我一个人呢？不是还有母后身边的嬷嬷吗？不是还有那些上菜的丫鬟吗？这么多人都有嫌疑，竟然只查本王妃一个人，着实让我寒心。父皇母后，您说儿媳说的对不对？放肆！本宫身边的嬷嬷跟随本宫10几年，岂是你能怀疑的？母后这话儿媳不赞同。难道儿媳在宁王府只是挂个名吗？竟不知身份，还不如一个嬷嬷。皇后赶紧看向皇上，担心被误会，解释道：不是，臣妾的意思是，嬷嬷不可能做出此等事情。那儿媳就有可能做出这等事呗。嬷嬷见皇后极力隐忍怒火，赶紧在旁边跪下，主动要求搜身检查，以证清白。首先搜身的是嬷嬷，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第二个搜身的是负责苏大小姐膳食的丫鬟，依然是没有任何异常。皇后心中冷哼，这一次这该死的丫头应该逃不掉了吧。顾念一脸平静地站在那里，犹如看待蹦跶的跳梁小丑。最后的结果显然一无所获，这样的结果让皇后惊讶不已，眼神瞬间瞥向了嬷嬷，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嬷嬷也是一脸的疑惑。怎么样，查出结果了吗？回皇上的话，搜查结果无异议，也有可能是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一时半刻还不能得出结论，请皇上恕罪。这下毒之人真是心机深沉，都把东西转移了，这如何是好呀？哎，李御医，碰触过荆棘草的人身上会不会残留药味呢？皇上，幸好宁王妃提醒，荆棘草确实会在身上残留味道，而且牲畜闻到荆棘草的气味会变得躁动不安。皇上立刻就吩咐贴身的公公去淑妃的院子里抱他养的一只猫。小猫咪，你叫什么名字？小猫只懒懒的喵喵叫了几声。回宁王妃的话，它叫小虎。猫如其名，很贴切。顾念的眼神转了转，让公公抱着猫走向了丫鬟。这该排除的人都排除掉，省得嬷嬷最后反水不承认。丫鬟吓得脸色煞白，身体开始哆嗦，实则小猫理都没有理她，继续窝在公公的怀里。最后一个轮到嬷嬷，公公怀里温顺的小猫突然变得暴躁不安，一个跳跃从公公的怀中跳到了嬷嬷的身上。这下找到真凶了，原来是母后的贴身嬷嬷呀！这跟了母后10几年的贴身嬷嬷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呀，肯定有人背后指使。皇后心里咯噔一声，怒瞪着她，眼神恨不得能杀人。母后，难道儿媳说错什么了吗？您的眼神好可怕呀！你不要胡说！嬷嬷胆大包天，竟然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做手脚。若说背后没有人指使，不能服众。皇上，亲事之事都是老奴一人所做，没有背后主使啊。因为上次宁王妃让皇后娘娘受了委屈，所以老奴想教训一下她。教训？你一个奴才，有什么资格教训王妃呢？母后身边的人都如此奴大欺主吗？是母后纵容，还是母后指使啊？你放肆！嬷嬷，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给苏大小姐下毒，又诬陷到王妃身上的？嬷嬷把做的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原来在递给苏大小姐琴的时候，见她的丝帕在身侧挂着，就悄悄地把荆棘草的粉末撒在了上面，又安排丫鬟撞到宁王妃，准备让宁王妃表演小提琴出丑，并把下毒的事情诬陷给宁王妃。没想到竟然让她大出风头。皇上，真的是老奴一人所为呀，不关皇后娘娘的事啊。皇后娘娘什么都不知道，还请皇上相信老奴。来人，把嬷嬷拖出去打30大板，确实无法无天。皇上开恩，嬷嬷一把年纪，受不住30大板啊！求皇上开恩。皇上直接瞪了他一眼，这一眼意味深长，吓得皇后直接闭了嘴。皇后身体不适，先回宫歇息吧。是，臣妾告退。皇上委婉地下了逐客令，皇后无比委屈地离开，走在外面的每一步都疼得直颤抖。每年七夕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诸位有话要对朕说，抓住机会，过了今日，怕是要等到明年今日了。此话一出，让很多人心中一喜，都开始向皇上请旨赐婚。已经成亲的就自觉去别处逛逛，不在这里凑热闹。不远处是一片荷塘，里面的荷花开得还很精神，传出阵阵清香，吸引了少许的女子围观。不知何时，顾仙儿站在了他的身边。姐姐好雅兴啊。彼此啊。顾仙儿见他态度不理不睬，计划无法实施，气得心中的怒火蹭蹭的往上冒。
你已经把太子殿下的怜惜之情耗尽，如今太子殿下独宠我一人。哼，是吗？那恭喜你得偿所愿。给对方的刺激犹如打在棉花上，让他无力回击。眼看围着荷塘玩耍的贵女们越来越少，心里开始着急了。你不上当，那就直接动手。我警告你，不要试图勾引任何人，特别是太子，否则我顾仙儿对你不客气。顾念手腕翻转，又主动出击，抓住了对方的手腕。不要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你没有资格。顾念抓着顾仙儿的手腕，突然感觉不对劲儿，手指不动声色地放在了她的脉搏上。哟，顾仙儿竟然怀孕了！怀孕不可怕，可怕的是竟然怀孕2个月。她嫁入太子府才1个多月，这孩子肯定是那个乞丐的。刚才对方故意找茬，现在又突然动手，让心中有些疑惑的顾念瞬间起了警惕的心思。姐姐，妹妹只是想与姐姐亲近都不可以吗？纵然对妹妹不喜，也不能加害于我呀！姐姐，不要啊！一个人自导自演，声音委屈柔弱，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荷塘边上，木兰高度及腰，他见时机成熟，一个后仰，顺便手部发力使劲一推，身子向后倒去。你怎能把他推下去呢？好恶毒的心思！是啊，你们可是亲姐妹啊！顾念电击手快地伸出手，将他要倒进去的身体给拽了回来。顾仙儿仰倒过去的时候，后腰碰到木兰受到了撞击，被顾念拉回来的时候，后腰又在木兰那里剐蹭，身体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很快裙摆后侧被染了一片血红。顾念暗中把手里的东西迅速地往他嘴里一塞，然后从脖颈处向下一顺。你给我吃了什么？7步断魂丸。你给我吃下的7步断魂丸到底是什么毒药？你刚才害我时的自信哪里去了？实话告诉你，7步断魂丸顾名思义，7步之内暴毙身亡。别紧张，只要暂时不走路就没有生命危险。顾念看着他怀疑、愤怒、害怕的表情，心中嗤笑。怎么不信？那你大可以起身走2步试试，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暴毙而亡的样子实在是不太好看。周围看着安然无事的两人，都慢慢的靠近，想听听两人的对话。快叫太医，还有禀报太子殿下。哎呀，妹妹，你没事吧？吓死姐姐了，你的力气好大呀，拽着我就往后退。你是自己想不开，还是想把姐姐推进去？幸好姐姐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才把你救上来。啊，姐姐好伤心啊。不是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妹妹肯定已经后悔了，又受到了惊吓，不管她做了什么我都原谅她，麻烦大家别再指责了。妹妹别担心，姐姐去找太医。顾念委屈的说完就远离了人群，不就是扮柔弱的小白莲吗？谁还不会呀？他刚刚离开，宫女就带着太子和太医匆匆而来。殿下，求您救救仙儿，姐姐下毒害我，她给我吃了一颗7步断魂丸。7步断魂丸？顾仙儿见他们两人疑惑，又把顾念的话解释了一遍。7步就暴毙身亡，太医可听说过此物？回殿下，老臣孤陋寡闻，竟从未听说过此等药物。太医赶紧把脉看看。太医聚精会神的把脉，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恭喜殿下，贺喜殿下。喜从何来啊？仙姨娘是喜脉。太医的诊断惊得顾仙儿目瞪口呆，明显已经滑胎了，怎么可能还能保得住？不可能！怎么有了姑的孩子，这么让你失望？有了姑的孩子，这么让你失望？不是，殿下，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妾身的意思是，太医有没有诊出体内的毒？老臣只诊出喜脉，其他并无异常。仙姨娘体内根本没有中毒的迹象。
顾仙儿不相信，他是亲自被那个贱人下毒强迫咽下去的，怎么可能没中毒？请问仙姨娘，那粒药丸有没有特殊的味道？没什么特别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吃。太医心中也开始怀疑，悄悄睨了一眼她的裙摆，流这么多血都没有滑胎，难道是吃了什么保胎药？仙姨娘真的没有中毒，吃的酸酸甜甜的，许是糖豆。愚蠢至极，毒药和糖豆都分不清楚，真是愚蠢。你最好好好给我保住这一胎，否则你也不用回太子府了。太医也跟着太子的脚步匆匆离开了此地。保住这一胎了吗？孩子没掉，那以后会不会露馅儿啊？以太子刚才重视的程度来看，有这个孩子或许也是好事呢。想通了之后，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1步2步3步6步，第7步迟迟没有走出去。然后他双脚并立，开始向前蹦，蹦了几步就开始气喘吁吁。这么蹦下去，估计到不了宫殿就把孩子给蹦掉了。他思来想去，心下一横，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这仙姨娘在干什么呢？不知道啊，难道是什么功法？你去给本夫人准备一件披风，快点儿。是，奴婢这就去。顾念和郡主两人也逛累了，直接进了吉祥酒楼。小二，把你们这里最拿手的菜都上来，还有1壶好酒。好嘞，客官请稍等，马上就来。你赶紧回王府，把玲珑和琥珀他们带出来玩。今日答应他们的，竟然给忘记了。哎，赶快！王妃，王爷吩咐奴婢不能离开您的身边。我和郡主在一起没有事的，我们在吉祥酒楼等你们，快去快回就行了，这是命令。你放心吧，我们就在吉祥酒楼，哪里都不去。流星在主子的严肃命令和郡主的撮合下离开，速度之快犹如闪电。这可是我们酒楼最好的酒，珍珠泉，客官请慢用。念姐姐，来，咱们尝尝这里的酒怎么样？以前哥哥总是在旁边像个管事嬷嬷，管这管那的不让我喝酒，我都多大个人了，还要管那么多，好烦啊！今日终于没在了，我们一定要尽兴哦。世子也是关心你，这样的哥哥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知道哥哥对我好，可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听。顾念呵呵一笑，好吧，你叛逆，你最大。两人碰杯，怀着无比的期待，放在唇边小小的抿了一口。没尝出味道，这也能算酒？哇哦，好酒！好吧，只要郡主高兴，他奉陪到底。酒过3巡，两人的状态开始有些迷糊而不自知了。宁王府内，宁王刚回府，就接到酒楼小厮前来禀报。王爷，王爷，不好了！王妃和赵华郡主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回王爷，小的也不清楚，这房间内只有郡主和王妃2个人，丫鬟在门外守着，听到里边的动静，这才急忙进去。看到之后就是2个人纠缠在了一起，掌柜的不敢耽搁，赶紧让小的来禀报消息了。宁王听完，脚步匆匆出了府门。天字号房间，他推开门看到了什么？2个女人搂抱在一起，头靠着头，脸贴着脸，嘴巴嘟嘟撅着，哪里有一点2人打架的样子？只听清晰的一声咔嚓，宁王的视线从他们的姿势转移到顾念手中拿着的东西上。嘿，老公，你来了，要不要拍张照片？老公，照片？这都是什么东西？嘿，老公，笑一个。咔嚓，和他们一模一样的2个人出现在了黑匣子上。刚才顾念和郡主2人纠缠在一起，就是为了争抢手机。郡主看着手机新奇，爱不释手，而顾念也要玩，好不容易拿出来一次，都被郡主霸占，怎么能行？2人争抢的时候，正好被丫鬟和掌柜撞见，才误以为他们在打架。我喝多了，笑话！你们古代的酒度数这么低，还
还不如红酒、啤酒度数高呢，怎么会喝醉呢？太小瞧我了。顾念不屑地瞪了他一眼，全然不知道手中的东西已经被人调包了。清风，属下在。失忆丸还有吗？主子，还有3颗。这种失忆丸是很珍贵的药材制作而成，吃完之后能让人忘记1个时辰前所有的事情。宁王看了看趴在桌子上流着口水的昭华郡主，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吩咐道：为他吃1颗。清风不知道房间内的情况，不就是喝醉了吗？至于用失忆丸吗？不论心中如何吐槽，都一如既往地听从主子的命令。锦墨过来了吗？回主子，已经按照主子吩咐通知过了，应该快到了。顾念这一晚睡得特别的香，好像梦到了现代。他拿着手机逛街，平坦的马路宽阔，高楼大厦林立，交通工具飞速而过。久违了。正在研究手机的宁王瞬间转过头来，身边的女人翻了个身，继续睡去。手机里的东西已经让他无力惊讶对方的行为，因为看到了手机相册中和自己的王妃一模一样的女人，每张都能带给他不一样的震撼。长长的头发时而披在身后，时而高高竖起马尾。最奇怪的是，不管梳成什么样子的发髻，头发都是弯弯曲曲的。他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看见什么都新奇无比。突然翻动的手指猛地一顿，竟然看到他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两人都笑若桃花，画面很是和谐。拿着手机的手突然捏得紧紧的，手指都开始泛白了，突然小匣子的亮光就消失了。着急的他点点这里也不行，按按那里也不行，最后失望告终。宁王思绪万千，躺在他的身侧久久未能入眠。顾念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你怎么睡在了床上呀？今日不用上朝吗？我不是在和昭华喝酒吗？怎么回来的？宁王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问题一个都没有回答。赶紧下去。宁王犹如小奶狗一样，乖乖地起身等他用早膳，但是眼神依然时不时地看向他。难道昨天晚上他酒后乱性，把宁王给那啥了？真是小瞧了这个时代的酒，没想到后劲这么大。最重要的是，宁王什么时候发怒，会不会把自己进猪笼啊？王妃，奴婢为您梳妆吧，王爷已经在膳厅等候多时了。王爷在等我。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他狠了狠心，终于收拾妥当走了出去。膳厅内只有宁王一人。宁王见他坐好，拿起筷子给他布菜，夹的每一道菜竟然都是自己爱吃的。让他纳闷的是，心惊胆战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宁王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平静的吃饭，这才是最不正常的。那啥，昨天晚上我喝醉了，强迫你不是我的真实意愿啊。再说了，都喝断片了，啥滋味也没尝到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不知者无罪，能不能惩罚减轻，别进猪笼了。刚才还一头雾水的宁王，这次算是听明白了，她依然是刚认识时的那个女人，惊人的话总是说得出其不意。什么意思啊？我这娇贵的身子都被你糟蹋了，难道你不想负责啊？画风突变，顾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对我负责，不离不弃，不然天涯海角我都不放过你。宁王，你的杀伐果断去哪儿了？你的严肃冷静去哪儿了？一个小媳妇的样子给谁看呢？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该问的问题也得讲清楚。老公是什么东西？惊得他刚喝进嘴里的茶猛地喷了出去。老公不是个东西。啊？那是指什么？是夫君。顾念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了他一眼，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下一秒，宁王拿出的东西更让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哎，这又是什么？哎，这又是什么？他绞尽脑汁地回想昨晚自己到底还干了什么，脑中突然如放电影一般闪现了一遍。天哪，他在昭华郡主面前拿出了手机，两人还玩得不亦乐乎。难道要直接告诉昭华郡主，帮自己保守秘密？不说也罢，我只想告诉你，怀璧其罪，以后啊，不要在外人面前拿出来。还有，昭华的记忆已经帮你处理了。处理了？给他吃了失忆丸，那段记忆全都清除掉了，你大可放心。谢谢你。夫妻之间嘛，不必如此客气，只要遵守不离不弃的诺言即可。没外人在的时候，可以喊老公。宁王说完，很傲娇地甩给他一个背影。我去，这个臭男人学得这么快。顾念抡起拳头，想要给臭男人的背影来一拳。王妃，在练拳吗？王妃想要学功夫，可以让王爷教你啊，他的武功造诣很高的。顾念一时尴尬的能用脚趾抠出一个四进宅院了，干笑了2声。不用，我就是坐久了活动活动筋骨。青羽了然的哦了一声，向着府门走去。侍卫大哥，奴婢真的是王妃母亲的贴身丫鬟，来请王妃给夫人治病，求侍卫大哥通融一下。真的不能放你进去，不过可以帮你通传一声，让王妃的丫鬟来接你。好，请侍卫大哥快一点。哎呦，这不是夏至姑娘吗？你来见王妃的？青羽大人，我家夫人生病2日了，老爷一直推脱，没给找大夫，奴婢只能来求助王妃，请王妃回去为夫人诊脉。她真的是刘夫人的贴身丫鬟，我带夏至姑娘去见王妃。青羽给侍卫打了声招呼，赶紧带着夏至进了府，把他送到前厅，就去吩咐车夫备马。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很是及时，直接上了马车赶往太傅府。顾念带着夏至进入太傅府的时候，顾江还没有回来。母亲，几日没见，怎么病了？您哪里不舒服？母亲没事，可能是着凉了，念儿别担心。顾念赶紧上前握住母亲的手腕把脉，结果越诊脉越是心惊，不是生病，竟然是中毒。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母亲生病好几日了，就是不见好。顾晴见到他有些激动，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母亲，赶紧趁热喝，喝了就好了。母亲，赶紧趁热喝，喝了就好了。顾晴觉得大姐对自己多有照顾，听说嫡母生病了，就主动过来照顾。刚开始有些怀疑顾晴的出现是不是母亲中毒的原因，但是端过来的药闻上去并没有任何的异常。母亲别喝了，这药不管用的。大姐姐，怎么了？这从府医那儿求来的药竟然不管用吗？母亲不是生病，是中毒。房间里的几人心中一惊，互相对视一眼。母亲有怀疑的人吗？刘氏想了想，眼神一闪，难道是他？可是最近也没有给他接近自己的机会呀。母亲还是先把毒素排除，身体养好，再对付下毒之人。小心谨慎，还是被人钻了空子。这件事我们需从长计议，从背叛之人那里查出背后指使。顾念为了掩人耳目，让夏至去抓药，却不知在隐蔽处的一棵树后面，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夏至匆忙离去的背影。这是解毒丸，连服3日就可解毒。好，幸好念儿今日过来，否则母亲就真的被有心人钻了空子。你父亲最近变得很是奇怪，每日都来牡丹院，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殷勤，但是一直称忙，只让府医给我看诊开药，病情才拖了这么几日。念儿，若是母亲和你父亲和离，会不会连累你在宁王心中的地位？母亲既然和父亲没有了感情，那就和离吧，不用考虑女儿。父亲是个很懂得隐忍的人，他一直因为这件事情压抑着情绪，但是流言蜚语就像最后一棵稻草，会让他崩溃的，到时母亲就危险了。顾念的话说到了刘慧的心坎里，他也是这么想的，甚至怀疑中毒这件事情就是顾江干的。
他得好好的查一查。若是最后查出的结果和自己猜测的一样，那正好拿这件事情作为威胁，跟他和离。回到宁王府后，他刚坐下喝口茶，就听见下人来禀报：王妃，户部侍郎田大人的夫人求见。没听说他们和府上有来往。顾念思索片刻，让人请了进来。臣妇是户部侍郎田楼的妻子田景氏，冒昧前来，希望王妃莫要怪罪。田夫人喝茶，这是今年的新茶碧血萃，不知合不合田夫人的胃口？多谢王妃款待。既然合口，那就多喝几杯，咱们闲话些家常。臣妇有个难言之隐，不知王妃能不能帮忙？夫人说说看。臣妇已经成婚5年有余，肚子却一直都没有动静，这样的病症也不好明目张胆地找大夫医治。听闻宁王妃医术超群，考虑再三，还是过来打扰一番。顾念把手搭在脉搏上，一瞬间变得无比认真。除了有些气血虚之外，并没有什么病症，补气血就可。无法怀孕不是你的问题。真的吗？我真的都正常？5年了，这5年受了多少白眼和委屈，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他的问题。若是不医治，就算有满院子的小妾，也于事无补。臣妇明白了。他小心翼翼，满怀希望而来，心神不宁，失望而归。宁王刚回府就知道了今日之事。我家念念可是小神医啊，怎么还有小神医不能治的病啊？小神医也不是万能的，就像扁鹊告诉他的弟子，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扁鹊是谁啊？我师父。那刚才说的弟子就是你自己？顾念给他伸了个大拇指，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其实心虚的脚步加快，赶紧离开。说是不走，下一秒不知道他又会问出什么问题来。月光朦胧，星光迷离，户部侍郎田大人的房间依旧是亮着烛光。夫君，今日妾身去见了宁王妃。你今天去看诊了？听说这宁王妃医术高明啊，她怎么说？确实是去诊脉的，宁王妃说妾身没病。那就好，看来还是夫君不够努力。夫君，待下次休沐，陪妾身一起去见一见宁王妃，可好？为何呀？不是诊脉没病吗？妾身是觉得宁王妃医术高明，帮助我们夫妻调理一下身子，以后若是真的有了孩子，会更加健康。夫人真是多虑了，为夫的身子好得很啊。田景氏看着这个油盐不进的男人，心中更加焦虑了。今日宁王妃和你到底说了什么？夫君，没有，你别多想。快说。夫君，你也听说宁王妃医术高超，对于隐晦的病情也不方便找外面的大夫，我们只能去求宁王妃医治。这种病情需要夫妻2人共同治疗才行。荒唐！为夫的身体好得很，不需要治疗。夫君，你知道的，孩子一直是妾身的心病，这些年所有的流言都得听着，所有的委屈都受着，就是因为妾身心里愧疚。既然还有做母亲的希望，妾身真的不想放弃，想为你生个孩子。烛光照着委屈抽泣的人，好不可怜，激起了旁边田楼的怜悯爱护之心。好。田景氏抽泣的声音猛地一停，以为自己听错了，抬头看过去，对上夫君柔和的眼神，突然喜极而泣。今夜的太傅府内也不安定。刘氏吃完今日的解药已经好了很多，既然是慢性毒药，那背后之人还会找机会下手。果然第2次的下手被夏至看了个正着，正是牡丹院里小厨房的丫鬟。她并没有当场拆穿，经过观察，她和季氏身边的丫鬟春桃有过接触。这个消息让刘氏很是意外，竟然是季氏的阴谋。这个结果有些出乎刘慧的意料。海棠院里，听说夫人生病了，还有的说不是生病是中毒，流言在府中流传，说什么的都有。中毒才好呢，
是谁干的好事儿？真是谢谢他，最好能毒死刘氏。春杏眼角余光瞥了一眼季氏的表情，心中暗自庆幸，前几日顾江想要借刀杀人，和春杏勾搭在一起，给出的好处是成功之后把她抬为姨娘。在顾江的诱惑之下，春杏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才明白这件事情有多危险，于是决定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春桃。果然利欲熏心，容易上钩。咦，本夫人发现你会打扮自己了，是不是看上府里哪个男子了？本夫人为你做主。没有，多谢夫人，春杏愿意一辈子伺候夫人。哎呦，看你说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本夫人不会亏待你，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风光嫁了。春杏伺候季氏睡下，就匆匆地退出了房间，心跳如擂鼓。一盏茶的功夫，顾江的书房内便传来娇俏的声音。门外守着的管家不得不默默地赞叹：老爷宝刀未老啊！王妃，您怎么在这里啊？哎呦，属下终于找到您了。这么急，找有事？宫里来人了，皇后娘娘犯命让您进宫伺候，王爷去了京郊大洋，没在府中，这如何是好啊？为皇后事急这样的事情都知道没好事儿，心中只能干着急。王妃，您只身前去肯定会有危险，怎么办呢？要不要称病回绝？称病可以，回绝就不用了。让公公等着吧。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压低声音问青羽：这个院子里的牌位是？这些都是跟着王爷出城入死的兄弟，在边关最后一次战争中身亡。那一次因为军中小人，王爷中毒也险些丧命。和敌人的对垒中，小人背后放箭，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跟随的护卫也都跟着。王爷因为这件事情，很长时间都活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回来后供奉了兄弟们的牌位，时常缅怀。青羽把事情一一告知，这些都不是秘密了，况且这里是整个王府都知道的存在。那背后之人找到了吗？回王妃的话，王爷怀疑是太子的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证据。顾念轻轻嗯了一声，表示理解。皇家之人哪有亲情可言呢？两人在院子里故意磨蹭了好久，才慢悠悠地走到前厅。王妃，咱家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请您进宫侍疾。顾念故意对着公公的脸喷嚏咳嗽，接连好几声。公公，本妃自从上次在宫中受到了惊吓，至今未好。实在不是本妃不想去，而是怕过了病期给母后就不好了，到时候母后怪罪，我们谁都承担不起啊。公公要说不信吧，这宁王妃确实是脸色不太好看，说信吧，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那既然宁王妃也在病中，望王妃早日康健，那咱家就回去复命了。好，公公慢走。青羽，送公公。是王妃。公公这边请。青羽心中赞叹王妃变脸的速度。青羽把公公送出门外，回来依然称赞王妃，拍了一番马屁，却得到对方的一个大白眼儿。高明什么呀？我这只是开胃菜。公公还会再来的，且等着吧。公公不是回去复命了吗？怎么能还会再来呀？没把我叫去宫里搓磨一番，皇后是不会甘心的。王妃，那怎么办呢？没事啊，不就是进宫嘛，又不是进棺材，有什么可怕的？青羽被他的话一噎，王妃威武。皇后娘娘听到他的禀报，当场砸了杯子，吓得他浑身哆嗦。混账东西，他说病了就病了，他是个会医术的，会让自己病成虚弱的样子。只要没得肺痨，就得出现在本宫面前。再去带上太医，本宫就不信有太医诊脉他还能狡辩。皇后娘娘恕罪，奴才这就过去。
公公吓得点头哈腰，赶紧出了凤仪宫，来到了宁王府。再次看见宁王妃，就想起皇后娘娘的训斥，格外的愤怒。宁王妃，皇后娘娘之命，令您即刻进宫侍疾。啊，公公何故去而复返？本妃不是说了，担心过了病气给皇后娘娘，本妃侍疾没有问题，就是担心母后的凤体。皇后娘娘体恤宁王妃的身子，专门安排了太医过来给宁王妃诊脉，请宁王妃莫要辜负皇后娘娘的一片好心。唉，虽说本妃也是医者，但是医者不能自医的道理大家都听说过吧？承蒙皇后娘娘关怀，有劳太医了。顾念把另一只手放到被把脉的胳膊上，不经意地点住穴位。太医搭上脉搏之后，眼睛微闭，眉头紧皱。宁王妃气若游丝，实属惊吓之症。惊吓之症可大可小，能否侍疾呀？说着还不停地向太医眨眨眼睛。公公的眼神示意，他也心如明镜。惊吓之症可大可小，应该是没有影响。哦，宁王妃听到了吧？皇后娘娘的凤体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还是先侍疾最为重要。唉，本妃已经告知，担心过了病气给母后。那既然都不在意，那本妃就去吧。若是母后凤体病症加重，可与本妃无关啊。王妃，没事，皇后娘娘贤良大度，不会为难本妃的。凤仪宫内，皇后听到丫鬟的禀报，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一点，再次闭上。皇后故作没有听到禀报似的，没理站在院子里等候的顾念，心中冷哼一声。到了凤仪宫，就不是她能随便蹦跶的了。顾念抬头看了看天空，坐在栏杆上晃着小腿，向外看着雨，姿势洒脱，表情惬意，一点都没有被为难的感觉。你说什么？他竟然坐在廊下看雨？是的，娘娘。珍珠出去看看，就说本宫刚睡下。听到皇后的话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赶紧出去走向顾念。宁王妃，娘娘头痛难忍，好不容易刚睡下，奴婢们不好打扰，麻烦您等等，娘娘醒来一定赶紧过来告知。顾念听完，眼神一闪，扭头就走。王妃要去哪里？母后不是睡下了吗？本妃是来侍疾的，那就等母后醒了，本妃再来。宁王妃说笑了，难道王妃不应该规规矩矩的等着吗？本妃为什么要规规矩矩的站着？本妃是来侍疾的，不是来受罚的。母后如此贤良大度之人，身边怎会有你这样心思歹毒的丫鬟？珍珠瞬间无语，她自己成了那个坏人。皇后把殿外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给身边站着的丫鬟使了个眼色。丫鬟匆忙走了出去。宁王妃莫要生气，娘娘头七实在睡不安稳，这时已经醒了，请王妃进去。好，母后醒来的真及时。刚才的中气十足立刻不见，变得气息不稳，身体虚弱的跟随丫鬟走进殿内。给母后请安，儿媳来侍疾了。皇后冷哼一声，一会儿就让你装都装不下去。唉，本宫头疼的厉害呀，全身也哪都不舒服呢。皇后眼皮都没抬一下，自说自话的这里疼那里不舒服，这不是明摆着让她过去伺候吗？姑娘好像没听懂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既然不理她，那干嘛还上赶着过去？宁王妃，你知道是来作甚的吗？知道呀，公公传话过来伺候侍疾。宁王妃，本宫有些渴，给本宫端杯茶过来。好。顾念答应的很是爽快，从小机上倒了杯茶，端着走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咳嗽。最重要的是，正对着端着的茶杯，看得皇后嘴角使劲的抽抽，给珍珠使了个眼色。珍珠赶紧上前接过茶杯，放在了小机上。
然后当着顾念的面重新倒了一杯递给皇后。皇后接过喝了2口，放下了茶杯。顾念眉梢微挑，一点都没有被驳了面子的怒意，因为刚才倒茶的时候用衣袖遮挡，把药粉撒进了另一个茶杯，正是皇后喝水的那一个。哎呀，本宫的腿酸疼的厉害，听说宁王妃的医术高超，揉捏按摩的手艺应该也不错。哎呀，本宫的腿酸疼的厉害，听说宁王妃的医术高超，揉捏按摩的手艺应该也不错。回母后，伺候人的活儿媳是真的不会，说是母后真的让儿媳帮忙，儿媳也是愿意的。顾念说完就对着皇后走了过去，边走边不停地打喷嚏，毫不留情地对着皇后的脸。哎呀，停，站在那里别动。母后，儿媳不是故意的，真的是身子不适，担心过了病气给母后。但是公公说只要没得肺痨就得来，儿媳也是着实挂念母后的病，只得前来侍疾。回娘娘的话不是奴才说的，奴才真的没说呀。滚出去！是，奴才这就滚。公公刚出去，就有一个不可描述的声音从皇后的身体内传来，随着熏人的味道飘出，皇后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哎呦我去，这什么味道？母后宫里的宫桶没到吗？这下人也太不称职了吧！皇后的脸憋得通红，接着嗓子开始不舒服，忍不住的咳嗽起来。咳嗽的时候，随着身体自然的发力，下面更加肆意的放屁。上面咳嗽一声，下面就放出一个屁，犹如一首带着味道的交响乐。店内的丫鬟想笑不敢笑，差点憋出内伤来。母后，肚子不舒服就得揉一揉，屁呢乃是五谷杂粮之气，哪有不放的道理？千万别憋出毛病。你给本宫滚！儿媳是来侍疾的，母后还没好，儿媳怎么能走呢？皇后理都没有理他，直接被丫鬟搀扶着出宫。顾念还在殿内等候。片刻之后，皇后被丫鬟搀扶着走了出来，屁股还没有碰到椅子，又颤抖着身体出宫。等皇后再次出来的时候，顾念依然站在之前的位置一动不动。母后，您的脸色太差了，一直放屁拉屎，身体哪里受得住？赶紧让太医开药吧。顾念依然满脸带着关心，可这话也能如此直白地说出来？你用了全身的力气怒斥一声，出其不意的屁音收都没有收住。皇后更加羞愤，失去了仅存的一点隐忍，用了比刚才更恨的声音怒吼：滚！心情极好的顺着宫中的小道向外走，遇到苏贤的时候，好心情瞬间就没有了。哟，这不是才艺双绝的宁王妃吗？顾念真是懒得理他，绕过他就要走。宁王妃眼高于顶，看不起本小姐。是啊，你闪开，好狗不挡道。苏贤心中怒火无处发泄，余光突然看到四公主过来了，灵机一动：宁王妃饶命，臣女不是有意冲撞您的。顾念眸光一凛，恶心的一把推开了抓着自己的手，没有用多少力道，人竟然摔出去好远，倒在了地上。三皇嫂，你怎能如此放肆？这是在宫里，不是在你们宁王府。四公主，不关宁王妃的事，都是苏贤的错，不该冲撞了宁王妃。三皇嫂在皇宫内动手，就不怕受到惩罚吗？真不明白，你这样的女子怎么能入皇家御邸，简直有损皇家脸面。四公主亲眼看到我动手了，直接给三皇嫂定罪，就不损皇家脸面？只有你们两个人。苏大小姐摔倒，难道是她自己摔倒诬陷你不成？苏贤摔跤没什么，只要四公主别为了苏贤和宁王妃伤了和气就好。顾念对苏贤的哼哼唧唧磨磨叨叨很是不屑，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众人都愣在了当场。你们非得诬陷本王妃打了他，那本妃就坐实了这个罪名，平白被人诬陷，心里不舒坦。没想到顾念能这么放肆，刚想发飙之际，顾念一把抓住了四公主的手腕。
四公主条件反射一般挥手甩开，顾念却踉踉跄跄的后退好几步，软软的倒在地上。哎呀，四公主对三皇嫂下手真是毫不留情啊！是你自己摔倒的，本公主都没用力。四公主说没用力，谁信呢？最终的结果是三皇嫂摔倒了，你做出不敬三皇嫂的事情，就得承担责任。你真无耻！四公主不用惊慌，这种事情有个名字叫做碰瓷。我刚才就被人碰瓷了，三皇嫂也知道你并不喜见我，但看事情要擦亮眼睛，不能诬陷清白之人。四公主不是你想的那样。走水了，走水了！一道浓烟滚滚而上，冲入天际，方向正是皇后的凤仪宫。这个小插曲虽然有些膈应人，倒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不在场的证明。这白莲花在关键时刻也能起点作用。顾念把事情全都说了一遍，自己还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笑声爽朗，肩膀抖动。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要擅自主张，皇后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肯定已经怀疑你了，这以后需要更加小心谨慎了。怀疑又怎么样？他找不到证据就不能给我定罪，这样不是更能让他生气吗？可留下什么证据了？我想办法处理。没有，你放心吧，那个聚光发热的东西引着帐幔后也会跟着大火一起燃尽的，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皇后的凤仪宫此时已经乱作了一团。母后，这是怎么了？宫内好好的，怎么会着火？皇后气得紧紧地咬着牙，不知是在隐忍自己的不是，还是怀恨在心，但是很邪门的找不到证据。还有宫内走水，她也没有在场，到底怎么做到的？都让她怀疑是不是有内奸了。母后还没有查明原因，总觉得事情太过蹊跷。没出半日，凤仪宫的走水就已经传遍宫中，各宫的娘娘都好奇皇后宫中出了什么事儿，暗中派人打听。众人的做派气得皇后的头疼得更加严重，只说不小心打翻了烛台引发的大火。刚回府的顾念就上了马车赶往太傅府去看望母亲。母亲，凶手真的是季氏身边的丫鬟吗？这样说的话，背后之人就是季氏。他思索片刻，让夏至把梨花带了过来，吓得梨花全身哆嗦地跪在他们面前。说说吧，是谁？给了你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这么做？梨花眼神闪躲，跪在那里吞吞吐吐。事到如今还在犹豫吗？事情已经败露了，你不仅得不到太多的好处，还会替他们受过，更何况你的家人也要跟着受到牵连。求王妃和夫人饶命，是春桃给奴婢的药，让奴婢偷偷放在夫人的膳食中。她说只要事情办妥，就给奴婢1笔银子。奴婢的母亲患病在床，实在是需要一大笔银子，是奴婢鬼迷心窍做了错事，求王妃和夫人饶恕奴婢的家人吧。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的造化吧。是，请王妃和夫人吩咐，奴婢一定尽力做好。你去把春桃传过来，而且要有技巧。待梨花走到近前，压低声音说了一阵，然后躬身退出了房间。一炷香后，梨花带着春桃进了牡丹院。他们两人前脚刚进牡丹院，后脚季氏就知道了，顾念就是故意的，一边把春桃传过来，一边把消息透露给季氏，让他心中起疑。流星走过来，贴着顾念的耳边，把季氏的反应禀报上来。他微微点头，鱼儿已经上钩了，很好。春桃，本夫人已经知道了真相，但还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自己亲口说出来。你只有一次机会，可要想好了再说，否则本夫人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求夫人饶命，求王妃饶命，奴婢全都说是二夫人吩咐春信干的，还许给她事情成功后抬她为姨娘，但是春信不敢做，把事情推给了奴婢。其实奴婢也不敢的，但是为了春信姐姐不被二夫人惩罚，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了梨花。求夫人和王妃饶命，奴婢真的知道错了。
抬为姨娘？怎么可能？季氏的嫉妒心这么强，怎么可能让身边的人抢走男人的恩宠？季氏的嫉妒心这么强，怎么可能让身边的人抢走男人的恩宠？好，你禀报的事情和查到的一样，先回去吧。母亲说给你一次机会就会放你一马，若是再有下次，本妃一定不会放过你。多谢夫人饶恕，多谢王妃饶恕，奴婢不敢了，以后一定安分守己。等人一走，刘慧赶紧询问女儿：念儿，怎么把他放走了？心思不正的人轻易放过也不会走上正途的。母亲放心，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不需要我们动手，以免脏了我们的手。解决完母亲这里的事情，就准备回府。走在院中的小道，突然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这不是季氏身边的春杏吗？仔细一瞧，才看清他双腿轻微打颤，走路虚浮无力。顾念视线转移看向他来时的方向，正好是顾江的书房。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这个黄雀嘛，还不一定是谁呢。马车晃晃悠悠地向前，咦，那不是顾老头吗？刚和春杏温存完就跑出来，不得不佩服他的体力和精力呀。只见他四周环顾了一下，小心谨慎地进了旁边的一条巷子，吩咐刘星在马车上等自己，便下了马车。眼看着顾江的身影快要隐没在巷子的尽头，顾念赶紧走进巷子。顾江进了巷子最深处的一处院子，对方的紧张程度让顾念更加好奇，赶快向着那边走过去。他贴在门缝处向里面窥探，什么都看不到。在干什么？背后猛的一个声音吓得顾念一个机灵。你怎么在这里啊？路过这边，正好看到府中的马车。宁王解释了一番，然后才听到顾念的目的，嘴角微勾，长臂一伸，搂着顾念上了房顶，轻轻地掀开房顶的瓦片，房间里的一幕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父亲，您什么时候才能接我们回府？哥哥明年春日就要科考了，买通路子也得有身份才能有前途呀。杏儿别着急，为父很快就能接你们回府了啊！这些年让你们一直流落在外边，父亲心中很是愧疚啊。这次是真的快了，你们且耐心等待好消息。杏儿别着急，你父亲都想着我们呢，要给你父亲一些时日筹谋。哦，女儿知道了，父亲要快些呀。你看人家府上的小姐都如何风光的在人前，您看杏儿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父亲是谁，好委屈哦。杏儿别闹，父亲说快了就是快了，你们要相信父亲。听了他们的谈话，再想起府中的春杏，顾念心中存在的疑虑瞬间被解惑。怪不得太傅府全是女儿，一个儿子都没有，顾老头竟然一点都不着急，原来早就已经儿女双全了。这个老狐狸隐藏的真够深的。回到宁王府中的两人，就见田楼夫妇已经在前厅等待。王爷王妃安，臣今日待内人有事相求，故前来叨扰。坐吧。田楼说出了来此的目的，他对田景氏的爱护之心让顾念很是感动。顾念把脉之后眉头紧锁。田大人不用紧张，是有些身体上的问题，但是本妃能医治。王妃，臣到底得了什么病？可否如实告知啊？王妃，臣到底得了什么病？可否如实告知啊？夫人无法怀孕，是因为田大人元阳中的蝌蚪较少，少的原因是因为输精管有些梗阻，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听完之后，旁边的宁王跟着咳嗽起来。他的王妃真是什么都往外说呀，也不斟酌一番。顾念若是知道，肯定会反驳自己已经斟酌过的好不好。田楼夫妇也跟着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一副你看着办的意思。先开药，田大人的药治疗病症，夫人的药调理气血虚弱之症，1个月之后再来把脉。吃药期间那个农耕播种啥都不耽误，放心就行。这次行了吧？比喻句不仅委婉还贴切，谁知对面的两人一下子就听懂了，又闹了个大红脸。
看诊已经结束，宁王赶紧大手一捞，抓住他的后脖梗就带出了前厅。我的诊费还没收呢。本王的王妃这方面很懂啊。我是大夫。哼，那顾神医教教本王可行？两人的声音渐行渐远，田景诗露出了羡慕的神色。两人的声音渐行渐远，田景诗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宁王和宁王妃的感情可真好。我对你不好吗？田大人，夫人，属下送你。千羽大人，这是臣带的诊费，麻烦转交给王妃。好，属下一定转交，田大人放心。宁王带着顾念强制性的回了房间，把他壁咚到角落里。你要干什么？当然是行使本王的权利。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上次喝多了是意外，我还没想好。本王已经等得够久了。大手抚上他的下巴，温热的嘴唇附了上去。每日都是看得着得不到，冷水澡洗了一次又一次，什么时候才能让他得偿所愿？一时间心中带着不满，不自觉的有些霸道。过了很久，才意犹未尽的松开了柔软的唇。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啊。顾念意识回神，抬起脚狠狠地跺了上去。突然的疼痛瞬间让宁王松开了对他的禁锢，他这才趁机逃出房间。哎呀，完了，一不小心就沦陷了，都怪他长得太帅。他慌慌张张的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王妃。你走路没有声音啊？属下以后一定注意。王妃，这是田大人给的诊费。青羽正把银票递过去，宁王就从房间内走了出来。主子，磨坊传来消息，那位夫人和太傅夫人是青梅竹马，他们很早就在一起了，并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叫顾源，明年春日参加科举，女儿还没有及笄。顾姥姥和我母亲成亲之前就已经和那个女人有了苟且。是的，王妃。呀的，既然原主的父亲如此无情无义，猪狗不如，那就不用再留情面。太傅府的人一个一个的收拾吧。太傅府，顾念的身影出现在牡丹院的时候，刘慧惊讶了一瞬。念儿，你怎么来了？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春杏，没有回答母亲的话。母亲，出了什么事？牡丹院里的丫鬟梨花被春杏砸死，扔在了后院的废井中。夫人，王妃，饶命啊！这都是二夫人让奴婢干的，奴婢真的是迫不得已啊！春杏，杀人偿命，我们是可以把你送官的。还有你做下的所有事情，要是被二夫人知道了，你猜她会怎么对你？奴婢知错，求夫人和王妃饶恕，奴婢一定听从夫人和王妃的安排。很好，把大夫人想要和离的消息无意中透露给二夫人。顾念的话让春杏微愣，赶紧低下头答应，那对她来说也是好消息。是，奴婢一定办妥。春杏悄悄地出了牡丹院。念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千万不要为不珍惜你的男人伤心。顾念还是把知道的消息一一告诉了刘慧。刘慧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伤心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早就应该知道他是个无情无义的男人，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刘慧想要和离的决心。第二天，刘氏一家在京城繁华之地购置了一处房产，举家搬迁。念儿，快到外祖母这里来，还是女子温婉可人呐，哪像你几个表哥，这日里乱窜，找不见个人影。还是女子温婉可人呐，哪像你几个表哥，这日里乱窜，找不见个人影。表哥都是干大事的人，外祖母哪能拘着他们？你这丫头还替他们说话。因为刘家成为皇商，地位不只是普通的商贾，所以来了很多达官贵人。这些客人中竟然看到了季氏和季府的老夫人。顾念眸光微闪，压低了声音对着刘星嘀咕了一阵，刘星闪身离开。乔迁的喜宴没有太多的花样，寒暄之后就进入了宴席。
宴席过程中，季氏和季老夫人互相递了个眼神，然后走了出去。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刘慧突然感到头晕，用手扶在额头，看上去真的不舒服。母亲，你怎么了？啊，没事，母亲就是有些头晕，歇息一会儿就好。唉，许是今日累着了，赶紧去后院厢房啊，休息一会儿吧。顾念扶着母亲去往后院的厢房，片刻之后，季庆鬼鬼祟祟、喜不自胜地出现在后院。想起顾念的倾国倾城的模样，就心痒难耐。只可惜他得配合姑母，除了顾念，还有一个老女人。算了，反正自己也不吃亏。一炷香之后，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老夫人，不好了，厢房里……”老夫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坏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还在厢房里。诸位，不好意思，照顾不周了，府上出了一点小事，老身需要去处理一下，失陪了。老夫人被舅母扶着快步走出了膳厅，向着后院走去。刘府老夫人真是操碎了心，咱们也去帮帮忙吧。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多的女人叽叽喳喳，最是喜欢八卦，随即都同意前去。你们这是？老夫人，我们是过来想帮忙的。正好此时厢房内的声音却是一声高过一声，不可描述的动静令在场的已婚女人都懂，未成亲的女子懂也装作不懂，而脸颊却微微泛红。谁家不知廉耻的东西，竟然在刘府乔迁之日捣乱，做下此等龌龊之事。是啊，真是不要脸面，赶快让人打开门阻止。哎呦，太傅夫人和宁王妃不是在厢房歇息吗？可别是他们出事啊，赶紧让人开门吧。哟，这种事若是两厢情愿还好，若是被人强迫，可就……季老夫人给身边的丫鬟使了个眼色，丫鬟悄悄地靠近厢房的门，假装摔倒撞开了。不！奴婢该死，奴婢一个没站稳，实在不是故意的。门外这么大的动静，也没有打扰里面激烈的战况。老夫人为了挡住众人的灼灼目光，跌跌撞撞的第一个闯了进去。待老夫人看清床上的两人时，顿时松了一口气。哼，混账！竟敢在刘府行此等下作之事，赶紧穿好衣裳，滚出来！刘府老夫人的变化让季老夫人心中纳闷，刚才还惊慌失措，此时怎么中气十足，神情自若的？难道真的是被气狠了？季庆的火柴棒也从昂首挺胸立刻吓得蔫头耷脑，药的作用加上惊吓，估计以后都会有心理阴影了。而身下的季氏惊慌的大叫一声，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怎么是你？姑母，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厢房外的众人都听到了里面的谈话，竟然是姑母和侄儿之间的龌龊，真是一场好戏呀！顾念扶着母亲从众人的身后出现。这么多人，出了什么事吗？来人，把里面2个人抓起来，报官。哎，不要报官，他们也是被人陷害的，都是亲戚，报官又失咱们2家的颜面呐。哼，失的是你继父的颜面，和我刘府没关系。我们刘府更没有不知廉耻的亲戚。不要报官呐！我是被陷害的，我被迷晕了。姑母怎么出现的，我真不知道啊。我是被陷害的，什么都不知道。此时季氏心里一片苦楚，看到后面安然无恙站在那里的顾念和刘氏，眼睛猩红，恨意横生。此时季氏心里一片苦楚，看到后面安然无恙站在那里的顾念和刘氏，眼睛猩红，恨意横生。都是你们害的，你们2个贱人，都是你们陷害我。二夫人这是说的什么话？你来这里不是你自己过来的吗？宴席当中你鬼鬼祟祟的到这里，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就是啊，享受了神仙时光，又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哪有这等好事？
刘府内几个粗壮的下人纷纷上前把两人抓起来送走。顾念和母亲对视一眼，两人的眼神中都露出了一抹深意。今日宴席中，当丫鬟端着膳食鱼贯而入，一一把手中的碗放到长桌上时，他就发现饭食的香味很不正常。顾念又靠近母亲的身边，无意间的闻了闻母亲的饭食，和自己面前的饭食味道一样。季氏母女的胃口不小啊，目标竟然是他和母亲两个人。很快，季氏和侄儿的丑事就传遍了京都，成为大街小巷茶余饭后的谈资。哎，你们看我是不是胖了呀？我怎么感觉腰都粗了？没有，王妃哪里胖了？奴婢没有看出来。兴许是天气转凉，王妃的胃口变好了，所以才贪嘴多吃了一些。是呀，王妃，天气炎热的时候您都吃不下东西呢，这样才是正常的。不行，不能这么贪吃，不然会成胖子的。看来得制定减肥计划。什么是减肥计划？王妃多吃些没关系的，以前身子不好，宫寒严重，如今好不容易调养好了一些，还是得多补补身子为好。玲珑无意间的话倒是提醒了他，赶紧询问。玲珑，我约是多久没光顾了？王妃，这次大概有3个月。哎，王妃，您上次是2个月，这次怎么时间又长了？是不是身子太累导致的？不行，奴婢还得给您去熬药调理。玲珑自言自语地说着，就去了小厨房。顾念慌忙地把手搭在脉上，然后犹如被雷劈中，烧得外焦里嫩。她怀孕了，她竟然也怀孕了。然后犹如被雷劈中，烧得外焦里嫩。她怀孕了，她竟然也怀孕了。当时怎么就忘记吃避孕药了呢？在心里咒骂了面具男千万遍，表面上也不敢露出一点端倪。宁王进来的时候，他还怔愣在那里。他伸出手在顾念眼前晃了晃。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被今天的事吓到了？宁王关心的询问，觉得他不是会因为今日的小事而惊吓到的人。今日的事？什么事啊？顾念眼神躲闪，赶紧躲避对方的试探。我有些累了，睡觉吧。累了就先睡，我去书房忙点事。书房内，宁王突然变得严肃冷然。流星流云，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实说来。流星流云恭敬地把今日在刘府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禀报了一遍。仔细想想，王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情绪变化的？事无巨细。两人极力思考着，突然流星猛地抬头说：哦，王妃好像是从说起调养身体开始的。对，王妃还给自己把脉来着。两人又把当时的事情说了一遍。退下吧，刚才的事不要告诉王妃。是，王爷。四旗把脉，神思恍惚，难道他病了？得了自己都医治不了的病？清风，他出关了吗？回主子，明日就是出关的日子。出关之后立即带他来，速去速回。是，主子。而此时床上躺着的顾念辗转反侧，本来想留着这些人慢慢玩，让他们看着自己一无所有而痛苦，可如今孩子来得太过突然，怕是等不及了。宁王站在院子里，能够感觉到他的气息，他能看出来顾念不想让自己知道。互相面对的时候，他不仅思虑过多，好像还有一丝担忧，他只能尽量避开。第二天，顾仙儿慌慌张张地赶到大牢看望季氏。季氏坐在角落里蓬头垢面，没有了以往的高贵模样。母亲，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星儿，母亲是被人陷害的，你救母亲出去，一定要想办法救母亲出去啊！好，母亲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您出去。顾仙儿刚离开，就迎来了季府的大夫人和大小姐季雪。大嫂，我在这里，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大嫂，我在这里，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呸！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出的什么馊主意？事情没办成，竟勾引我儿子做下这等龌龊事，季家没你这种不要脸面的混账！大嫂，你说的什么话？
我怎么会勾引侄儿？这都是意外，我也是被陷害的。我不管你是不是被陷害的，反正我的庆儿被你连累了，你休想让我救你。就这样，关在不远处的季庆被季大夫人用大笔的赎金救了出去，只剩下季氏在牢房内思考人生。太子府内，太子殿下，妾身的娘亲被人陷害关进大牢，妾身求殿下帮忙救出娘亲。出了这样的事情，太子都觉得丢人，本想装作不知道的。顾仙儿此时求到了他这里，若是因为阿扎人影响了孩子，便得不偿失了。仙儿别难过，姑想想办法就是了。真的，多谢殿下相救，妾身感激不尽。京兆府尹是从下面任期刚满的官员中提拔上来的，名字叫做孙贵。臣恭迎太子殿下。孙大人，任职可还适应啊？多谢太子殿下挂怀，京都人杰地灵，又有龙气笼罩，臣已经适应。听说太傅府的二夫人被关在牢里。回殿下，是在牢里，殿下可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太傅大人担心夫人，请求姑过来问问案件的进展。太傅二夫人没犯什么大事儿，臣正准备放她回去呢，怎么劳驾殿下您亲自过来了？派个小厮过来告知一声就是，臣马上就放人。孙大人很好，幸得殿下提点。孙贵点头哈腰的配合，恭送太子出了京兆府。有了太子的出面，季氏真的很快就回了太傅府。你还有脸回来？我太傅府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你还是滚回季府吧，我太傅府承受不起。你还有脸回来？我太傅府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你还是滚回季府吧，我太傅府承受不起。不要啊，老爷，妾身真的是被陷害的，求老爷给妾身一次机会吧。妾身是老爷正经娶进门的，不能就这么回去啊，老爷。顾江眸光阴沉，定定地看了他许久，甩袖离去。季氏紧张的心瞬间土崩瓦解，这是放过他了吗？不知过了多久，才跌跌撞撞地回了海棠院。夫人，喝点热粥暖暖胃吧。他习惯了春杏的贴身伺候，以为她是自己最忠心的丫鬟，却不知喝的粥里是春杏亲手下的毒。片刻之后，季氏肚子绞痛，嘴角开始流血。你为什么？二夫人，这是奴婢最后一次叫你二夫人，千万不要怪我呀，这可是老爷吩咐的。哪个男人能容忍自己的女人是个不干净的呢？还有，老爷说很快就会把我抬为姨娘，您一定会替我高兴的吧？你竟然最后话没有说完，抬着的手臂猛地坠落下去，闭上了眼睛。第二天，太傅府传出二夫人突然暴病身亡，刘星迈着大步进来禀报：王妃，一切都按照您的安排进行，二夫人亡故。准备马车，咱们呀该去找春杏了。顾念到太傅府的时候，顾仙儿已经跪在棺材前，哭得泪流满面。见到顾念迈着美人步走进来，他眼睛怒瞪过去，恨得咬牙切齿。你不会得意太久的。妹妹说话还是注意点好，对本王妃不敬，随时都可以收拾你。念在二夫人刚走，本王妃就不治你的罪了，好好的与二夫人告别吧。顾念翻了个白眼儿，转身去了后院。身后的顾仙儿眼睛狠毒地盯着他离去的方向。今日的春杏可舒坦多了，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主子了，高兴的心情不自觉地展露。哟，心情不错呀。王妃，奴婢没有，奴婢只是……行了，不用解释，你做的所有事情本妃都知道，包括昨日。行了，不用解释，你做的所有事情本妃都知道，包括昨日。王妃，奴婢只是奉命行事，求王妃饶恕。你不用紧张，只要按照本王妃说的，本妃不会阻挡你的野心。王妃请吩咐，奴婢一定听从。很好。
顾念说着，拿出了一包特制迷药，不仅让人昏睡，还让男人举不起来。今日父亲休沐，把他引到你的房间，然后骗他喝下这个。王妃这是要毒死老爷吗？那自己还怎么成为姨娘？春杏惊讶地张嘴说话之际，一颗药丸冷不丁地被塞入嘴里，入口即化，吓得他掐着自己的脖子咳嗽，想要把东西吐出来。别费功夫了，这种毒药入口即化，吐不出来的。只要听话，本妃不会为难你。每月会给你一次解药，保证不会让你痛苦。最重要的是，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小心祸从口出。还有，给老爷的不是毒药，只会让人睡一觉。好了，本妃没有时间耗在这里，去按照本妃说的做。春杏赶紧答应，只要不是毒死老爷，她就有机会。如今也只能顺从。顾念拿出空间里的手电筒，照着光一路向下，走到尽头，出现了一个密室。哇，这么多！一箱一箱的金子、银子、珠宝、银票摆满了房间。怪不得顾老头不费吹灰之力地养着他的外室，原来有这么多的资本。这老狐狸把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他快走几步，围着房间转了一圈，除了闪闪发光的东西，还有一个黑色的匣子，里面装着的是一个簿子，簿子里记着的是顾老头和太子联手的把柄。他挥了挥手，收得干净又利索，密室内空空如也，他才放心离开。老爷，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老爷，不好了，书房空了，又空了。顾江双腿一软，赶紧跌跌撞撞地往书房跑，推开门，一无所有，空空如也，连张纸都没有放过。事情太过诡异，让他想起刘氏的库房，也是这样突然就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心里慌乱的顾江直接后仰晕了过去。主子，沈姨已经出关，马上进入京都。沈姨每年都会闭关一次，专心研究医术，这次正好赶上她出关，希望沈姨能够治好顾念的病。好，让她尽快进府。还有个消息，王妃离开顾大人的书房之后，太傅大人就病倒了，里面的东西被偷得一件不剩，除了值钱的东西，就连书桌、椅子、书柜等家具都不翼而飞。宁王深邃的眸光一凛，脑中开始思索，他的王妃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怎么书房就空了呢？脑中突然闪现出顾念为青羽治伤的情景，瞬间了然。好，本王知道了，这一件事不要再提起，先下去吧。是，主子。2刻钟后，一个风尘仆仆的男子进入了宁王府。什么10万火急的事儿啊？让我老人家这么着急赶路，你是想要老夫的命吗？王妃可能有了隐疾，急需你把脉诊治。打住，虽然老夫闭关，外面的事也是有所听闻的。相传你的王妃可是诡异的传人，你这小子是故意羞辱老夫吗？不是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吗？胡扯，除非有自己也医治不了的病。沈姨说完，看了看宁王担心的神情，赶紧止住了话。哎呀，不是，老夫的意思是，这自己把脉，由于心理因素可能会出现失误。宁王抬眸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他一直在想，顾念现在故作隐瞒的样子，肯定会拒绝把脉，只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对待了。行了行了，老夫照做就是了。听从吩咐，暗中盯着顾念的青羽，正好这时进来禀报。王爷，王妃好像准备出府。宁王赶紧起身，轻功飞跃，接力飞向了屋顶。看着顾念走的方向，确实是准备出府。他身边还跟着丫鬟玲珑，他手中出现了2粒碎银子，轻使力道对着他们2人掷出。碎银子正好打中2人的昏睡穴。宁王抱着顾念赶回房间。快，给他把脉看看。沈姨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把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刚闭上的眼睛就立刻睁大了，一副惊喜又惊恐的样子，吓得宁王扑通扑通心脏跳个不停。怎么了？是什么隐疾吗？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快说呀！突然的厉喝吓得沈姨赶紧脱口而出。
喜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王妃有喜了，可是胎儿3个月。沈毅弱弱地说出诊脉的结果，等着宁王的怒火。宁王的表情从震惊变得温和。3个月，不正是京郊破庙那一次？随即笑了起来，从嘴角上扬到笑出声音，最后是仰头哈哈大笑。事已至此，一定要放宽心啊！哼，我有孩子了，这是我和念儿的孩子。宁王的话让神医立刻停止了安慰，他眼睛圆睁，不可思议，有情况啊！他闭关期间到底错过了什么？哼，哎，吩咐下人，王妃的一切用度都换最好的，这膳食也跟随王妃口味变换，记着啊，千万不要寒凉和辛辣的。是主子，属下这就去安排。在我面前显摆吧，臭小子就会欺负一个孤寡老人，有孩子了不起啊，到时候还得喊我一声舅舅呢。随即把需要注意的事项仔细地写在纸上，担心宁王不懂，又解释了一番，口是心非的模样逗得宁王抽了抽嘴角，懒得揭穿他。顾念悠悠转醒的时候，房间内只有流云流星在旁边伺候着。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在床上？王妃，您忽然有些头疼，奴婢就扶着您回来，躺床上您就睡着了。流星流云说的一本正经，其实心虚的一批。啊？是吗？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此时宁王自己躲在书房里不敢出来了，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向顾念摊牌。之前有意隐瞒，还差点杀掉他。若是知道了，这一气之下的后果会是什么？会不会失去他？可若是一直隐瞒，他因为担心被发现，郁郁寡欢，对孩子也不好。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告诉他真相。在院子里正好遇见准备出门的顾念，赶紧叫住了他。哎，念儿，我有话对你说。我现在有急事，回来再说吧。顾念匆忙的脚步没有停留，翻身上了马车，直奔太傅府。他着急忙慌的，这是要干什么去？着实是不放心，宁王轻功飞跃，直接跟了上去。自从机密簿子下落不明，顾江的心整日七上八下的，总担心有人暗害自己，就把众多的护卫都调到自己的身边，这样才能睡个安稳觉。顾念到的时候，就发现护卫有了变化，随即眉头微皱，这可如何下手？宁王轻功飞起，搂着他引在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低声训斥：书房刚出事，你此时过去会引起怀疑的，众多护卫保护，你也进不去啊。我就是想离近点找找机会，没想到现在就过去。你觉得这能靠近吗？顾念往下一看，10多个护卫各自隐藏，一阵唏嘘。你要做什么？我帮你。慢慢的把准备好的东西拿了出来，一张纸上面写了几行字。宁王看都没看，拿出一个普通的匕首，甩手对着顾江房间的窗户使劲扔了过去。随即两人飞身出了太傅府。管家紧张的四下张望，没了动静才把屏风上的匕首拿下来递给了老爷。与账期合离，否则秘密公布。这个提议倒是很合心意，但是如今身无分文，着实不是时候。说是不按照这上面的做，一旦机密泄露，太子也不会放过自己。思量再三，还是先答应为好，否则小命不保啊。这是哪儿啊？城郊千岁山。他很想说山下有个破庙，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但是张了张嘴，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父亲要与母亲和离，但是对他来说母亲还有利用价值，不会轻易和离的。我拿到了他的把柄，想要威胁他妥协。哼，太傅大人可是朝堂上的老狐狸了，怎会因为你的一点威胁就妥协呢？他肯定会往后拖一拖，看看事态发展。那怎么办？难道真的公布把柄？当然不能公布了，否则把柄废了，你的目的更达不到了。这次是我鲁莽了。在这个时代，女人和离本来就是不被认可的，若是男人不同意，那更是难上加难。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好，赶紧回去吧。回到府中的宁王就把清风轻雨叫到了书房。清风，给太傅大人传信，
说本王请他吃饭。青羽，暗中把消息传递给太子。是，主子。顾江接到消息时，心中很是狐疑，但还是早早的到了吉祥酒楼，依然坐立难安，等了很久，才等到推门进来的宁王。宁王殿下安。哼，顾大人不必多礼，今日本王找你，只是闲话家常而已。宁王说得很随意，对面坐着的顾江却是心惊胆战。宁王怎么跟自己如此亲近了？这念儿深得本王的心，顾大人可否讲一下念儿从小到大生长经历啊？本王想多了解一下。王爷，念儿从小就乖巧谨事，就是性子有些胆小懦弱。哦，据本王了解，念儿的性子并非是顾大人所说的胆小懦弱呀。老臣说的句句属实。小女子从3个月前去了一趟城郊庄子，就变得不一样了。哼，3个月前成交？哼，3个月前成交？对，王爷，就是3个月的成交。回来之后就与以往不同，变得胆大强势，不受约束。何为强势？又为何要受约束呢？一句话问得顾江哑口无言。这时清风突然推门进来。主子，太子的人过来了。宁王眼角余光正好看到太子身边的厉雷故作无意地从房门前经过。宁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了，连对顾江敷衍的心情都没有了，起身便离开。留下的顾江心里七上八下，这是把宁王给得罪了吗？恍恍惚惚地离开吉祥酒楼，在半路上就被太子的人拦了去路。顾大人，太子殿下有请。好，老臣这就去。顾江随即吩咐马车改变方向，去往太子府。太子看到顾江进门，极力隐忍下心中的怒火，阴阳怪气道：顾大人移驾孤到太子府，真是蓬荜生辉啊！顾大人移驾孤到太子府，真是蓬荜生辉啊！太子殿下，折杀老臣了，不知老臣做错了什么，惹得殿下发怒。不知，孤竟然不知道顾大人是个有如此野心的人。难道孤不能给你想要的，还是没有给你应有的安全感呢？老臣实在不知殿下指的是什么，求殿下明示。明示？顾大人，不要在孤面前装糊涂了。孤警告你，若是事情败露，孤第一个饶不了你，滚！回到府中，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慌乱不已。难道书房的机密被偷？太子这么快就知道了？联想起太子最后说的话，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还有那个威胁自己的人，若是不和离，事情真的被公布出来，他不仅太傅的位置做到头了，小命也将不保啊！管家，拿纸笔来。他大笔一挥，速速写好了和离书，拿着就去刘氏的牡丹院了。你想和离？你最近有没有与外面的人有接触？你到底想说什么？真是莫名其妙。这是和离书，去备个案就可以。啊，为什么突然和离？和离是给你的体面，看在你辛苦多年的份上，为父不想为难你，也希望你配合，别闹得大家都不好看。好。刘氏答应的直接又干脆，顾江的眸光猛地看了过去。哦，我的意思是，老爷既然不为难我，我也不给老爷添麻烦，一切都按老爷的意思办。算你识时务。随即他又吩咐管家把和离书送去备案。顾江的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呢，怎么答应得如此爽快？不一会儿管家就回来了，和离书备案结束，两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顾大人，我们已经不是夫妻，刘府的匾额很快就会换上，请您尽快搬出刘府，以免让人嚼舌根，说太傅大人寄人篱下，不太好听呢。请您尽快搬出刘府，以免让人嚼舌根，说太傅大人寄人篱下，不太好听呢。那个为父在这里住习惯了，再说拖家带口这么多人不好搬，要不给你点补偿？
你闭嘴！我已经没有夫君，麻烦你说话注意点。你堂堂当朝太傅，竟然如此不要脸，想要霸占我的府邸吗？你想和离就和离，想霸占就霸占，还有没有王法？惹怒了我，就算告御状，我也要把你的官位拉下来。哼，搬走就搬走，你一个女人就守着府邸孤独终老吧。顾江带着妾室和女儿搬离，春杏也跟着离开了。府中大部分都是刘慧的银子置办的，能带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几辆马车就搬走了。这不是顾大人和他的家人吗？马车里好多东西，难道是搬家？以顾大人的家业，怎么只有这些东西？不像是搬家呀。以顾大人的家业，怎么只有这些东西？不像是搬家呀。若不是搬家，这是去哪儿？哎呦，不知道啊。忽然有个身穿青色衣衫、小厮打扮的男人从后面站了出来。我知道啊，太傅大人和正妻刘夫人和离了，这府邸是刘夫人的，顾大人带着自己家业搬走呢。哎呦，真的吗？刘夫人多好的人呐，温柔贤惠，挣钱养着整个太傅府。这顾大人，哎呀，怎么和离呢？有些人呢就是不知足。这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指不定被外面哪个狐狸精勾住了呢。你们男人啊，真是没一个好东西，3妻4妾都不够，还想着全天下的女人都到手咋的？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还是好男人多。就像我这样的，最是靠得住的。本以为跟着顾江能搬到大宅院，没想到却搬到了距离不远的小巷子里。啊，灵儿，这是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还不是你没用，得不到父亲的宠爱。我一直暗中筹谋，静观其变，终于等到他们两房两败俱伤，以为好日子会来了，谁知道又出来个张绣。更可气的是，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哥哥和妹妹。这下好了，姨娘依然是姨娘，我还是个庶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个心有成算的，不知何时变得胆小懦弱，怒其不争，女儿很失望。哎呦，灵儿，小心隔墙有耳啊！不是姨娘不争气，你知道红姨娘怎么死的吗？是季氏害死的，死的时候一尸两命。最可怕的还不是季氏，而是顾念。别看她平时一脸无害，一旦出手，定让人脱一层皮。哎呦，姨娘只能选择明哲保身，灵儿也不要争抢了，可好？我们母女安安分分，只要活着就好。不争不抢，不争不抢，父亲何时想起过我？若是有了主母，指不定把我安排跟哪个老爷做妾室。既然姨娘选择明哲保身，那就不要管女儿怎么做，我定要为自己博一个前程。左丞相府内，一个娇俏的声音撒娇道：父亲母亲，女儿就是心悦宁王，麻烦父亲帮帮女儿吧。哼，你喜欢谁不行，偏偏是宁王那个不懂风情的。宁王府真的不好进呐。女儿不管，女儿就是要嫁给宁王，否则我就绝食。苏丞相不想让女儿嫁入宁王府，他发现和皇后走得近的其实不是太子，而是二皇子尹齐，想把女儿嫁入二皇子府做正妃，以后有机会做一国之母。哎呀，贤儿啊，不要任性，父亲自有打算。心有不甘，还是气鼓鼓地回了自己的房间。从小有求必应的苏贤忽然被拒绝了，有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真的用上了绝食这招。老爷，贤儿已经2天不吃不喝了，这样下去身子怎么受得住啊？哎呀，贤儿太不懂事了，你再去劝劝他。女儿已经消瘦的无力下床，虚弱的没有一丝血色，你怎能如此狠心？我不管，你赶紧想想办法，女儿若是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活了。丞相夫人闹腾的苏丞相脑浆子疼，无可奈何的冷哼一声，甩袖离去。御书房内，
苏丞相恭敬地跪在地上，请求皇上的旨意。皇上，老臣的女儿苏贤对宁王一见倾心，几年来初心未改，老臣斗胆来请皇上为小女赐婚，不知小女有没有这个福分？皇上眉梢微挑，露出了意外的神色。其实上次宫宴，皇上就已经看出苏贤对宁王有意，但是宁王没有任何表态。皇上为了苏家的面子，没有直接给出拒绝的答复，只说考虑一下，就把苏丞相打发了。哎呀，皇上，好消息呀！下人传话说，种在盆栽中的珍珠米长出来了。不是已经长成，长势喜人，颗颗饱满呐。好，刘禅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呀。是啊，皇上，种植期间差点出现意外，这幸好诸多侍卫把守，才免了对刘禅的误会，否则更是失去这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呀。福公公在皇上身侧有意无意地提起，更加让皇上对刘禅赞赏。翌日的朝堂上，皇上高兴地当场公布刘禅为特封督察，因为皇上准备明年春日开辟一块试验田，专门种植珍珠米，让刘禅作为督察专人管理。皇上，刘禅大人本就是皇上，家大业大，若再封一个官职，恐怕忙不过来呀。是啊，皇上，请皇上三思。父皇，不如把珍珠米拿出来，让各位大人瞧一瞧，再做决定。皇上点头同意，让人把盆栽端了上来，先让太医确认无毒，又在皇上的建议下，把提前摘掉的3个鲜嫩的珍珠米熬成了粥。先是给动物尝试有没有毒，动物没事了，又给牢房里的死囚犯试毒。皇上，珍珠米已经成熟，可以摘下来了。好啊，就由刘爱卿去采摘吧。父皇，这种没见过的东西还是小心为妙，这万一有毒，后果不堪设想啊。太子放心，这都是经过检测的，无毒才放心拿出来大量种植，毕竟这么多老百姓在。皇上一句话就把太子搪塞了，最后还是给了刘禅督察特使的官职。顾念带着刘星、刘云去刘府祝贺舅舅加官进爵，回来的路上，刘星突然想起丫鬟春杏，有些不解地问：哦，对了，王妃为什么要放过春杏？她知道的太多了，小心后患无穷啊。没事儿，她暂时还不敢乱说，这颗棋子以后还得用，暂时先留着她的命。刘星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不再言语。忽然眼神一冷，看向一处，王妃小心！匕首带着劲风，嗖的一声飞速到了近前，刺入马车上。王妃，匕首上插着一封信。顾念打开后，上面的字迹一览无余。玲珑琥珀在城郊千岁山，想叫人速来。王妃，您没事吧？出事了，玲珑和琥珀被人抓走了。刘云，你赶紧回府找王爷，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刘星，我们先去千岁山。王妃，还是等王爷一起去吧，您一人去太危险了。没事，分成2路，刘云去找王爷，他很快就能跟上我们的，快去。2个丫鬟只能按照吩咐做事，刘星跟着顾念快马加鞭地赶往千岁山。山林中，刘星见主子累得汗流浃背，着实是心疼。王妃歇息一会儿再走吧。不行，耽误1刻钟，他们可能都会有危险，我得坚持啊。顾念一边往上爬，一边大喘着气呼吸着，终于到了，立刻松了一口气。但是此时再次飞来一把匕首，带着一封信直直地插在了地上。山下破庙，只有你一个人来，否则后果你明白。呀呀的，他想骂人呢，这是耍着他玩啊。王妃，太危险了，让我去吧。不行的，他们让我一个人去，你们去了也是羊入虎口。王妃只身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还是让奴婢替您去吧。不要争了，他们既然让我去，就说明我对他们还有用。能拖延一会儿时间，等王爷赶过来，你就告诉他我的位置。刘星和李管事陪着顾念到了山脚下，就不能往前走了。
顾念一个人前往破庙，这是他第2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记忆犹新呢。冰郊大营内，起来吧，你可以如实禀报，是谁打的你？回禀王爷，是杜培打的，他下手太狠了，求王爷做主。回王爷的话，是属下打的。没有了？不解释一下为何打人吗？确实是我打的，解释改变不了事实。好，既然已经认罪，那就把他抓起来，等待军法处置。广通站在身旁露出了得意之色，看着众多将士有种威风之感。看吧，自己不仅有太子做靠山，这宁王还不是得给太子几分面子。还有你们，不也是被打了吗？都说一说是谁打的，本王一视同仁，一起为你们做主。将士们互相对视，眼神中都是同样的胆怯。把杜北带上来，军法处置。杜北没有一丝挣扎地趴在长凳上，青羽拿着军棍站在一边等待主子的命令。众位将士，你们来参军是为了什么？你们是保家卫国和百姓的英雄，战场上对待敌人的血性不能拿来对付自己的兄弟。你们是保家卫国和百姓的英雄，战场上对待敌人的血性不能拿来对付自己的兄弟。有勇气有担当才能成大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英雄。你的同伴为你们挺身而出受到惩罚的时候，你们却躲在背后不敢站出来帮忙澄清。哼，此行为实属懦夫行径，还有什么资格参军呢？如何能承担得起国家和百姓的责任呢？一番激昂澎湃的陈词说的将士们瞬间增加了气势。王爷，都是因为我们，杜参将才出手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替他受过吧。我也有参与，让我来替他。我还有。好，既然都参与了打斗，那就说说是什么原因吧。本王不是昏庸之人，是非曲折自在人心，本王会还你们公道的。王爷，广通副参将经常欺负将士，看谁不顺眼就打一顿，将士们都不敢与他还手，只能受其殴打。是啊，王爷，广通副参将在军中作威作福惯了，这次也是他欺负我们三营的人太狠了，这杜参将才出手反击的。为什么在军中作威作福惯了，都没人敢还手？因为听说他的妹妹是太子的人，所以仗着背后的靠山。不是啊，王爷，我是与他们切磋功夫才这样的，切磋的时候拳头无眼，才打的他们，都是误会。本王也觉得这是个误会，否则一个小气的哥哥有什么资格在军中作乱？太过自不量力，是不是啊，广通副参将？对方的话把广通吓得一个哆嗦。清风，属下在。既然广通副参将喜欢与人切磋，那你陪他切磋切磋吧。不是，王爷，不用了。疼得广通捂着肚子爬不起来，片刻的功夫，广通已经被打得没了人样。恶人终于得到惩罚，三营的将士露出了激动之色，趴在长凳上的杜北也不自觉地抬起头看着被打的广通，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宁王了。他依然是心中那个受人敬重的首领。王爷，外面一个自称刘云的丫鬟要找你，说有要事禀报。沈怡，帮众位将士诊治伤口。清风，军中不需要废人做参将，剩下的事情你来处理。是，主子。大营门外，刘云急得来回踱步子。王爷，不好了，王妃出事了。刘云在路上一一禀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宁王越听越是心惊。青羽，你留下，告知他们本王动向，稍后处理完这里事情，尽快跟上。王爷，您不能一人前去，太危险了。对方的目标不一定是王妃啊。他们的目标是本王，但是王妃也是有危险的，一刻都不能耽误，就按本王说的做。说完，宁王就轻功飞跃，不见了身影。顾念看了看这间破庙，哼，还真是有缘呐。宁王妃终于来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少废话，快把人放了。急什么呀？不如咱们先互相了解了解。每个刺客的行头都一模一样，都是统一发的吧？嗨，
你们公司的福利不错呀。黑衣人一头雾水，说的什么跟什么呀？怎么一句都听不懂？他们两个在哪里？他好好的就在破庙里，我对他们没兴趣，倒是你啊，颇有几分姿色。柱子说了，宁王妃姿色不错，到手之后可以为所欲为。把他们两个人放了，本王妃来代替他们，你不吃亏。正在这时，佛像后面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顾念一听就知道是那2个丫鬟在里面。黑衣人不耐烦地走过去，一人踢了一脚，训斥道：绑着手脚也不老实，那就出来看看你的主子是怎么被我欺负的。黑衣人邪魅一笑，开始宽衣解带，向着顾念走过去，吓得2个丫鬟再次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顾念对他的动作倒是没稍微调，强装镇定，面巾摘掉，露出了真容。男人马上走到近前，顾念拿着丝帕对着他的脸一挥，接着吹了一口气，加速了毒药的飘散。一瞬间，一根银针对着黑衣人的后脖梗贴着皮肤停下。臭娘们，你竟敢下药！快把解药交出来，否则我杀了你！你的命现在在我的手中，千万不要激动。我的银针可不长眼睛，只要对着命门刺下去，你必死无疑。其他黑衣人纷纷现身。大哥，你没事吧？不要过来，否则我要他的命。你觉得这样就能杀得了我，还是觉得你能逃得掉？突然，破庙上方发出了轻微的一个声响，庙顶的瓦片年久失修，承载不住人的力量，发出了轻微的响声，却还是被庙内的人察觉。宁王为救顾念失了心智，一个不小心暴露了身份，坦然自若地走了进去。流星流云紧跟在身后，黑衣人董顺趁着这个机会反手把顾念抓到了身前，胳膊勒着他的脖子威胁道：宁王，你终于来了，你的女人在我的手中呢。赶紧放人，否则本王让你死无全尸。好大的口气，不愧是相传的战神呢，那就让我们见识见识战神的风采吧。董顺说完，对着暗处使了个眼色，隐藏着的黑衣人纷纷跳出来，把宁王包围住。宁王这个笨蛋，也不知道多带些人。宁王拿着长剑势如破竹，招数仿佛游龙一般，纷纷刺向周围的黑衣人。对方纷纷吃痛，有的伤，有的死，倒下了好几个。宁王，放下兵器，否则你的女人会立刻死在你面前。不要听他的，否则会后悔的。董顺只觉得女人的声音聒噪，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王妃，住手！本王定取你性命。哟，怒发一关为红颜啊！原来战神也有儿女情长的时候啊！王爷，我没事，能撑得住。你千万不要放下兵器，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你给老子闭嘴！顾念抚了抚隐隐不安的小腹，悄悄地拿出一颗保胎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进了嘴里。臭娘们，别以为吃了毒药，老子就没办法对付宁王。就算你死了，老子也有的是办法。哼，对，我就是吃了毒药，让你无法用我来威胁宁王。你别忘了，你身上也中了毒，没有我的解药，谁都救不了。你就等死吧。黄泉路上有你这个美人陪着老子，也算不错呀。你别忘了，你身上也中了毒，没有我的解药，谁都救不了。你就等死吧。黄泉路上有你这个美人陪着老子，也算不错呀。快点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器，老子数3下，否则……猛地勒着顾念的力道更加重了。1、2，长剑掉落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董顺一个眼神示意黑衣人动手，一个黑衣人露出了邪魅一笑，上前点了流星流云的穴位。黑衣人等不及似的拿着长剑上前，吓得顾念身体发软，声音颤抖：不要，你们快住手！只要我顾念今日活着，定要你们死，要你们死！嘶吼的声音还没有结束，长剑已经刺入了宁王的身体。宁王抬眸看着顾念，目光依旧坚定，露出以往戏谑时邪魅的笑意，以作安抚。
这样的表情不仅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倒是更加让顾念伤心了。这样的表情不仅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倒是更加让顾念伤心了。不知何时，自己已经悄悄地爱上了他，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已经爱到深处。突然，一个利剑冲破空气的声音传出，紧接着刺入肉体的声音响起。禁锢顾念的胳膊一松，正在挣扎的顾念见缝插针，冲开了松动的禁锢，冲向了宁王。清风和青羽已经带人赶过来，破庙瞬间打斗一片。剩下为数不多的黑衣人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有些慌乱，最后也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董顺在受伤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逃跑，见情况不妙，更是见机没了踪影。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别担心，本王命大着呢。宁王还是忍不住安慰一番，越是这样，越是让顾念动容。突然把头埋在宁王的怀里，哭得泣不成声。宁王府中，应宁王的要求，只用局部麻醉。他说他想看着顾念。顾念撑着自己虚弱的身体进行缝合手术，为了空间的秘密不泄露，只能一个人进行。整个过程严肃又认真，对面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也没有影响顾念的工作。紧紧地绷着一根弦，强撑着身体做完手术，最后身心一松，终于体力不支倒了下去。快来人，传神医！等在门外的几人听到主子慌张的叫声，赶紧推门而入。把王妃放到床上来。主子，您的伤……哎呀，无碍，快放上来。王妃躺到床上，沈医赶紧把手搭在她的手腕上，片刻之后睁开眼睛说：王妃身体无碍，只是身体疲劳虚脱，导致晕倒，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碍。知道母子平安，他就放心了。沈医又给宁王把脉，让沈医震惊的是，宁王的身体比刚回来的时候脉象稳定了很多。王妃的医术真如相传的一样出神入化，沈医暗自敬佩。苏丞相迟迟等不来皇上的回复，为了女儿，只能暗中找了皇后娘娘帮忙。皇上，听说宁王受伤了，严不严重啊？太子的后院都有了子嗣，宁王别说子嗣了，如今照顾都照顾不好，真是让人心疼啊！后院多个女人照顾宁王，皇上也能放心呐。皇后的话一句都没有提苏丞相嫡女的事情，但是却说到了皇上的心坎上。随即皇上对请旨赐婚的事情就有了别的想法。顾念神奇的医术让沈医彻底折服，趁着给王爷王妃看病的这段日子，沈医整日里厚着脸皮请求顾念收他为徒。顾念不收徒弟，但还是答应让他跟在身后学习，这也让沈医欣喜万分。清风把传来的消息禀报给主子。王爷，属下不能又让同顺给跑了。宁王眉头微皱，拳头紧握，满是怒意。王爷，太子府的暗线传来消息，说见到董顺出现在太子府中。好，本王知道了。你说什么？这件事是太子做的？宁王嗯了一声，不只是太子的手笔，还有顾仙儿。董顺已经中了慢性毒药，每隔10天发作一次，以后会越来越频繁，他会自动出现的。他不知道董顺和宁王的仇怨，但是能想到用一个丫鬟来把他引走，再用他来威胁宁王，这样女儿家惯用的伎俩不可能出自太子，只能是顾仙儿。1日朝堂上，宁王递上奏折，告太子暗中利用身份之便，命人扰乱军心。父皇，儿臣没有，其中必有误会啊。误会？广通是太子梁帝的哥哥，在军中打伤众多将士，口口声声说皇兄是他的靠山，你又作何解释啊？父皇，儿臣真的不知情啊，请父皇明察。广通在军中可是一口一个太子殿下，若是没有皇兄为其撑腰，他如何有胆子作乱？将士乃国家的铜墙铁壁，你身为太子不做出表率，反而让人在军中作乱，实在让人失望。若是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掌管的6部之职就让贤吧。
朝堂上，皇上刚给了太子当头一棒，紧接着也砸向了宁王。宁王，苏大人嫡女对你一见倾心，亲至赐婚，朕觉得这桩婚事挺好，已经定下这门亲事。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一件喜事，但是对于宁王来说，这就是一道惊雷呀！父皇，儿臣不喜苏家嫡女，求父皇收回成命。朕乃一国之君，一言九鼎，怎能出尔反尔啊？朕觉得甚好，就这么定了。皇上已经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此事不能在朝堂上顶撞父皇，只能再行计划。宁王被朝中大臣绊住了脚步，福公公带着圣旨来到宁王府的时候，宁王还没有回来。王妃，福公公来了。老奴参见王妃。皇上听说宁王妃因为宁王的事也受了惊吓，派老奴来瞧瞧。多谢父皇挂心，已经好多了，请福公公转告。老奴一定转告皇上。啊，还有一道圣旨是带给宁王和王妃的。圣旨？什么圣旨？怎么感觉不是好事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闻左丞相苏家嫡女苏贤温婉贤良，才貌兼得，今特赐婚为宁王侧妃。入府之日，且等钦天监算出吉日，钦此。一道圣旨同样犹如一道惊雷，在顾念的头顶炸开，果然没好事儿。若是以前，顾念肯定毫不犹豫地帮着宁王张罗喜事儿，如今知道自己的心思了，心中犹如堵了一团棉花，噎得人喘不过气来。失魂落魄的他都不知道福公公是如何出的宁王府。顾念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手轻轻地抚上自己的小腹。自己因着这个孩子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这样也好，有个喜欢他的人陪着，总比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强。不能逃跑，不打掉孩子，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等待休妻。宁王回府的时候听说此事，后悔的一拍脑门，赶紧走进房间看看顾念的反应。我有话对你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宁王看着对方笑得温柔，以为误会解开了，完全接受了自己，瞬间开心的像个得到糖的孩子。什么？你都知道了？那太好了。我知道，但是不代表我接受。啊，这只是误会，不是我的本意。好了，不要说了，今天晚上需要你做件大事。顾念赶紧转移话题，宁王听得一头雾水。夜幕降临，房间内就开始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这是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得去没人的地方实验效果。好。很快到了城南的一片空旷之地，半夜时分没有人烟，这里也没有什么人家。给，使劲往远处扔就行了。宁王心中疑惑，但还是照做了。被宁王随意扔出去的丑陋黑球砰的一声发出了巨响。宁王心中大惊，他扭头看向顾念，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宁王心中大惊，他扭头看向顾念，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成功了，太好了！走，我们去太子府。啊？大半夜的去太子府做什么？当然去实验第2个球啊！赶快走吧，再不走天就要亮了。宁王眉梢微挑，好像已经知道他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了。两人来到太子府时，周围一片寂静。宁王目视太子府的大门，手中的黑球不自觉地掂了掂，与顾念相视一笑，接着就扔了出去。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不仅惊得鸟雀四处飞散，更是惊得太子府中的人慌忙起身查看。来人，出什么事了？殿下，好像一声惊雷落在了府门处。惊雷？你看看这夜色清晰，哪儿来的惊雷啊？殿下，不好了，府门处被一道惊雷炸了。看吧，我就说是惊雷吧，您还不信。第2天，天空破晓，早早出门劳作的百姓路过太子府，都惊讶地张大着嘴。太子府发生什么事了？谁知道啊？昨夜很大的一声惊雷，你们听到了吗？是不是被惊雷炸的？否则
焦黑的大坑作何解释啊？说言有理呀。很快就传出了太子做了有违天理的事情，遭到了天谴。惊雷只是一个警告，提醒太子收敛一些。宁王府书房内，王爷，舆论已经散播出去，效果很好，百姓都在议论此事。很好，让舆论继续发酵。整个舆论让太子心惊胆寒。朝堂之上，他一改往日的风格，垂着头，很是低调。皇上，百姓们的舆论犹如潮水，势不可挡，需尽快阻止才可。况且天道不可违，不可逆天而行。卢御史是二皇子的外祖父，想用此时的舆论使太子让贤，长幼有序，机会最大的就是二皇子。卢御史，此言差矣呀，这都是百姓之间无知之谈。卢御史乃当朝忠臣，也曾饱读诗书，怎能跟百姓一样人云亦云呢？此事已经惊动了整个京都，你竟然说成百姓无知，人云亦云。老臣看你才是最无知的那个。宁王事不关己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他们的争论，眉梢微挑，暗自嗤笑。太子的位置岂能说换就换？那不是更加让有心人惦记了？各位爱卿，这件事还没调查清楚，不能过早下定论。太子是朕斟酌后定下的储君，不能随意更改。为了平息舆论，先把太子的官职卸下，在府中静心一段时间吧。站在一旁的二皇子升起的希望顿时就破灭了，低垂的眼睛里满是不甘，看来自己的动作让他们无所畏惧呀。不敢吭声的太子不知道该是埋怨还是该庆幸，最终的这个结果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官职都丢了，周围人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的位置，让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顾江在小院子中憋屈了1个多月，终于把府上几个店铺的进账收上来，置办了一个像样点的宅子，仓促决定今日就成亲。顾念到的时候，花轿已经抬进门了。大姐姐，您终于来了，我是你的妹妹，名叫顾柔。我母亲只生下了我一个，何来的妹妹？顾柔的表情瞬间僵硬，没有想到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妹妹，大姐一直都是高冷的性子，你不要往心里去。我是二姐。二姐姐。2个互相利用的人走在一起，看上去却如此和谐。这个世道真是荒唐至极。刚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下，就看见顾仙儿又过来恶心他。姐姐，你看看谁来了？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到时候可比我的关系亲近多了。仙姐姐说的哪里话？贤儿进宁王府有着仙姐姐的关系，仙姐姐永远都是贤儿的姐姐。恶心的人净说恶心人的话呀。姐姐妹妹的关系这么好，那你们聊吧，我就先走了。大姐别走，贤儿妹妹初来府上还不熟悉，还是跟着大姐比较妥当。那边柔儿还在等我。担心她拒绝似的，说完就走，不留一点余地。顾念对宁王娶侧妃的事情已经释怀，自己的结局不知道会如何。宁王身边有个女人喜欢并且尽心照顾着，他也能安心了。就算是个白莲花，只要别出歪心思就行。那不是宁王妃和宁王侧妃吗？他们的关系竟然如此和谐。这还没进门，当然和谐。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你说的也对，后院之中什么事都能发生。别人的视线还没有移开，苏贤就开始捂着肚子，他脸色煞白，额头上大颗大颗的冒着汗珠，很是难受的样子。顾念被这一波操作惊得微微怔了，手搭在苏贤的脉搏上，仔细的检查着。他暗自叹息一声，又中毒了，还真是易中毒体质啊。传大夫，大姐，你不喜苏大小姐也不能害她呀，她可是宁王殿下将来的侧妃呢。宁王妃，奴婢求您不要针对我家小姐好不好？小姐如今还是待字闺中，没入宁王府。放肆！一个丫鬟就敢随意污蔑本王妃，谁给你的胆子？求王妃饶命！求王妃饶命！
我家小姐太可怜了，奴婢只是一时着急。大夫匆匆赶来的时候，苏贤已经抱着肚子疼得倒在了地上，虚弱的没有一点力气。这位小姐中毒了，解毒后也得调养一段时间才能好，身体太虚弱了。丫鬟赶紧买药熬药，苏贤最终还是等不及，疼得晕了过去，吓得丫鬟哭得更加厉害了。大小姐，您醒醒啊！您千万不要有事啊！顾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把一粒解毒丸塞进了苏贤的嘴里。宁王妃，您给我家小姐吃的是什么呀？毒药吗？我家小姐已经这样了，您还不放过她吗？大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丫鬟也是担心她家小姐的安危，才出言不逊。你别跟丫鬟计较，况且苏小姐身子虚弱，实在承受不住折腾。宁王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再怎么说也不能害人性命啊！苏大小姐何其无辜。就是啊，已经中毒了，你看人没死，继续给她吃毒药，真是太狠毒了。人们的议论让顾仙儿暗喜，这个顾念是不是傻呀？竟然自找麻烦，难道是真的恨苏贤？本王妃给他吃的是解毒丹，难道救人也有错？周围的人立刻止住了话，眼神转移到地上躺着的苏贤，脸色确实比刚才好了一些，但是依旧昏迷不醒。怎么可能？若是解毒丹，苏大小姐怎么还没醒来？本王妃会医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刚才把脉我已经知道她中毒了。解毒丹是解药，不是灵丹妙药，你以为吃完就能睁眼的？她只是身体太虚弱，需要恢复的时间。顾念心中狐疑，到底是谁在陷害自己？难道又是顾仙儿？小姐您终于醒了，吓死奴婢了。丫鬟跪在地上哭诉，苏贤这才从丫鬟的话语中知道自己中了毒。苏大小姐，药已经熬好，趁热喝了吧。本小姐已经好了，不需要喝了吧。大小姐已经熬好了，还是喝了吧，巩固一下身体。还巩固？以为这是大补汤呢？你家大小姐喝了这碗药就一命呜呼了，你到底什么居心？大小姐，奴婢没有，奴婢跟了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忠心耿耿，不敢害您的，请大小姐明察。宁王妃不要危言耸听，她的丫鬟怎么可能害她？是啊，给自己脱罪才是真的。大家都不相信顾念说的话，顾念眉梢微挑。大夫人应该还在府中，把人叫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刚要走出府门的大夫又被叫了回去。麻烦您看看这碗药，是您开的没错吧？您仔细检查一下有何不妥之处。不对呀，这不是老夫开的药啊，刚才开的药里边可没有蓝须草啊，那是毒药啊，老夫治病救人怎么可能开毒药呢？苏贤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反应过来之后甩手就给了丫鬟一巴掌。大小姐，奴婢真的是不知道，借给奴婢几个胆子也不敢下毒害小姐呀，求小姐查明真相，还奴婢清白。姐姐放心，妹妹一定派人把诊金和药费送到宁王府。好，既然如此，本王妃就先回去了。至于下毒之人，苏大小姐慢慢查。顾念说完就离开了太傅府，身后的顾仙儿眼神带着毒盯着他的背影，又失去了一次好机会。妹妹啊，真是虚惊一场，吓坏姐姐了。贤妹妹还没进宁王府，大姐就中不下。姐姐的意思是，大姐就是这样的性子，妹妹嫁入宁王府后，千万要离大姐远一点，否则又要无端起纷争。对方故意的话听在苏贤的耳中，就是顾仙儿无意中说漏了嘴，容不下嘛，那就让他消失吧。太子听说顾江大张旗鼓的成亲，怒从心起，立刻让人把他传来。顾江大晚上都没来得及洞房，就战战兢兢地赶到了太子府。太子殿下，这么晚了传老臣过来，可是有要事啊？顾大人在与孤装傻吗？
姑可不相信你没听说京都相传的舆论。顾大人不仅没有任何表示，竟然还躲着姑，兴高采烈的洞房花烛啊！顾江眼神微转，理由早就给自己找好了。殿下可冤枉老臣了，老臣是准备娶妻，但是择的吉日并非今日，为了让京都舆论掩盖，老臣故意选择今日大张旗鼓的成亲。老臣的一片忠心都是为了殿下，求殿下明鉴。掩盖？是啊，殿下，舆论之后再起一条舆论，就会把之前那个掩盖，众人只顾眼前的一个，会对之前的舆论暂时失去兴趣。虽然老臣成亲不是什么大事儿，但也是老臣能想出来最有力的法子了。那老师认为姑下一步该如何做呀？太子突然的询问让顾江有些怔愣，脑中思绪万千，想着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才会让太子满意。回殿下的话，老臣以为明年春日的科举快要到了，殿下可以提前观察学子们掌握的情况，核对他们前途的估量，到时候招揽一些人才为殿下所用。太子沉思一番，轻轻地点了点头。这个主意不错。明年春日的科举，各地的学子们年后就会出发进京，到时候老师可要擦亮眼睛，帮姑好好找找人才啊。殿下放心，老臣甘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太子认同他的提议，终于让顾江松了一口气。以老师之见，拉拢人才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回殿下，老臣以为拉拢人心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无非是3种：钱、权、美人儿。科举结束之时，权力肯定给不了，至于钱嘛，读书人自命清高，估计行不通。最好的办法还是美人计比较可靠。殿下睿智。老师啊，估计的您还有吉吉的女儿没定下人家吧？是的，殿下，老臣还有个庶出的3女儿，一经吉吉。很好，到时候拉拢人才就靠老师的女儿出一份力了。姑会记得老师这个恩情，到时候成亲之时，姑也会送上丰厚的贺礼。虽然3女儿只是一个庶女，嫁给谁都是为了利益，但顾江想用女儿换取自己的利益，心中纵有万般不愿，但也只能应下。谢殿下抬举，能为殿下出力是小女的荣幸。老师，这是姑送的成亲贺礼，希望您和新夫人琴瑟和鸣。太子邪魅一笑，顾江恭敬地接过锦盒，谢过太子之后才离开了太子府。早早的就把3女儿给卖了，他心中有些内疚。第2日就往顾灵的房间里送了很多东西，上好的布匹、首饰、摆件作为补偿，但其实都只是想安抚自己不平衡的心罢了。小姐，老爷心中有小姐呢，送来了这么多的好东西，那下一个有好消息的就是小姐了，老爷肯定会给小姐选个如意郎君的。就你话多。正房里的张秀正在安慰着女儿，父亲给顾灵送了很多东西，而自己却没有，他心中很是不满。不就是个庶女吗？有什么可生气的？如今已经及笄，把她嫁出去不就好了？对呀，母亲，您如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主母，有权利为他们的婚事操心，只是要给她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虽然嫌弃她碍眼，也不能随便找个了事，你父亲那里不会同意的。那怎么办？母亲有合适的人选吗？张秀思索一番，眼神一亮，想起了结交不久的兵部侍郎朱夫人，随即下了帖子约朱夫人喝茶。因为都是太子党，所以结交起来没有顾虑，又相谈甚欢，无意中提起府中庶女的婚事，朱夫人很爽快地答应帮忙物色人选。那就等着姐姐的好消息了。好，没问题。丞相府的马车上坐着苏贤和贴身丫鬟。大小姐，您给宁王妃3000两的诊金是不是太高了？哼，本小姐就是要宁王看看，我苏家嫡女看诊就付3000两银子的大手笔，
苏家不仅家底丰厚，还有父亲的官位，以后定是能帮到宁王的。至于宁王妃嘛，她若是不收，就是被大手笔的银子吓着了；若是收了，会被宁王觉得见钱眼开，上不得台面。大小姐睿智，奴婢佩服。苏贤冷冷一笑，不再言语，却不知顾念每次收的诊金加上药费都不止这些。马车摇摇晃晃地到了宁王府。这位侍卫，我们是苏丞相府的，我家大小姐来给宁王妃送诊金，请禀报一声。侍卫白了他一眼，只说了稍等2个字，就进门禀报。回王妃，外面苏家嫡女求见，说是来送诊金的。是有这么回事，让他进来吧。侍卫听从王妃的命令，赶去传达消息，正好在府门处见到刚刚回府的宁王。主子，苏大小姐来给王妃送诊金，王妃答应让她进去。宁王轻嗯了一声，便进了府门，连个眼神都没给站在旁边的苏贤。见宁王大步的离开，赶忙紧追其后。宁王殿下，稍等片刻，小女有话要说。苏贤对上宁王的眼神，羞涩的不敢抬头与之对视，面容娇柔，声音婉转的询问：宁王殿下，小女就快要嫁入宁王府了，殿下就不能给小女一个单独说话的机会吗？苏大小姐想何说话的机会啊？苏丞相向父皇请旨赐婚的时候，可有问过本王的意见？本王并不娶苏小姐，也没打算娶苏小姐入府，还望苏小姐尽快歇了心思吧。对方的话却犹如一记重锤锤在了他的心口。两人面对面说话的状态正好被走出来的顾念看见了，但是苏贤的脸色红润，双手捏着裙角的样子，在他的角度看来，分明就是羞涩的小女儿的模样。顾念的心猛地泛起了一丝刺痛，以为会为了爱情释然，没想到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呢。喂，想什么呢？思绪神游到哪里玩了？没有，怎么急匆匆的回来了？可是有事？我有事出去2日，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可不想看到消瘦的念儿，不然到时候会惩罚你的。远处的两人相处和谐，宁王对待顾念的样子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温柔模样。两人的亲密正好看在他的眼中，同时对顾念的恨意也在心中放大。宁王很快从府上离开，苏贤才隐去心中的恨意，慢慢地走向前。姐姐，这是妹妹带来的诊金和药费，里面是3000两银子，烦请姐姐一定要收下。没想到对方直接哦了一声，让丫鬟把锦盒接了过去。苏大小姐不会以为这些银子很多吧？没听说过本王妃的诊金很贵吗？本王妃出诊就是2000两，加上药费，从来都没有低过3000两。虽然解毒丸都是上好的药材制作而成，看在你马上成为一家人的份上，差的那些就不与你斤斤计较了。差的那些不斤斤计较，顾念说的都是实话，听在苏贤的耳中都是无尽的羞辱。殿下刚才说，因着还没进宁王府的门，不能亲自照顾，让妹妹照顾好自己，养好身子，等待钦天监选出良辰吉日。宁王殿下真是个贴心的男人，也是如此照顾姐姐的吗？姐姐真幸福，妹妹相信，等进了宁王府的门，殿下也会对妹妹体贴入微的，是不是啊，姐姐？顾念心痛的更加厉害了，有些喘不过气来。苏小姐若是喜欢宁王府，就随便逛逛吧，我就不奉陪了。转身离去的背影让人看上去潇洒随性，其实心中犹如塞了一团棉花般憋闷。张秀拜托朱夫人的事情第2日就有了消息。妹妹，今日姐姐前来是送好消息来的。太好了，姐姐的速度真是快，是哪家公子啊？是我那刚来京都上任没多久的弟弟，就是京兆府尹孙大人，今年30有8，想要娶房妾室，充盈后院。朱夫人把自家弟弟夸成了一朵花，张秀看中的不是对方的人品，而是对方的官职以及对老爷和儿子的帮助。孙大人任职京兆府尹，三小姐嫁过去，咱们就是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再说，以三小姐的好颜色，定能让孙大人日日娇宠。
姐姐说的对，灵儿嫁过去，我们就是一家人。等我家老爷回来，就告诉他这桩喜事。好，那我就回了，妹妹不必相送。顾江下朝后，张绣就找了个机会坐在他的身边，斟酌一番开口：老爷，您知道新上任的京兆府尹孙大人吗？老爷，您知道新上任的京兆府尹孙大人吗？听说过，不熟。那个位置掌管的权力也不小吧？对老爷有没有助力呀？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老爷，京兆府尹想纳一房妾室，看上了咱们三小姐。张绣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迎来了顾江狠狠的一巴掌，吓得张绣猛地怔愣住。老爷，谁允许你自作主张的？竟然不提前与本老爷相商，私自做主，会坏了本老爷的大事儿，知道吗？灵儿的婚事我自有安排，不用你操心。说完便甩袖离开了张绣的房间，委屈的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滑落，还要琢磨着如何与朱夫人交代。片刻之后，张绣恢复了一下状态，起身出了府门。哎呦，好妹妹呀，你怎的亲自过来的？哎呦，好妹妹呀，你怎的亲自过来的？姐姐，都是我这个当主母的不好，给三女儿操心，还遭到她的嫌弃，在府中要死要活的。姐姐评评理，若是我这个当主母的强硬把她塞进花轿，万一出什么事儿，不是好事办了坏事吗？婚事也得两厢情愿，既然三小姐不同意，这么好的姻缘，就此作罢吧。得到朱夫人的应允，张绣顿时松了一口气，只有把这件事情推给顾灵才能解决，否则会让太傅府难堪呐。京都城100里之外有一个灵隐寺，不仅风景秀美，也非常安静，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王妃，您带上我去吧，保证不打扰佛门弟子。是啊，王妃，带上我们去吧。我们去那里住2天就回来，你们放心吧。顾念只想去讨个清静，不想与任何与宁王有关的事物和人有牵扯，否则会时刻想起宁王。以佛门净地需要清静为由，只带着玲珑一个。顾念只想去讨个清静，不想与任何与宁王有关的事物和人有牵扯，否则会时刻想起宁王。以佛门净地需要清静为由，只带着玲珑一个。王妃，您变得不一样了。哦，哪里不一样了？变得更美了吗？主子以前胆小且心思重，经常受季氏和顾仙儿的欺负。后来主子突然变得聪明勇敢，奴婢好欢喜，主子终于不用受气了。可是最近，主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也有些不一样，依然的勇敢，心思却重了。奴婢希望您有事不要憋在心里，可以命令奴婢去做，就算奴婢不行，还有王爷呢。王爷对主子这么好，他肯定也想看到主子高高兴兴的。顾念的思绪被玲珑打乱，再次想到了宁王。本来是出来躲清静的，却到处都是宁王的影子，不禁暗自叹息。玲珑，你也累了1天了，去隔壁厢房歇息就行，不用陪着我。主子，您在府上不用奴婢守夜就罢了，这里可不比府上，而且只有咱们2人，需要时刻注意。奴婢一定要给主子守夜，绝不离开。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真不知道咱俩谁是主子呢？当然您是主子了，奴婢不能离开您半步。顾念只能依了这个执着的丫鬟，不知何时变得有些嗜睡，外加累了1天，顾念很快就睡着了。玲珑听到顾念平稳的呼吸声，才睡在旁边的小榻上。夜深人静，2名黑衣人拿着桶围着厢房转了一圈，然后点燃了几个小小的火把，扔到泼水的地方。随着黑衣人的动作，厢房周围很快就燃烧了起来，火势把厢房包围。顾念躺在床上咳嗽起来，接着玲珑也跟着咳嗽起来。主子，馊水了，怎么办？他站起身来，把椅子拉到窗户底下，打开向外瞧了瞧。玲珑，快上去！让玲珑先趁着火势还小跳出去，
博得一线生机。他自己还有空间，万一出不去，也不至于死在里面。冰龙，快上去！不，主子，还是你先出去。奴婢一条贱命死不足惜，但是主子一定要好好活着。玲珑，这是命令，你的腿脚快，爬出去搬救兵来救我，这样咱俩都能活。主子，保护好自己，奴婢一定在火势蔓延到房间里面之前回来救你，否则奴婢陪您一起去。主子千万好好的等着奴婢。好，快走。他绝对不是坐以待毙之人，扒着窗棂向上使劲儿，最后在快要落地的时候，窗棂断裂，一屁股蹲在了地上。他把头蒙上，一手拿着打湿的帕子捂着口鼻，一鼓作气冲出了火海。刚跑到安全一些的地方，不远处寒光一闪，顾念的眼神迅速看过去，一个黑衣人站在远处看着这里的一切，手中的长剑发出了凛凛的寒光。而此时宁王在阎王阁也忙得焦头烂额，阎王阁的所有人都突然疼得在地上捂着肚子，严重的还口吐白沫，全身抽搐。赶快查一下到底是谁干的。片刻之后，清风匆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主子，大门外有一个老人家送的一封信。一目十行，他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犹如将要发怒的野兽。竟然是董顺，上次让他逃走了，这次自己送上门来，看本王不扒掉你一层皮。信中提到了沈一，想让沈一帮他解毒，却并未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清风，扮成沈一的徒弟，跟着一起去。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随便一点毒药就把他搞定了。这个董顺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到时候万一受制于他，你也只能听从。他武功不低，逃跑技术也是一流，一定要提高警惕。沈一从来没有和董顺打过交道，以为他就是一个泼皮无赖。宁王的话让他改变了对董顺的看法。屋内的董顺眼睛死死地盯着进来的两人。你就是沈一啊？就是老夫。谁要看诊啊？老夫看诊的机会可是千金难求啊！有话快说啊，老夫没闲工夫。哼，口气不小啊！来了本店主这里，哪里还有给你嚣张的机会？来吧，诊脉吧。本店主中毒了，你可有办法解毒啊？就算没有，你也要研究出解药来。清风被他的话气得就要上前，被沈一暗中拽住。顾念的医术在自己之上，他可没有把握能解毒，就是有办法也不能解，还得给他下点毒。宁王的人一直远远地跟着自己，此时正等在暗处，只等这边发暗号，那边就能过来抓住董顺了。确实中毒了，这毒不好解呀。毒性发作起来的症状可否描述一下？宁王那个丑娘们儿长得模样不俗，就是心狠，下的毒也如他的人一样，以为温和没感觉，一旦发作起来需要人命，折腾的老子死去活来的。那是当然，王妃下毒的本事比他高了不知多少，受着吧你，满嘴喷粪的玩意儿。哎呀，这毒药太过霸道，一时半会儿还解不开呀，容老夫想想对策吧。好啊，那你就研究解药吧，千万别耍什么花样，否则老子手中的剑是不长眼睛的。好啊，老夫既然来了就能医治好你，否则那不是砸老夫的招牌吗？知道就好。直到深夜，沈一抬头从窗口处看了看月色，拿出手中的东西递给董顺。终于把解药研制出来了，不是老夫吹啊，老夫的本事只有试过才能知道。里面是半碗黑乎乎的汤药，抬了抬下巴，示意沈一先喝一口。老夫最不喜为你们这种人诊病，别人都捧着老夫，恨不得把老夫当成神仙供着，你们这样的人自命清高，却最后怕死，更可气的是整日担心被害。老夫一个大夫能害你什么？为了你那把破剑不成吗？沈一正说着话，就被一把冰冷的剑抵住了脖颈。那啥，老汉，你把剑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呀。快点，你先喝。吓得沈一身子哆嗦，赶紧听从命令喝了一口。哎呦我的妈，咋这么苦啊？你这是想做甚呢？药还没使完就准备杀人灭口啊？沈一的名声不是一般大夫能比的，若是死在自己的手中，以后会被千夫所指啊。放心大胆的喝，老夫能害你不成啊？你过来喝一口。沈一故作轻松的神态立刻一紧，自己是提前吃了解药的，一直没有机会给清风，这下可如何是好？你过来
喝一口。清风却毫不犹豫地上前端碗，在碗放到嘴边的时候，沈一一个趔趄摔倒了，正好拍掉了清风手中的碗。哎，老胳膊老腿不中用了，还有你，让你喝你不喝，看吧，全没了，害得我一番苦心。你把老子当傻子耍吗？竟然想毒死老子，看老子今日不要你的命！几名暗卫纷纷冲入房间，董顺的长剑立刻改变了方向，阻挡刺向自己的利器。你是不是傻呀？明知道里面有毒还喝呀？只要能对付董顺，死有何惧？沈毅对清风竖了个大拇指，大大的佩服，但心中依然说他傻。董顺一看不妙，赶紧找机会逃走。打斗中出其不意地把白色粉末洒了出去。有毒，快捂住口鼻！房间内瞬间视线模糊，一片白茫茫。董顺犹如泥鳅一般不见了踪影。宁王在宁王阁等待着消息，他心中有种预感，董顺如泥鳅一般，今日不会顺利。回禀主子，又让董顺逃了，属下失职。以往都是愤怒至极的宁王，这次只是嗤笑了一下，已经对董顺逃脱的伎俩习以为常了。既然有毒在身，那就让他先受着吧，总会出来的。宁王不着急。宁王带着清风回了宁王府，刚回到府中，就听说顾念去了灵隐寺，不在府中。清风，查王妃去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了？要快。是主子。顾念身边的丫鬟都在府中，想要知道什么，很快就能查到。青羽把苏贤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地说给宁王听，气得宁王拳头紧握，指节泛白，狠狠地捶在旁边的树干上。王爷，苏大小姐求见。宁王顺着侍卫的眼神看去，正好看到苏贤娉娉婷婷扭着纤细的腰肢走过来，立即眸光一片犀利。王爷，贤儿听说王爷回府了，正好路过就来看看您。哎，姐姐怎么没出来迎接王爷？如此不贴心呢，以后贤儿一定不会如此怠慢王爷。请苏大小姐离开，宁王府不欢迎你。本王以为上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没想到苏大小姐听不懂人话。贤儿第一次见到王爷的时候就倾了整颗心，一心想要嫁给王爷。难道王爷心里一点都没有贤儿吗？就算顾念已经死了，也没有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贤儿第一次见到王爷的时候就倾了整颗心，一心想要嫁给王爷。难道王爷心里一点都没有贤儿吗？就算顾念已经死了，也没有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很心疼吧？不知是谁与顾念有深仇大恨呢？贤儿也只是听说而已，不信王爷可以调查。贤儿好心过来通知王爷，不仅没有得到王爷的感激，还惹得王爷不喜。看来王爷心里真的没有贤儿。我告诉你，你的废话本王一句都不信。滚！你给本王滚出去！本王以后都不想看见你。宁王越说越激动，心中满是顾念的影子，他犹如失去理智一般，一气之下拔出长剑，对着苏贤就刺了过去。长剑深深地刺入了对方的肩膀。没有查出真相，苏贤还不能死。在最后一丝理智下，他没有杀掉苏贤。我警告你，不要打顾念的主意。他若因为你出事，本王绝不会放过你。哼！宁王说完，不留一丝感情的转身就走。他得尽快赶到灵隐寺，他的念儿千万不要出事。宁王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灰头土脸的玲珑，他哭得撕心裂肺，想要冲进去找主子。你们把我放开，我要去陪着主子。你们只能拉得住我一时，我是早晚都要去陪主子的，最好还是别费力气了。方丈和几个僧人都老神在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口中不停地默默念着他们熟悉的经文。宁王顿时双腿绵软，没有一丝力气。不，他不相信他的念儿还活着，一定要找到他。阿弥陀佛，这位施主真的要为一处无人的房子失了性命吗？无人的房子？方丈刚才说什么？无人的房子？念儿还活着是不是？是不是？这位施主别着急，此处只是他这次劫难的开端，并不是结束。方丈什么意思啊？他已经逃走了，后面在劫难逃，是这个意思吗？天机不可泄露，施主还是尽快离开此地，
去灵隐寺外找人吧。宁王赶紧点头辞别离开。每一次劫难都是一次蜕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一次劫难都是一次蜕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说完便悠悠叹了口气，转头看向呆愣住的玲珑。这位女施主还要冲进火海吗？多谢方丈救命之恩，小女要去找我家主子。玲珑说完，再次对着几位僧人双手合十，躬身一礼，作别后转身离开。顾念好不容易跑到山脚下，大口地喘了几口气，还是不如黑衣人的脚力快呀。宁王妃，一番力气白费，是不是很气愤呐？你逃不过的。那在我临死前，能不能告知到底是谁要杀我？顾念猜测，也就是太子、顾仙儿、苏贤、皇后几人想要他的命。告知一个将死之人也无法，都是你抢了大小姐的男人，否则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这都是你咎由自取。大小姐，苏贤，既然心知肚明，宁王妃就选个死法吧。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宁王妃就选个死法吧。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当然是我动手。撒出药粉就跑，顾念不管对方有没有吸入毒药，他都得第一时间逃命。黑衣人闭着气，直接轻功飞跃，离开此地去追他。顾念慌不择路，眼前是一条河，河流湍急，若是跳进去，肯定必死无疑。顾念已经想好，要在黑衣人刺过来的一瞬间进入空间，造成掉进河里的假象，既能躲过一劫，也能获得自由之身，以后不用再为肚子里的孩子烦恼了。黑衣人表情阴沉，拿着长剑没有任何停顿，直指对方的心脏刺了过去。就在长剑快要刺入身体之时，宁王一个闪身出现在他的身前，挡住了黑衣人的利剑。不要！同时手中的剑对着黑衣人狠狠地刺了过去，黑衣人当场死亡，而宁王也奄奄一息。顾念瘦小的身体没能接住，连带着他自己也跟着后退了几步，抱着宁王的身体一起掉进了河中，赶紧抱着宁王沉入水下，然后进入了空间。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另一个黑衣人看见，两人掉进湍急的河流，不可能有活路，可以回去向主子禀报了。空间里赶紧把宁王的衣服都脱掉，得赶紧消毒做手术。啪的一声，有东西从宁王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银色面具，还有一个带着挽字的发簪。往事有入脑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怪不得刚嫁入宁王府时他的自来熟，怪不得割破手指将血抹在白色喜帕上的动作如此自然，怪不得醉酒后让他负责到白头，怪不得肚子一天天长大都没有被发现，怪不得。伤心加上大幅度的动作，顾念的小腹开始隐隐作痛，赶紧拿出2粒保胎药服下。这是他和宁王的孩子，两人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才找到对方，不能这么容易就被小人伤害。2个小时后，手术终于结束了，仪器检查一切正常。顾念紧绷着的身体这才猛地一软，坐在地上，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2个手臂放在宁王躺着的病床上，看着他的脸，思绪万千。不知何时慢慢的睡着了，他太累了。丞相府，太好了，顾念那个贱人真的死了。禀报大小姐，可是宁王在最后关头为了救宁王妃，一起跳进了河里，当时还身受重伤，这估计……唉，宁王真是痴情啊，竟然为了顾念不惜自己的命，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你下去吧，我要见父亲。是，大小姐，属下告退。苏丞相听到禀报，吓得心脏都跟着哆嗦，赶紧脚步匆匆地来到苏贤的房间。哎呀，女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宁王和宁王妃怎么死了呀？还死在你的手中。虽然宁王母妃是个江湖女子，她没有多大的机会争夺储君之位，可是宁王也是皇上最喜欢的儿子呀。父亲，您不用担心，
女儿做得很干净，不会有人知道。皇上喜欢她又怎么样？这件事最后也会成为一桩没有后续的案子。苏丞相还是忐忑不安，紧张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父亲，您来回走的女儿头都晕了。贤儿啊，你不是西岳宁王吗？这怎么如此的轻松，一点都不难过，是吗，父亲？从宁王的剑刺入女儿的身体那天开始，女儿的心就放下了。就算宁王活着，女儿也不会嫁给他。父亲，请你过来，不只是告诉你这件事，还有一件事让您帮忙。哦，什么事？女儿想推掉宁王的婚事，嫁给二皇子。父亲不是一直想让女儿嫁给二皇子吗？女儿想通了，请父亲帮忙。好，为父会尽快处理啊。只是宁王这件事一定要谨慎对待。父亲放心，杀掉宁王的暗卫已经死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二皇子尹齐见到苏丞相有些意外，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来要有好事发生。殿下安，老臣不请自来，希望没有打扰到殿下的清幽。老臣不请自来，希望没有打扰到殿下的清幽。苏丞相客气，快请坐。苏丞相今日前来，可是有事？殿下，宁王刺伤了小女的事情，想必殿下已经听说了吧？二皇子挑了挑眉，没有搭话，示意他继续说。贤儿是老臣的嫡女，又是娇宠长大，宁王不顾老臣的颜面，竟然伤了贤儿，老臣势必与宁王势不两立啊！但是实力悬殊，想找二皇子庇护，不知二皇子可否同意呀？苏丞相为何选中本王啊？太子皇兄不是更有成算？苏丞相把二皇子夸赞一番，又说出其实自己已经仰慕很久，觉得二皇子才是有勇有谋、最有成算的。苏丞相与宁王决裂，苏大小姐不是要伤心欲绝了？殿下，小女被宁王刺伤后就已经死心了，一个想要杀害自己的人怎么能嫁呀？小女被宁王刺伤后就已经死心了，一个想要杀害自己的人怎么能嫁呀？苏丞相说的是，不如本王去求父皇赐婚，本王一定会好好对待苏大小姐的。能嫁给殿下是小女的荣幸，老臣觉得是小女最好的归宿。苏丞相与二皇子达成了协议，心下这才松了一口气。老臣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二皇子大手一挥，示意他说出来。殿下，老臣与宁王已经水火不容，若是做出什么与宁王干戈之事，还请二皇子庇护。苏丞相放心大胆的做事儿，只要本王能够帮忙的一定尽力，毕竟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两人互惠互利，二皇子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刚回到府中的苏丞相立刻命人把宁王和宁王妃已经死亡的消息透露出去。这件事一定要暗中进行，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们府上透露出去的。是，老爷，奴才一定小心谨慎。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过去，吓得福公公赶紧宣太医。皇上，这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皇上不要过早忧心，伤了龙体呀。宁王是本国的战神，6岁就在边关历练，哪里就是这么容易轰逝的？肯定是困在浅滩，休养生息，没办法回来罢了。夫子，你说的对，朕不能倒啊，朕得好好的等着宁儿回来，先好舒儿在冷宫，别看他生朕的气，不愿意出来。若是知道儿子轰逝，肯定受不了，千万不能让消息传出去。太医开了镇静安神和调理的汤药，
皇上好了很多，能坚持上朝。父皇，儿臣以为三弟还活着，想请旨去找三弟，恳请父皇成全。皇上的心正是脆弱的时候，听到二皇子的话，果然欣慰地点头同意。退朝之后，皇上单独留下程毅说话。锦墨，以你对谨言的了解，他真的没了吗？锦墨，以你对谨言的了解，他真的没了吗？回禀皇上，朕有预感，宁王还活着，皇上一定要好好保重龙体，等宁王回来，臣也请旨去找宁王。好，你与谨言的感情是不显山露水，不太展露在外的，但是兄弟感情深厚，朕都明白，朕准了。多谢皇上成全，若是没什么吩咐，臣先告退。皇上无力地挥了挥手，眼神里满是伤心。空间中，顾念守着宁王，宁王依然昏迷不醒，没有给顾念任何回馈。你是不是傻？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生气离开，对不对？以后都不会了，未来的路我们一起面对，还有咱们可爱的宝宝。你快点醒来，听宝宝喊爸爸。依宁，你听见没有？你曾经说过让我对你负责，两人白头偕老。若是有一天我改嫁了，你可不能怨怼，是你先食言的。到时候别的男人搂着你的女人，还打着你的娃，你甘心吗？顾念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不知何时，宁王的手指又轻轻地动了动，而后再次动了动。片刻之后，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猛然抬头，对上了一双宠溺的眼神，怔愣片刻后喜极而泣。宁王看不得顾念流眼泪，激动的想要起身安慰，赶紧被顾念摁在了床上。我好不容易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可别再折腾受伤了。他拿出银色面具和发簪，开始审问似的瞪着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害得我担心你离开，所以父皇赐婚苏贤那日，我向你解释了，你不是也知道了吗？哪里知道，我这会儿才知道。好了，都是误会，念念不生气了啊！我以后什么事都不隐瞒你，还不行吗？顾念冷哼一声，懒得搭理他。咱们暂时还出不去，你的病需要调养一阵子，这里很安全，没人能找得到。最主要的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出去，等你好了，咱们再想办法。顾念说了几句，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哪里。宁王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让他心虚。其实在宁王的心中，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人是自己喜欢的。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就是顾念。不，你不是太傅府的顾念。我的确不是太傅府的嫡女，但我的本名也叫顾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到的这里。你也看到了，这里的样子才是我以前的生活。那就好，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原原本本的你。没想到宁王也有如此深情的一面，让他怪不好意思的。也许是练武功的人身体底子好，恢复得快，没几日就能下床了。他在空间里走动，观察这里，研究那里，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哎，这个叫什么？手机。手机里有张男人照片啊，那是谁啊？都是同事啊，你见的是哪个呀？哎呀，去上面找吧。切，臭男人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的念念好看。你没事吧？脑子坏掉了？怎么突然变了样子啊？我觉得你才是穿越过来的啊。说什么呢你？宁王府内，花公公和金嬷嬷还有丫鬟们每日都偷偷的抹泪。宁王府一下子失去了2位主子，现在感觉府内无主，突然就没有了奔头。程大人，找到主子了吗？还没有，花公公不用担心，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结果啊！王妃肯定是被困在一个地方休养身体，我还会继续找，直到找到她。多谢程大人费心，老奴铭记于心。感激的想要下跪，被程毅一把扶住。使不得呀，以我和纪言的交情，会尽力而为。花公公，放心吧。宁王府相比起太子府和二皇子府，两方的气氛天差地别。宁王找到了吗？回禀主子，还没有，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回主子，没有。
加派人手接着找，若是找到宁王和宁王妃，直接……二皇子说着话，直接做了个杀人的动作。侍卫听从命令而去，他总觉得心中不安。宁王杳无音讯，有些太不正常。算了，不想了。重要的是趁这个时候想想怎么利用太子做点事情。太子在人来人往的长街上，两人漫无目的的逛着。走到近前，太子看直了眼，一眨不眨的盯着上面杂耍的年轻女子。他的眼神让顾仙儿心中咯噔一声。混账东西，老子看你就是故意的，这么多人看着，故意扫大家的兴致，还不赶紧给我表演，否则今日都没饭吃。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女儿？难道她只是为你挣钱的工具不成吗？你简直不配为人父。是啊，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狠心，和畜生有何区别？连自己的女儿都如此狠心呐！你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他不是我父亲，家里遭难，小女子只是卖给他，为他赚银子的。平日里非打即骂，就算今日承蒙公子相救，回去也少不了一顿教训。求公子救救小女子吧！所有人的目光好像商量过一般，聚集在太子的身上。他身着华贵，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公子。本公子府上不缺丫鬟，这得容本公子想想。若是这位不计较银子，本公子可能还考虑考虑。本公子府上不缺丫鬟，这得容本公子想想。若是这位不计较银子，本公子可能还考虑考虑。哎，那不行，她虽然不是老子亲女儿，可是我的摇钱树，每日能给老子挣银子呢。你若是买的话，不能少了100两。太子听后眼神一凛，看向男子。那个80两也行，不能再少了，否则免谈。你这个黑心的，这么高的价格，分明是故意的。你若是把这位好心的公子吓走了，你连这80两都没有，整日欺负一个小姑娘，丧尽天良。嘿，这是老子自己的事情，与你们无关，真是多管闲事。好，就80两。多谢这位公子相救，小女子以后一定做牛做马，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姑娘言重了。英雄救美期间，太子完全忘记身后还跟着一个顾仙儿。此时他依然站在人群中，默默地看着他们互动。他心碎至极，满眼痛苦。太子别院，沐浴装扮后的女子出现在太子面前，犹如出水芙蓉般清丽脱俗。你叫什么名字？回公子的话，小女子名叫嫣儿。嫣儿，为了让你和过去的孤苦伶仃的日子告别，今日本公子重新为你更名，你可愿意？小女愿意听从公子的意思。从今日起，你就叫冰儿。冰儿多谢公子赐名。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嬷嬷教学的礼仪要好好学习。是，公子，冰儿一定好好学习。顾仙儿心中懊恼不已。自从见了那个女子，太子的暴戾脾气是改变了，但是心思也不再留恋后院，去了哪里可想而知。二皇子府中，暗卫正在禀报：主子，按照您的计划，太子已经把人带走了，人被养在了太子的别院。好，随时注意太子别院的动静，及时禀报。先下去吧。是，主子。二皇子心中暗自欢喜，是该好好想想与苏丞相联姻的事情了。得找个父皇心情好的时候提起此事。主子，苏丞相求见。二皇子知道苏丞相的来意，随即让人请进来。老臣请殿下安。苏丞相快请坐。多谢殿下。殿下，小女苏贤的事，殿下准备何时向皇上提起呢？也让老臣心中有个准备，请殿下明示。苏丞相急什么？三皇帝刚刚出事儿，本王此时提出，不是正触父皇的眉头。别说答应了，只怕训斥一番都是轻的。这一点丞相不会想不到吧？老臣为女着急，请殿下莫怪呀。二皇子暗笑，苏贤还真是苏丞相的软肋呀。苏丞相不用着急，这件事本王已经记在心中了。既然你我二人同在一条船上，
则要同心协力不是？本王岂会弃苏大小姐于不顾啊？本王只是静待时机，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一次成功而已。还请苏丞相耐心等待，本王相信用不了多久的。好，那多谢殿下，老臣就安心等待了。殿下有需要老臣帮忙的，请殿下明示。苏丞相刚刚离开，二皇子就吩咐人备马往皇宫而去。淑妃在宫中的小榻上，心中正想着儿子在宫外忙些什么，几日都不来他的宫里坐坐。娘娘，齐王殿下来给您请安了。哼，这个臭小子终于想起本宫了。刚刚惦记的人此刻已经在门外，淑妃心中一喜。母妃，儿臣给您请安。母妃今日可好？本宫好得很，有乖巧温顺的小虎陪着，好吃好喝伺候着，哪有不好的？唉，母妃有了小虎就忘了儿臣，儿臣心中委屈。你呀，近日在宫外忙些什么？为何迟迟不见你过来？母妃，儿臣在办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宁王刚刚出事儿，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惹得一身骚。母妃放心。齐王在淑妃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子，淑妃听得越来越心惊。竟有如此相像之人，自己可行，千万别留下什么把柄。那是当然，儿臣也是之前无意中发现的，只是得委屈母妃一阵子了。母妃都是宫中的老人了，有地位也有你，只盼着你以后好好的，其他的对于母妃来说都不重要。再说男人的宠爱最是靠不住，母妃都是过来人。这件事情让太子出面再好不过，得罪了皇后，到时候皇后就会向着这边靠拢，帮助自己的儿子。关于太子职务一事一直都没有消息传来，太子心中有些着急。你怎么不问问要去哪里啊？冰儿的命是公子救的，不管公子把冰儿送去哪里，都甘之如饴。冰儿说过要当牛做马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很好。不过姑姑要告诉你，要带你去见本朝最高贵的人，一定要好好表现。以后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自己了。姑也不需要没有价值的人。冰儿一定努力。太子的心思起起伏伏，心头的不舍再次出现，怪不得父皇对林殊许多年都念念不忘。很快，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皇宫。太子与平时一样，步履平稳地向御书房走。皇上正在御书房里批阅奏章，听到福公公一脸尴尬的禀报：回禀皇上，太子殿下来请安了。他不是闲置在府上吗？难道有了任职理由啊？皇上心中满是疑惑，宣人进来。父皇，儿臣几日未见父皇，甚是想念，今日专程过来给父皇请安。淑儿，你终于愿意出来了。淑儿，你终于愿意出来了。走到近前，一时回神后才反应过来，这不可能，淑儿的年龄不可能还是个少女的模样，这分明就是与淑儿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是谁啊？民女冰儿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回禀父皇，这冰儿是儿臣前几日在外面救下的女子，会些杂耍功夫。太子府上不缺丫鬟下人，见她乖巧伶俐，想着送来给母后解解闷儿。父皇，可有什么不妥？皇上立马觉得不妥。皇后憎恨淑儿至极，看到她的容貌，肯定要每日搓磨这个丫头。太子故意的话正中皇上下怀。皇上的犹豫让太子心中暗喜，低着头的眸光中也满是计划即将成功的喜悦。朕记得灵秀轩里有个戏台子，那里适合表演，先把它安置在那里吧。福公公默默地叹了口气，皇上心里依然过不去那道坎儿啊。冰儿进入皇宫，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没出一个时辰就飞遍了整个皇宫。哼，太子好样的，送给皇上和林殊一模一样的女人，是想和本宫作对吗？皇后娘娘，莫要着急呀，这事情还没有问清楚，咱们自己可不能先乱了阵脚。老奴觉得太子如今的行事可不敢与娘娘作对呀。
他往后啊还得养丈娘娘的关系呢。哼，最好别起什么歪心思，否则本宫有的是儿子培养。皇后因为这件事情，心中对太子开始有些不满。太子来请安的时候，也是阴阳怪气。母后，儿臣给母后请安。儿臣一直在府中无所事事，心烦意乱，一直没进宫。母后近日可好？母后挺好的，以后可能不太好了。母后说的什么话呀？母后母仪天下，怎么能说以后不好？若是真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儿臣吗？儿臣帮母后想办法。哼，言儿，母后平时对你怎么样啊？言儿，母后平时对你怎么样啊？母后对儿臣当然很好啊，儿臣心中感激不尽啊，以后也会如往常一般一心一意配合母后。听说今日你献给皇上一个酷似林殊的女子，把皇上迷得当时就把人安排在了灵秀轩，可有此事？母后息怒啊，儿臣也是想帮母后才想出的这等以退为进的办法，让冰儿转移父皇的注意力，以后就慢慢的对冷宫里的人淡忘。太子的一番话让皇后微眯的眼神有些兴趣的看了过去。冰儿只是一个民间女子，对母后产生不了一丝一毫的威胁。以后等父皇对林殊没了感情，至于冰儿，母后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确定这个冰儿可行？以冰儿的容貌与性格，儿臣以为可行。这么多年恨林殊恨得牙痒痒，他一直住在冷宫不肯见皇上，皇上还依然念念不忘，这让他如何不恨？既然言儿如此有把握，那就让冰儿试试。丑话说在前头，若是这个冰儿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别怪母后为难。母后放心，儿臣一定叮嘱好的。太子迈着轻松的脚步，刚刚从凤仪宫离开，就暗中有人把消息禀报给了淑妃。你说什么？太子从皇后那里离开的时候什么表情？回娘娘的话，太子离开的时候一脸轻松，没有任何被为难过的样子。怎么会这样？赶快把这个消息告知琪儿。下人领命匆匆离开，一炷香的时间就把消息传到了二皇子府。尹琪正慵懒地靠在椅背上，听到消息沉默了片刻，慢慢的嘴角露出诡异的一笑。本王记得库房里放着一株红珊瑚，材质与色泽都属上策。是啊，王爷，是去年从临海郡得到的，实属是难得一见的红珊瑚啊。准备好，本王稍后要进宫。管家知道王爷露出这样的表情，那就是要有什么动作了，他不敢耽搁，赶紧去准备。二皇子抬头看了看太阳，是该出发了。他满意的嘴角微勾，等着接下来的好戏。皇后此时脸色依旧不太好看，虽然是个计划，但是哪个女人能心甘情愿的拱手把自己的男人推到别的女人身边？二皇子进来请安，皇后依旧没有睁开眼睛。儿臣给母后请安，母后脸色不太好看，要不要请御医？琪儿，都是老毛病，没事。你怎的这时候过来了？可是有事？儿臣没事儿，就是过来看望母后。最近得了一株稀罕的红珊瑚，儿臣想着放在母后的凤仪宫最适合不过，就着急送来给母后赏玩。二皇子经常过来给皇后请安，每次来都会带各种各样的贵重礼物来讨皇后的开心，很是殷勤。如此好的东西，琪儿还是送到你母妃那里比较妥当。如今小虎才是母妃的心头好，暂时用不上。母后操劳整个后宫甚是辛苦，红珊瑚寓意极好，也是儿臣的一片心意。一番话听得皇后很是欣慰，让丫鬟把红珊瑚摆在了长几上。闲聊几句之后，二皇子无意中提起父皇刚刚纳入后宫的女人。母后，太子皇兄也真是，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不顾母后的感受呢？母后，太子皇兄也真是，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不顾母后的感受呢？太子皇兄为了讨好父皇，千辛万苦找了一个女人。儿臣虽然没见过这个冰儿长得如何，
但太子皇兄也不能为了自己的职务让父皇沉迷美色之中啊，既有损父皇的形象，同时也伤了母后的心。皇后眼神微眯，原来太子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职务，看来太子如今翅膀硬了。深夜，皇上依然坐在御书房中批改奏折，只是奏折几次批改还是桌上的那几个，并没有什么进展。皇上，今日新安北住处的小主不知是什么位分，奴才们怎么称呼啊？不知道适不适应住处，皇上要不要去瞧瞧？是忘记给他位分了，那就过去瞧瞧吧。皇上走进灵秀轩，各宫的女人都怀有各自的小心思。冰儿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皇上依然看着这张脸心动，他眼神灼灼地盯着冰儿的脸，迸发出无尽的火花。他一步一步对着冰儿走近，冰儿被皇上的气势逼得一步一步的后退，直到站到床边退无可退，一屁股坐在了床榻上。皇上，提前被调教过的女子懂得如何让男人满意，第二天就从一个没有位分的后宫女子晋升为美人，速度之快让后宫女子啧舌，掀起了后宫的小小风浪。朝堂上，皇上神清气爽地坐在龙椅上，今日看太子无比的顺眼，立刻决定恢复太子的职务。二皇子眸光微闪，嘴角时有时无的微勾，然后暗中给苏丞相使了个眼色。皇上，老臣求皇上做主啊！小女自从被宁王刺伤后，在府中伤心欲绝，如今没了名声，整日寻死，老臣就这一个嫡女，实在不忍心呐。苏爱卿啊，如今宁王了无音讯，朕如何为你做主啊？苏爱卿啊，如今宁王了无音讯，朕如何为你做主啊？皇上，既然宁王不喜小女，小女也不能赖着这门亲事。就算宁王回来，也不会娶小女，不如作罢吧，皇上。小女名声已毁，以后青灯古佛相伴，也能留条性命啊，皇上。父皇，三皇帝如今下落不明，既然不喜欢苏小姐，那就把苏大小姐嫁给儿臣吧。儿臣心甘情愿帮助三弟解围，儿臣相信三弟本性纯良，也是一时冲动才会做出这等事情。皇上忽地看向跪在地上的二儿子，心里一阵感动。以前怎么没发现二儿子如此得胜心呢？把苏大小姐与宁王的婚约解除，为了安抚苏丞相父女，重新赐婚给二皇子为正妃。苏丞相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朝堂之上风浪暗涌，空间内的两个人却是一片祥和，幸福美满。真想知道你以前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以前生活的世界非常好，高楼平地起，人在天上飞。哎，你不是看见电脑上的视频了吗？就是那样的。若是有一天你能回去了，他看了看爱着的男人，无意间摸了摸自己的小腹，依旧没有出声。顾念犹豫的样子更加让宁王心中慌乱。出了何事？宝宝又动了。宁王脸上露出了初为人父的惊喜。哎，念儿，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我希望是个儿子。我倒希望是个女儿，长得像你一样可爱又聪慧的女儿，到时候肯定把她捧在手心里宠着。在这个时代，男子可以肆意潇洒的活着，就算是被人诟病，顶多说成纨绔。而女子生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累了，被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理论条件束缚了一生。我希望女儿快乐，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有我在，谁敢如此待我女儿？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定会保他们以后无忧的。有我在，谁敢如此待我女儿？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定会保他们以后无忧的。他郑重其事地做下了承诺，顾念却一笑而过。生在这样的时代，怎么躲得过呢？对了，念念，这里的时辰和外面一样吧？我们在这多久了？
我可是仙女啊，没听说过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吗？哎呀，估计你父皇现在已经给你生出了好几个弟弟了。惊得宁王心中一凛，看到背过身躯的顾念偷笑的2个肩膀不自觉的颤抖，他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快说，什么时辰了？放心，与外面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住了有10余日了。什么？10余日？我感觉身体好的差不多了，咱们要尽快回去。朝堂上变化瞬息万变，外面不知会发生何事。对于这样的事情，顾念心知肚明，但依然担心他的身体，再次为他做了全面的检查，这才放下心来。湍急的水面上，突然哗啦一声，2人破水而出。哇，你快看，天空的月亮好美呀！我好喜欢。我也很喜欢。一阵利器碰撞的声音，惊得2人迅速隐蔽身体，转眸看过去，是程毅带着人和一群黑衣人打在了一起。你们先走。这些黑衣人对于程毅来说不算威胁，带着顾念飞身离开，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宁王府，老奴多谢菩萨保佑，多谢各路神仙保佑，让2位主子平安归来，老奴给您磕头。你可算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事。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呢，怎么想不起来呢？宁王妃安，在下莫方。快请坐。最近都有什么消息吗？你不在的这几日，消息可多了去了，也是你想象不到的热闹。他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宁王，顾念在旁边听得眼神微闪。真是好谋算，本王不会让他好过的。我也得找苏翔报仇，不出气难受。好，念念你就放心大胆的玩，不用顾忌，出了事情由我兜着。今夜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这边宁王刚回府，那边苏丞相胆战心惊，2腿发颤的在书房中来回踱步。父亲，这消息确实属实吗？刺杀的暗卫已经死了，应该不会泄露我们的消息。应该？你可知宁王有一套自己收集消息的来源，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但是他的消息很是灵通，不得不防啊。女儿的心神刚刚恢复，不能因为宁王的事情担忧不已。如今对咱们有利的是你的婚事已经定下，不用为嫁入宁王府担忧了。事已至此，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第2天一早，宁王带着顾念进宫请安，皇上也激动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父皇，儿臣给您请安。父皇，儿媳给您请安。宁儿，朕最近担忧不已，如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顾念余光瞄了瞄皇上时不时落在自己肚子上的眼神，赶紧解释：父皇，儿媳愚笨，有了身孕而不自知，此次被人暗害，差点害死了腹中的孩子，请父皇责罚，和儿媳也请父皇替儿媳做主，查出想要害死皇家子嗣的幕后黑手。父皇，儿臣以为背后之人其情可居，竟敢对皇家子嗣动手，难道儿臣未出生的孩子当了谁的路不成？皇家无亲情手足，他可是过来人。不过为了朝堂的平衡和皇家的颜面，他还是说了一句违心的话：也许是有什么误会，你们不要声张，这让大理寺调查一番再说。敲游大理寺，那案件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2人表面上却依旧顺从应答。好，儿臣都听父皇的。你们消失这些日子，朕已经把苏丞相的嫡女赐给了林儿做正妃了，是你2皇兄主动为你们解围的，无需担心。多谢父皇。该谢的是你2皇兄，这件事委屈他了。他今日宫中设下家宴，热闹热闹吧。黄昏时分，再次进宫赴宴的时候，正好看到4公主和苏贤从小径上穿过，向着宴堂而去。公主，听说今日宫中设下家宴，臣女去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你已经赐婚给我2皇兄，也算是皇家的人，到时候跟本公主坐在一起，放心吧。作为4公主的陪读，每日在宫中与4公主在一起，笼络公主的同时，还不经意地给姑念上眼药。
四公主更加看顾念不顺眼。宁王和顾念两人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对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顾念心中暗喜，冤家路窄啊。宫宴上本来只有顾仙儿一人是有身孕的，她正为自己有身孕引以为傲时，顾念也挺着大肚子出现了。宁王妃的肚子怎么突然大了？身孕该不会是假的吧？是啊，之前没见她有身孕啊。哼，这么大的肚子，明显月份对不上吧？对于别人的争议，两人充耳不闻。皇后对于宁王有了子嗣心中郁结，一双阴郁的眸子盯着顾念的方向。这宁王妃的肚子看上去确实与月份不符，顾侧妃的肚子都不如她的明显，太过蹊跷了些吧。四公主是个急性子，底下苏贤的一阵若有似无的低语，瞬间让她对着顾念横眉冷对。三皇嫂，你竟然敢故弄玄虚，当我们都是什么？当三皇兄是什么？没脑子的话惊得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四公主一个小姑娘，她懂什么呀？这肚子有谁敢造假？是不是傻呀？皇上驾到！与皇上一起进殿的不仅有皇后，竟然还有打扮华丽的冰儿。纵然宁王已经听说冰儿与自己的母妃极其相像，但是见到的一瞬间还是紧紧攥起了拳头。刚才在殿外就听到薇儿说话，说的什么呀？兴致如此高昂。父皇，儿臣没说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三皇嫂的肚子怎么突然如此的大。薇儿闭嘴，胡说什么啊？薇儿还小，不懂事，皇上莫怪，妾身一定好好教导她。哼，本王竟不知还没出生的孩子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威胁，让有些人不遗余力的污蔑。意思不言而喻，谁在说话，谁就是那个所谓的有心人。这件事儿，宁王和宁王妃已经解释清楚，有了皇家子嗣，朕甚是欣慰啊。宴席间，淑妃的小虎从她身边窜了出来，跑到顾念的身边摇了摇尾巴。怎么看的小虎？赶紧把他抱过来。奴婢该死，娘娘恕罪，奴婢这就去。丫鬟不敢停留地追过来，小虎已经摇着尾巴再次跑了，最后停在了苏贤的身边。苏贤为了讨好淑妃和二皇子，故作亲切地用手抚了抚小虎的毛。小丫鬟松了一口气，赶紧跑过去抱起小虎，送到了淑妃的身边。一顿家宴，表面平静祥和，暗中波涛暗涌。你怎么了，公主？臣女脸上有脏东西吗？她心慌意乱地扫过众人惊恐的眼神，也紧张地开始全身颤抖，连声音都跟着发颤起来。公主，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快宣太医！你的头发、眉毛、嘴唇都白了。苏贤忽然愣住，然后承受不住似的翻了个白眼，晕了过去。不仅全身的毛发变白，嘴唇变白之外，皮肤也开始粗糙老化，眼角的皱纹以清晰可见的速度显现。太医也没有见过如此罕见的症状，脉象无异常。一番检查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太医，怎么样？回禀皇上，苏大小姐脉象正常，老臣也是初次见到如此罕见的病症，实在是无能为力，请皇上责罚。你说苏大小姐是生病，不是中毒？回禀皇上，依老臣之见，是生病所致，并没有中毒现象。皇上暂时放下了一半的心，随即又叫了当值的所有太医前来诊脉，并通知了苏丞相。苏丞相慌张进宫的时候，几个太医还在为苏贤诊治。哎呀，皇上啊，小女这是出了什么事了？老臣就这么一个教养长大的嫡女呀，老臣惶恐啊，皇上。苏爱卿，别着急，苏大小姐宴席中突然出现的病症有些棘手，朕已经命太医尽力诊治，定能让苏大小姐平安。最后太医依然束手无策，苏丞相心灰意冷，双腿发软。皇上，宁王妃不是医术高明吗？何不让她瞧瞧，兴许能治呢？
众人仿佛才想起似的看向顾念，而他此时正双目紧闭，倒在宁王的怀中。父皇，念念被苏大小姐吓着了，儿臣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儿臣还是带她回府。父皇恕罪。说完就抱着顾念起身离开，留下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这就走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宁王妃说吓着就吓着了，本事见长啊！宫宴事件之后，苏贤不能再进宫给四公主伴读，整日憋在房中不敢出门。父亲，求您一定帮帮女儿，女儿该怎么办呀？二皇子还娶女儿吗？贤儿放心，为父一定找太医医治好你的病。他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顾念诡异的笑容。肯定是顾念那个贱人报复我，肯定是他，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啪的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了苏贤的脸上。痴心疯了你什么话都说！苏丞相愤怒地训斥着，就算嫡女被毁，也不能什么都说，毁了整个丞相府。顾念捡着手中的花枝，心情很好地哼着现代的曲子。哼，你做的？他那是恶人自有天收。念念说的对。哎，为何只有他中毒啊？药只对桂花香起作用，那日只有他自己用那个刺鼻的桂花香。宁王瞬间了然，神思微转，对着清风低语几句，清风领命离开。苏贤的事情很快传遍了京都，一时间流言四起。宫宴时，苏贤一直和四公主坐在一起，谣言愈演愈烈，说是皇后为了阻止二皇子和苏丞相结亲，这才下此毒手。你们听说了吗？苏丞相嫡女不是生病，是中毒。听说了，是在皇宫中中毒，当时和四公主坐在一起，四公主都没事儿，她就中毒了，没动手脚谁信呢？是啊，都说皇宫是吃人的地方，里面龌龊事多了。哎呦，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小心祸从口出。如此荒唐的传言，谁都不信，却传得沸沸扬扬。慢慢的，不信也信了。几日过去，谣言没有一丝消散的意思。四公主听说苏贤病了，因着伴读的关系，想要送些补品，却被皇后制止。薇儿，你暂时不要与苏贤来往了。谣言凶猛，不得不防。咱们虽清白，但是送的东西万一给人做了手脚，把事情做实，就当真百口莫辩了。好吧，母后，当真查不出是谁干的吗？又是谁传出的谣言？皇后摇了摇头，有些无奈的没有回话。二皇子躲在府中沉思了几日，通过太医的无奈，也知道苏贤已经不配成为他的正妃了，但是又不能从他的口中提出，着实是憋屈。对于苏丞相的到来，二皇子一点都不意外。老臣这个时辰前来打扰到殿下，请殿下恕罪。无谓，苏丞相有事请讲，本王一定尽力而为。殿下呀，老臣深知贤儿如今这个样子配不上殿下的龙章凤姿，可是老臣不只只有贤儿一个女儿，雅儿的才貌不输贤儿，传到嫡母名下一样是老臣的嫡女。听到他舍弃苏贤，重视苏雅，令他起了兴致。好，当初父皇下的圣旨也是苏家嫡女，并没有提及哪位，如此甚好。苏丞相与本魔的交情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中断。殿下说的是。宁王府，青羽匆匆前来禀报。王妃，田大人夫妇求见。宁王妃安，我们夫妻今日过来是专程来感谢您的，本来想着早些过来，之前的事。两个孕妇之间仿佛有很多话题，说话间比以往多了热络与亲切。两个大男人无奈地进了书房。王爷，臣近日发现上缴国库的银子与往年有出入，事关重大，臣又担心打草惊蛇，所以……怎么，数目很大？是的，王爷，因数目有些大，臣不敢自作主张，也不敢轻举妄动，特来与王爷相商。
暗中查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要打草惊蛇。只有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才能着手调查。是王爷，臣一定谨慎小心。事关重大，田楼不敢大意。有了宁王做后盾，心里也有了些许底气。田楼夫妇离开，顾念就坐上了前往刘宅的马车。哼，你这个没心肝的，终于想起母亲了。知道母亲有多担心吗？母亲，女儿错了。女儿这不是忙完就赶紧过来了吗？您消消气，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唉，你呀，到底出了什么事？之前的传言着实吓死母亲了。顾念把事情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个刚及笄的小姑娘，怎得如此恶毒？如今她成了这副样子，肯定心生记恨。以后还是得小心点儿，以防万一。女儿知道，但是母亲自己住在这里，让女儿担心。不用担心母亲，顾晴倒是经常过来看我，她是个好姑娘，只可惜跟着顾江，没人心疼啊。顾晴能安稳的长大，是有自己的一套本事的，您不用担心。以后女儿多加照看一下，主要是母亲您，不如您找个好男人嫁了吧。你这个说什么呢？敢打趣母亲，我打你！母亲，女儿说的都是真心的。你还说？好，女儿不说了。母女两人打闹一阵，刘慧像个羞红了脸的少女，露出了这个年纪鲜少显露的一面。苏丞相非常着急把苏贤送走，不管女儿如何乞求，他都哄骗带威胁的把她送去了尼姑庵。为了不耽误与二皇子的相互利用，他必须这么做，就算为女儿报仇，也要更有势力才能办到。婚期定在了年前，已经没有几日了。二皇子心中着急，今日便早早地坐在凤仪宫里，等待皇后的出现。皇后娘娘到，儿臣给母后请安。琪儿今日怎来得这样早？母后，儿臣心中有事，想请母后帮忙。说来听听。母后，苏丞相之女如今实在，儿臣与苏丞相之女有婚约，不敢擅自违背旨意，想让母后帮忙向父皇求情，解除婚约。二皇子说的情真意切，其实只有二皇子自己知道，他想以退为进，得到皇后的信任。琪儿当真不喜这门婚事了吗？母后，苏家之女变成这样，儿臣实在……好，既然琪儿不愿意，那母后就帮你问问。但是你父皇的旨意很难改变，母后只能尽力而为。何不让你母妃一起也向皇上说说，多个人胜算也能大一些。何不让你母妃一起也向皇上说说，多个人胜算也能大一些。母后说的是，儿臣会向母妃提起，也让她帮忙向父皇求情。二皇子从皇宫出来后一身轻松，终于暂时稳住了双方的局面。娘娘，老奴看着这二皇子的心倒是向着娘娘的。哼，他是为了本宫身后的娘家势力，否则哪里如此殷勤？若不是他的母妃还算安分，本宫面前岂能容得下他蹦跶？如今二皇子府多事之秋，太子又心生其他小心思，哼，真是哪个都不省心。娘娘不必忧心，他们还不是得巴巴的依靠着您，您且等着他们的孝敬即可啊。唉，可惜本宫没有儿子，否则哪里还有他们的份儿？不管是太子还是二皇子，到头来也是相互利用罢了。最可气的是，宁王妃竟然悄无声息的就有了宁王的子嗣，平白让宁王增加了筹码。娘娘，宁王妃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呢，这以后的几个月有个什么事儿发生，谁又说得准呢？这事儿说的简单，你也见到了，这宁王府后院干净的，唯一赐婚的苏贤还被宁王赐了一剑，何其艰难。娘娘睿智，一时被忧愁蒙蔽，这才看不清局势。
我们可以这样。皇后听完，眼神忽地一亮，这样可行？几日后，二皇子的婚事如期举行。顾念在府中听着玲珑打听来的消息，不禁赞叹：这个二皇子的心机可真够深沉的，为了利益，这样的女人都能接受啊！你把她想得太简单了。哎，你回来了？怎么了？二皇子迎娶的不是苏贤吗？若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换人了。苏丞相不止苏贤一个女儿，况且齐王不是坐以待毙之人。这样也行，令顾念一阵唏嘘呀。年关，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年夜宫宴一如既往的举行。父皇，路上积雪不好走，耽搁了些时间，请父皇莫怪。无碍，宫宴还没开始，快坐吧。皇上，一转眼又到了新年，几位皇子陆续成亲，太子至今还没有正妃，着实有些说不过去呀。是该物色一个太子妃人选，就由皇后来操办吧。是皇上，妾身一定亲力亲为。太子这孩子也是内敛的性子，听说早就与妾身娘家的侄女两情相悦，只是两人碍于面子，没有说通罢了。哦，袁家嫡女。冰儿坐在座位上，一副端庄之态，不知为何有一丝丝的痛，那一丝丝的痛被隐藏得很好。这酒据说是民间最好的酒，名字叫做珍珠泉，大家若是觉得好喝，就多喝几杯。皇上，听说此酒入口温润，后劲却很足，不知是真还是传言。大家尝尝看。听到珍珠泉的那一刻，顾念就转头对上宁王戏谑的眸子，他顿时尴尬一笑，赶紧低头喝了一口桌子上的银耳莲子羹作为遮掩。同时斜对面的冰儿也喝着面前放着的银耳莲子羹，喝着喝着，突然他肚子猛地一阵刺痛，嘴角开始流血。快宣太医，快！床榻上慢慢的有一滩血迹渗出，太医匆忙赶来，诊脉结果与猜测的相同，冰儿确实是中毒了，而且此毒还有落胎药。回皇上，小主中毒了，途中有落胎药，小主小产了。皇后本想对付顾念的，为了以防万一，还做了两手准备，不成想顾仙儿的一个动作，阴差阳错地打掉了冰儿的孩子。还不赶快诊治！是皇上。太医听到皇上的怒吼，慌忙起身为冰儿开方子熬药。皇上，妾身的孩子没有了，求皇上替妾身做主。可怜的孩子，他还那么小，就这么没了。冰儿，别伤心啊，以后还会有孩子的，朕一定查明真相，还孩子一个公道。多谢皇上，只是妾身可怜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皇上不忍冰儿伤心，不得他法，只得劝慰，哭泣好一会儿才渐渐的平息。皇上见冰儿已经渐渐好转，起身到门外吩咐锦衣卫严查此事，然后眼神转向太医。爱卿刚才欲言又止，可是有话要说？皇上，臣惶恐啊，刚才在厢房中不敢乱说，小主不仅小产，也伤了身子，以后恐怕很难。不过小主还年轻，好好调养也是有一线机会的。哼，查，赶紧给朕查，到底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做手脚，严惩不贷。臣领旨。锦衣卫首领领命而去，因为出了这样的事儿，整个新年夜宴都没有刚才的气氛。约莫半个时辰，锦衣卫首领回来复命：回禀皇上，臣调查过送膳食的丫鬟，还有御厨等，与膳食有接触的人都没动过手脚，审问过程中都不清楚事情的真相，臣无能，线索就此断了。还有毒的膳食本来是送到宁王妃的桌上的，因为太子侧妃的小动作打乱了丫鬟的顺序，才送到了小主的桌子上。父皇，儿媳真的不知，
儿媳只是肚子不舒服，想要稍微挪动一下，没有想要害谁，求父皇明察。太子怒瞪了顾仙儿一眼，心中暗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父皇，仙儿真的不是故意的，儿臣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也没这个胆子伤害皇嗣。是啊，父皇，儿媳真的没有这个胆子，与儿媳真的没有关系。皇上眼神微眯，他怎么能不清楚顾仙儿的品行？有些小毛病不足为奇，着实是没有胆子做出这种事情。皇爷，咱们的孩子招谁惹谁了？怎的整日有人想要害他呢？他也是皇家的子嗣啊。念念别怕，父皇定会为我们查出真凶的。归朕继续查。皇上知道后宫之中手段层出不穷，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敢在老虎嘴边拔毛。皇上，锦衣卫已经去调查了，妾身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皇上千万莫要气坏了龙体。话音刚落，就见锦衣卫首领步履匆匆地走进大殿，把手中的尸体随意地往地上一扔。皇上，臣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想来是这个宫女下的毒。但是经过臣的调查，这个宫女只是御膳房洗菜的，而且是个孤儿。经过臣的排查和审问，得知事发前她与一个名叫珠儿的宫女有过接触，还曾经两人躲在一处说话。被拽进大殿的珠儿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皇上开，奴婢真的不知道，奴婢只是与他遇到，打了声招呼。你是哪个宫里的？奴婢是林秀轩的，是伺候冰小主起居的丫鬟。哦，皇后本想给姑念下毒嫁祸给冰儿，没想到事情变化到自己有些措手不及了。说，是谁指使的你？大胆奴婢！皇上问话还犹豫不决，难道你不想见到宫外的家人了吗？快如实说来。如今深受威胁，为了宫外的家人，自己只能与亲人永别了。皇上，奴婢嫉妒冰小主受皇上的恩宠，她也是一介平民，却一步登天做了主子，奴婢心生嫉妒，所以下了毒药，求皇上赐死。求死？如此恶毒之人，岂能轻易饶恕？来人，执行车裂之刑，以儆效尤。最终的结果让原本还算镇定的珠儿突然变得不再镇定。皇上，求皇上饶了奴婢吧，奴婢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求皇上饶了奴婢吧，皇上。皇上无动于衷地目视前方，他哪里听不出皇后话里的意思，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后宫牵扯前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皇上，冰美人还年轻，以后会好起来的，您也别太难过。梅园的红梅开得旺盛，每年的新年都会采摘一些红梅，插入瓶中放在殿内，图来年有个好兆头。宁王妃怀着皇家子嗣，宁王去采摘一些回来吧，就当是为了皇家子嗣祈福了。我陪你一起去，就当是欣赏梅园的风景了。还是我自己去吧，外面太冷了。宁王真是心疼宁王妃呀，咱们这么多人陪着呢，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先去，稍后我们大家一起去找你，可行？宁王看了皇后一眼，他想说，就是因为你们都在才不放心呢。宁王脚步很快的离开，他得以最快的速度回来。一首曲子过后，宁王还没有回来，顾念有些坐不住了，时不时的向门的方向瞧瞧，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哎呦，皇上，这宁王与宁王妃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真的好，就分开这么一会子，就想得不行了。不妨咱们一起过去看看梅园的精致吧，您也该散散心，不能一直沉浸在伤心事中，有伤龙体呀。好，一起去看看。众人都跟着皇上皇后的脚步离开了大殿，去往梅林的方向。寂静的梅林深处却徐徐传来女子娇柔的声音。顾念心里咯噔一下，从进宫开始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有种不好的预感。原来在这里。宁王哥哥，玉儿真没想到此时能够遇见你，实在是太高兴了。宁王哥哥，玉儿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太过想念亲人。宁王哥哥不要生气，
今日见到哥哥已经很开心了。一直都是这个名字叫做月儿的女子在说话，没听到宁王的声音。顾念鬼使神差地挪动脚步，向着梅林深处走去。宁王哥哥，你说话呀！你不想见到月儿吗？你不问问我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本王命人找过你，却杳无音讯。真的？宁王哥哥，月儿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对不对？本王月儿就知道宁王哥哥是挂念我的，我就只有宁王哥哥一个人了。这样的话让宁王更加无法拒绝，他欠他的。顾念脚下的枯枝发出了咔嚓一声，惊动了两人的谈话。念念，你何时来的？顾念对上他的眼睛，没有说话，散发出审视的目光。哦，念念，这是我夫家的妹妹萧月儿。月儿，这是本王正妃顾念。初次见到姐姐，果然名不虚传。对方给她的称呼是姐姐，而不是嫂嫂。只有女人之间才能理解这些细节所在的意义。念念，你慢点走啊，小心点儿，等我扶着你。宁王哥哥，你等等月儿，月儿跟不上。三人脚步匆匆，以这样滑稽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月儿也在这里呀，和宁王还真是有缘分。月儿啊，是啊，她是萧家的女儿。当初萧副将为了救宁王，替他挡了有毒的箭，萧大人夫妇承受不住唯一的儿子没了消息，也跟着去了。如今月儿也是唯一一个留下的人了，这孩子也是个可怜人，所以妾身就把他请到宫中一起过新年。听到皇后的解释，顾念终于理解宁王为何吞吞吐吐，态度犹豫了。萧月儿把宁王拿捏得恰到好处。既然都来到了梅园，那就一起赏景吧。是，月儿谢皇上。哎呀，皇上，看他们三个多和谐呀，就像一家人。既然月儿如此依赖宁王，不如让他住在宁王府吧，也能互相照顾。皇上的心中虽有了计较，眸光还是看向宁王两人，想要询问他们的意见。月儿这孩子着实可怜呐，有人照顾他，萧大人夫妇和萧副将在天之灵也能放心了，宁王正好也能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对双方都好。儿媳觉得这样不妥，萧月儿毕竟是未出阁的女子，以什么名义住到宁王府？如此对她的名声也不好。对啊，父皇母后，念念说的没错，对月儿照顾是应该的，但是住到宁王府对她名声着实不好啊。啊，皇上，妾身见月儿这孩子可怜，又有救宁儿的情分在，想要认她为义女，您看可行？月儿整日里喊着宁王哥哥，这样成为宁儿的义妹，也不算辱没了月儿。住进宁王府，就没人敢嚼舌根了。皇后一番话堵住了皇上的嘴，同时也堵住了顾念找的借口。皇后认你为义女，你可有想法？臣女谢皇上皇后恩典，皇上皇后为臣女思虑周全，臣女感激不尽。既然都同意，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吧。月儿赶快起来，怎么还臣女自称呢？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是，母后，女儿记住了。来时的马车2个人，回府时的马车变成了3个人。宁王哥哥，月儿今日见到你很高兴。对于我来说，我不仅仅是有了住的地方，而是从心底里感觉自己有家了。宁王哥哥，你替月儿高兴吗？一定是替月儿高兴的吧？去把天雪阁收拾出来，给萧小姐住。姐姐，天雪阁是在什么地方？离你们住的院子远吗？萧小姐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想来是喜欢清静的。天雪阁是个安静的好地方。宁王哥哥，月儿因为家人离开的早，一个人担惊受怕的过日子，所以最是害怕孤独。宁王哥哥，能不能让月儿离你们近一些？月儿害怕。宁王哥哥，能不能让月儿离你们近一些？月儿害怕。月儿，来了宁王府，一切要听王妃的，由王妃安排吧，本王还有事呢。宁王一副怕媳妇的样子，落荒而逃。女人呐，太可怕了。宁王哥哥，别走啊！宁王哥哥，萧小姐要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宁王府的下人多，晚上也有守夜的丫鬟，没什么可害怕的，一切习惯就好。
这里没有你，请称呼为宁王妃，或者是嫂嫂，千万不要乱了分寸，否则会让人觉得你很没有礼数。威胁一番，心情终于顺畅了许多，真是上赶着找虐呀！别以为有皇后撑腰，自己就治不了她。顾念刚回院子，就听到书房内发脾气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回王妃，好像是沈一大夫出事了。沈一出了什么事？是被董顺抓走了？宁王刚才已经听到了他和侍卫的谈话，轻点一下头，没有说话。董顺得用他研究解药，沈一暂时不会有事的，你别太着急。宁王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董顺太过狡猾，让他逃走多次，心里气不过，才如此愤怒。小院里，哎呦，你怎的想我想成这副鬼样子了？放你娘的屁！哎，你这就不对了啊！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娘，如此做人的道理都不懂，白瞎长这么大个子。哎，你闭嘴吧你！哼，闭嘴就闭嘴，以为谁稀罕与你聊似的？有种你把我松开！等了片刻，没有等到回应。你说你怎的就这么喜欢抓人呢？有话好好说不行吗？老子现在废了你，信不信？废了我，也没人给你解毒。那就把你的嘴缝上，或者割了舌头，只要不聒噪，什么方法都可用。唉，那我还是不说话了。此时夜已深，董顺开始毒发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连滚带爬的出了里间，来到沈一不远处。快给老子诊脉，否则老子杀了你！好，可是我被绳子绑着。告诉你，给老子安分点，老子毒发也能要你的命。告诉你，给老子安分点，老子毒发也能要你的命。外面都是我的人，你也别想着逃走。上次让你侥幸逃脱，这次就没机会了。若是有什么不该有的动作，老子会直接杀掉你。终于解开了绳子，沈一赶紧活动了一下手脚。快点儿，赶紧给老子诊脉！把手搭在了对方的脉搏上，令沈一大吃一惊，脉象不止紊乱，还时有时无，甚是跳脱。疼死老子了！你他妈的在不在诊脉啊？你的毒已经侵入五脏与血脉，不好解呀。老子全身都疼，疼死我了！快想办法，治不好老子，老子也杀了你！宁王妃，那个该死的臭娘们，真是阴险，也不知道下的什么毒，折腾的老子死去活来。等老子好了，定要找他索命！老子一定要杀了他，杀了那个臭娘们！沈一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危，想要悄悄的躲避。你想我去哪儿？熬药，你先把剑放下。走，赶紧熬药，别等老子受不住的时候杀了你。然后跟随着沈一的脚步向小厨房走。老子看着你熬药，别想耍花样。沈一知道对方一直盯着自己，眼观鼻，鼻关心的做着自己的事儿。以董顺的狡猾，肯定还会像上次一样让自己试药。果不其然，沈一试药之后，对方才放心喝下。老子的毒是不是没解？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喝掉只能减轻痛苦，并不能解毒。毒性太过霸道，我暂时还不知如何解毒。尽快研究出解药来，老子时刻盯着你，别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小心老子的剑不长眼。宁王府内，找到董顺了吗？主子，还没有找到董顺的住处。王爷，我有办法把董顺给引出来。不行，我不能让你冒险。董顺的毒只有我能解，沈一也只是能暂时压制，不可能为他解毒的。拖延个2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会被董顺发现端倪，沈一就会有危险。那也不行，你给我歇了心思，我总会有办法的。我只是用解药把他引出来，再说了，我还有空间，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我们想要快点救沈一，只能这样。不行，你想都别想。宁王带着清风轻雨去了阎王阁，与莫方商量对策。临走时专门叮嘱看好王妃，不让王妃出门。顾念着急地在房间内来回踱步，突然停下脚步。
外面有什么消息传来吗？京都没有一点动静。回王妃，没有消息。董顺已经中毒，他肯定藏在京都的某个地方。不行，我必须出去。王妃，您不能出门，王爷离开时专门吩咐不让您出门的。刘星，你是王爷的贴身丫鬟，还是本王妃的？王妃，奴婢是您的丫鬟，对您绝无二心。既然是我的丫鬟，那就听我的话，我可不需要不听命令的丫鬟。吓得刘星磕头认错，不得不听从命令。但是到了府门，有侍卫把守，依然不让他出去。顾念软硬兼施都不管用。那不是顾念吗？他在干什么？主子，听说王爷这2日要救什么人，王妃想要帮忙，王爷因为外面危险不让他出去，可看样子王妃与侍卫周旋还是想出府的。想要出府，那就帮他一把。能要了他的小命最好，说是不能，给王爷添麻烦，王爷肯定会厌烦他，一举两得呀。立春，赶紧的帮忙找找，这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镯子，不能丢了。是，小姐。萧月儿找了一阵，见侍卫没动静，哎，你们过来，都帮忙找一找，本小姐的镯子丢了，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东西，很是重要，赶快找找。侍卫走了过来，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是让他们帮忙找东西。回萧小姐的话，属下正在当值，府中规定不能擅离职守，请萧小姐莫怪。顾念趁着他们说话的机会，顺着墙溜了出去。他没想到萧月儿故意的做法竟然帮了大忙。没事，你们当值吧，我带着立春再找找，兴许是忘在哪儿了。多谢萧小姐体恤。萧月儿带着立春离开，心里甚是欣喜，连脚步都变得轻松了。顾念出了府门，就直奔城中乞丐聚集地，让刘星观察片刻后，带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主子，他是小乞丐们的头，那些小乞丐都听他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铁子。这位贵人有什么吩咐吗？我需要你帮个小忙，你过来。待铁子走近，顾念压低声音嘀咕一阵，小乞丐点头表示知道，双手接过嗓音迅速离开。小院子里，沈一正在装模作样的研究解药，董顺一眨不眨的在旁边盯着。天主，得到消息，宁王妃带着解药在找您呢。天主，得到消息，宁王妃带着解药在找您呢。怎么回事？有小乞丐都在传，解铃还须系铃人，解毒还须下毒人。宁王妃那个臭娘们又在耍什么花样？说完，他看向沈一，眼神灼灼地问：他想救你，你们认识？不可能，不认识，没见过。沈一在心里把宁王和宁王妃骂了一顿，师父挺着肚子以身犯险，出了事让他如何面对？你不会真的想去吧？宁王妃一个女人能有什么解药？我可是号称神医的，很快就能研究出解药。都是臭娘们下的，她当然有解药。你不是说她狡猾吗？以我之见，你还是别去，万一有去无回。你害怕我去找她？你在开玩笑吧？我能害怕什么？好心劝你，你爱去不去。董顺没管他的反应，起身走了出去。同时，阎王阁也接到了消息。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回禀主子，王妃出府了，而且给董顺传出消息，找他拿解药。估计这时候，董顺也收到了消息。通知所有人待命，围剿董顺。说完，顾不上停留，起身离开了阎王阁。此时，顾念坐在马车里，等待着董顺前来。马车帘子猛地被掀开。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还问你呢，你怎么如此不听话？你知不知道董顺有多危险？真是胡闹！董顺是危险，但我也得救沈一啊！再不救他，他就会有危险的。你也不想沈一出事吧？我不想他出事，更不想你出事。快回去！我不回去，我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安全的救出沈一。你，忽然，柠檬耳朵微动，脸上露出了警惕的表情。你把我放进空间里，随时跟在你身边，我才能放心。有危险的时候，我也能帮忙。在董顺掀开马车帘子的时候，宁王进入了空间。宁王妃，又见面了。
嗨 Mr. 董，好久不见。嗨 Mr. 董，好久不见。什么米什么死的，别给老子瞎扯！解药拿来，否则老子这就杀了你！你只要解药，不抓走我？解药拿来就可以放了你。那董先生还是把我抓走吧。你没带解药，你竟然戏弄老子！有解药！董顺立刻停止了手中的动作，这才暗中松了一口气。解药的现熬现喝才有效啊！宁王在空间里能听到外面的动静，两人的谈话听得他心惊胆战。他的进出得靠顾念的意识，自己是出不去的，在空间里着急担心的坐立难安。你慢点，别这么暴力拉着我，我一个弱女子还挺着大肚子，对你没有威胁也跑不了的。再说了，万一动胎气早产了，我是生孩子还是给你熬药啊？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沈一被院子里的守卫看着，想逃也逃不走，在房间里面着急的来来回回的走动，事与愿违。当他看见顾念被董顺带进院子的时候，暗骂宁王顾念两人缺心眼子，竟然送上门来。现在就熬药，老子要解药，快点！好，这就熬药。顾念顺从的开始准备草药，一个时辰后，一碗黑乎乎的药出现在董顺的面前，并且当着他的面喝了一口。董顺定睛看着顾念的神色，才放心的喝下解药。你个臭娘们，又耍老子！喝的根本不是解药，对不对？是解药，是解药，是解药，老子更得杀了你！解药得喝3次才能解毒，是不是解药？等到毒发的时间就知道了。按照身体的情况，估计今夜又是毒发之时。午夜子时，夜深人静，床榻上没有睡着的董顺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只是痛苦减轻了不少，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让他很是欣喜。他立刻站起身，下了床榻，来到外间观察一下两人的状态。沈一逃走了？刚才睡着了，不知道呀。哼，老子的人在外面把守，都能让他给逃走。沈一有些本事。当即吩咐人追杀沈一，不留活口。去找吧，去找吧，下辈子你也找不到。顾念正在与董顺周旋，宁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如此诡异的事情吓得董顺瞬间回头对上宁王的视线。顾念躲到不会被波及的地方，看着双方的打斗。董顺被毒素折磨的身体每况愈下，显然不是宁王的对手。此时董顺正有些疑惑，宁王的武功怎么有些熟悉呢？就在此时，门被撞开，院子外的人听到房间内的打斗声，赶紧闯了进来。宁王在最后关头依然把剑刺进了董顺的身上，只是黑衣人的闯进导致对着心脏的剑刺入的有些偏离。莫方带着人把院子包围，院子也出现利器碰撞的打斗声音，不过很快声音渐渐变小后最后消失了。房间内的几个黑衣人也被宁王解决掉。遗憾的是董顺太过狡猾，身受重伤依然被他逃脱了。沈一呢？他出事了，还是来晚了。沈一没事，他很安全。说完指了指里间。他怎么了？怎么昏迷不醒？顾念上前轻轻一挥手，解药慢慢的散开。我睡着了。对，睡着了。你还真是行的，这外面打得热火朝天，你还能打呼噜。董顺呢？死了吗？没有，还是被他逃了。不用担心，我给他喝的药里下了毒，他活不了的。你说什么？下了什么毒？厨房里的甘蓝草与解毒药放在一起，会起到剧毒的效果，只是药效有些慢，大概3天才能发作。再加上他身上的毒，必死无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给他的药里也加了毒药，此毒和之前的毒相互反应，会让董顺在3天之内必死无疑。但是和甘蓝草相互制约，会把他的毒压制，这样倒是成全了他。沈一懊悔的猛地一拍脑门，他们两人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没事，他已经身受重伤，
若是不及时救治，也没有活的希望。没事，他已经身受重伤，若是不及时救治，也没有活的希望。听雪阁内，萧月儿听到身边丫鬟禀报的消息，高兴地拍了拍手。顾念真的被坏人抓走了？这消息可靠吗？回小姐的话，消息可靠。奴婢听府里的金嬷嬷悄悄给王妃的丫鬟说的，脸上还很伤心的样子，肯定是出事了。好，被坏人抓走，肯定不会饶过他。嘿，太好了，走，咱们去府门处等着宁王哥哥回府。萧月儿整理了一下发髻和衣服，扭着腰肢向府门走去。远远的就瞧见宁王扶着宁王妃回府，脸色顿时难看，怒瞪了厉春一眼。你不是说消息可靠吗？他怎么回来了？奴婢也是听说的消息，奴婢确实不知会这样，求小姐饶恕。哎，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你是我带来的丫鬟，莫让人起了疑心。是，多谢小姐宽恕。宁王刚刚回府，就接待了前来送消息的田楼。这几日暗中调查才发现，是江南那边上缴的银两有出入。王爷，江南之地大多生活富裕，富上云集，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有人贪慕上缴的银两。王爷睿智。田大人，把户部全部任职人的名单拟一份交予本王。天楼禀报完事情刚刚离开，宁王就让人把刘展请进了府。王爷，找臣过来可是有急事啊？不错，是有件事，而且很重要，必须保密。王爷，要是您吩咐，臣一定尽心去办。户部查出江南上缴国库的银两有很大出入，你对江南一带应该很是熟悉，办事比别人顺利很多。不过此事一定要暗中调查，不可掉以轻心。是王爷，臣的祖籍在那边，也有很多的朋友，臣以祭祖的借口回去，应该不会引起怀疑。好，本王会给2人暗中保护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谢王爷。第二日，刘展回到江南，暗中约见了故乡好友，先是了解情况，又约见了一些有生意往来的商贾。刘兄得皇上看重，有机会也拉兄弟一把。江南这2年太难了，很多商贾都增加了税收。我去附近州郡做生意，他们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唯独我们江南的增加，这不是看着江南的商贾多欺负我们吗？唉，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喽。为何要增加赋税？没听上面发布这方面的命令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咱们江南换了太守开始，第1年还很低调的增加了一点，后来越加越多，引起了很多商贾的不满，但是都敢怒不敢言，只当作破财消灾了。这么大的权力，可能与当朝的官员有着联系，咱们呀惹不起。再说江南的商贾不差这点银子，就像张兄说的，就当破财消灾了。哎，是啊，是听说与京都哪个官员有联系，具体是哪位高官咱们也不知道，只能苦水往肚子里咽。张兄别着急，京都的贵人对锦缎的需求量大，你们张家生产的锦缎质量不错的，我呀可以帮你引荐引荐。真的？多谢刘兄，可帮了我大忙了。你放心，我一定保证质量，不给刘兄丢面子。刘展有意无意地打听完一些事情，又给了对方一个甜枣，让对方瞬间喜笑颜开，把刚才诉的苦都抛之脑后了。十一在书房恭敬禀报着得到的消息。主子，属下调查江南一案，无意中发现了那人的踪迹，属下跟着他回来，进了太子府。哼，真的是太子。江南一行还发现什么了？回主子，江南太守杨茂的府上富丽堂皇，一个太守府堪比皇子府一般华贵，看来真得与太子联手了，否则也没有如此大的胆子。你潜入太守府拿到证据了吗？回禀主子，属下发现了证据所藏之地，但是不好动手，因为属下发现杨茂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山水画，画中有蹊跷，但是属下不能动，担心打草惊蛇。你做得很对，要拿到证据还需另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提前发现端倪。你还是回江南
暗中盯着那边一举一动，有情况速来消息。是，属下告退。太子府内，太子殿下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告知杨茂，他承蒙殿下的诏符，很是爽快的答应。江南是富庶之地，对于那些富户商贾来说，增加点税收，他们只会敢怒不敢言。他们想要在江南生存，还需要太守的关照。为了贿赂太守，不会反对的。殿下说的是，有了银子，殿下以后通路子养死士都会一帆风顺。白风见太子已经放心，接着提起科举之事。如今京都各地文人聚集，殿下有眉目了吗？还有顾大人之女，到时候会不会出现纰漏啊？到时候顾江就是绑，也会把女儿绑上话交代。至于那些文人，姑还没去试探，你可有举荐之人？属下也只是听说，从豫郡来的刘岩和鲁郡来的于松确实都不错，成绩也一直很稳，不知科举时能不能稳操胜算。通知顾江重点留意这两人，姑希望他选个有前途的贤婿。白风眼珠转了转，应声退出了房间。顾念坐在马车中，掀开帘子的一角，看着长街上人来人往。玲珑，去对面的八宝斋买些桃花酥，母亲最爱吃他家的点心。是王妃，奴婢这就去。八宝斋的点心颇有盛名，每日都人满为患。此时正是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购买。他在马车里坐的腿脚都有些僵硬了，慢慢的下了马车，准备活动活动筋骨。刚站在马车旁边，就忽然从身后的酒楼2楼飞出了一个茶杯。旁边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赶紧冲了过去，正好砸在年轻男子的后背。你怎么样了？有没有被砸伤？没事，幸好没有砸到你。在下于松，因为事态紧急，冒犯夫人，还请夫人原谅。没冒犯。那这是治疗外伤的药膏，效果很好，你赶紧回去用上。今日多谢你的帮助。举手之劳，无需挂齿，夫人没事就好。多谢夫人的药，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为了不给顾念增加心理负担，于松接过了他的药，离开了。哟，这不是大姐吗？刚才吃饭呢，一个不小心杯子飞了出来，没伤着大姐吧？都是误会，大姐不要斤斤计较啊。顾仙儿是不是在太子府过得太过安逸了，忘记了他的手段？他直接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了顾仙儿的脸上，很快就出现了5个通红的手指印。你竟然敢打我！你，我可是太子宠爱的侧妃，肚子里还有太子的孩子。哼，你蓄意谋害皇家子嗣是何原因？还是在太子与侧妃的眼中，只能有太子殿下的孩子，宁王就不能有孩子？这难道是太子的意思？哎，她不是宁王妃的妹妹吗？怎的如此狠毒？看不得姐姐怀孕吧？其他王爷有孩子，太子有其他想法容不下了吗？哎呦，说漏嘴了。哎，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能议论的，还是少说话的好，以免惹来祸端。是啊。你们胡说什么？杯子只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大姐何必抓着妹妹的失误不放？只是我们姐妹之间的误会罢了。况且大姐已经打了妹妹1巴掌。误会？你以为的误会，差点把本妃砸死，有如此恶劣的误会吗？说完，狠狠地打向顾仙儿另一边的脸，疼得顾仙儿瞬间抬手捂住脸颊。你别得寸进尺！你别得寸进尺！哎呀，误会，本妃的手突然就不听使唤了，自己就过去了，都是误会，妹妹就不要斤斤计较了。这些话似曾相识啊，就是刚才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这让顾仙儿一时无从反驳。
主子，你没事吧？吓死奴婢了。说着话，上下打量了主子一遍，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这才松了一口气。奴婢刚才看见太子殿下走过来。太子殿下来了竟然不出现，那就加把火把他逼出来。你什么你？你作为太子殿下宠爱的侧妃，竟然敢大庭广众之下意图害本妃肚子里的孩子，是你自己的意思吗？难道是……你别胡说，只是一个误会，都能让大姐大放厥词污蔑太子，好大的胆子！太子赶紧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再不出来，不知道会被顾念那张嘴说成什么呢？顾仙儿眼神瞥向周围的人，然后白眼一翻，捂着肚子，脸上一片痛苦的晕了过去。怎么回事？若是顾的孩子有个闪失，爹不会放过你。顾念脸上露出了一抹狡黠，装晕谁不会？大家来评评理，我是受害者，差点被他砸死，到头来还要被质问，这天理何在呀？说完，他捂着肚子，身体慢慢的靠在了玲珑的肩膀上。玲珑，本妃的肚子好疼，哎呀，好疼呀！我的孩子！哎呀，宁王妃也有身孕呢，刚才被砸受了惊吓，还要受气，孩子不会有事吧？是啊，希望孩子没事儿。王妃，您可千万不要有事啊！咱们马上就恢复诊治。顾念临上马车时，还对着太子虚弱地说：“说是我的孩子有个闪失，我定不会放过你。”把同样的话还给了太子。太子看着他的马车离开，却无法阻止。马车绕路，很快到了刘宅。母亲的女工真好，若是挂到梅树上，可以以假乱真了。你来了就会打趣母亲，都快要做母亲的人了，怎的越发没规矩？女儿说的都是实话，哪有不让说实话的道理？就你有理。顾晴端着一碗粥进来，递给了刘慧，满是笑意。姐姐说的对，晴儿也觉得义母绣得好。义母？母亲喜欢晴儿，认她为义女了，这样她经常到我这里来，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了。顾老头知道吗？顾晴摇了摇头。这是我和晴儿的事，与他没关系，他不必知道。顾念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姐姐，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与你说。没事，但说无妨。有需要姐姐帮助的不用顾虑，能帮的我一定帮忙。哦，不是我的事，是三姐的事，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有需要姐姐帮助的不用顾虑，能帮的我一定帮忙。哦，不是我的事，是三姐的事，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父亲看好了一个备考的文人，说是让三姐姐嫁给那个人，不过听说那人家境贫寒，却学识渊博。备考的文人，家境贫寒，顾林这样心气高的，怎么可能同意？父亲没在府中提起，三姐姐不知道这件事，估计也就这2日就会知道。好像叫于什么于松，听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是这个名字。顾念听到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时路上救他的年轻男子，对方自报家门，也是叫于松。科举快要到了，顾老头不会等到科举之后再让顾林嫁给他，所以这2日他就会知道消息。且等着看他的反应吧。若是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好的，姐姐，一有消息我就会去找你。顾念回府的路上，正在思考顾林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拒绝顾老头，突然听到外面喊救命的声音。小娘子啊，跟小爷我走吧，保证让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只要你伺候好小爷。我不认识你，你滚开！小娘子温柔中带着强势，小爷喜欢，小爷喜欢。被称为小爷的正是皇后娘家哥哥的嫡子元胜，父亲又是右丞相，雄厚的背景加上别人的恭维，养成了他纨绔的性子，吓得女子退后几步，直喊救命。不要喊啦，这个小巷子鲜少有人来，喊破喉咙也是没用的。谁说没人的？放开我嫂子！
刘岩比于松大2岁，所以尊称他的妻子为嫂子。她是你嫂子？这是刘岩大哥的妻子，请袁世子放过她吧。若是小爷，我就是看上她了呢。你住手！天子脚下竟然没有王法了吗？王法？给小爷我提王法？你知不知道小爷是谁呀？给小爷打，多管闲事儿，打才算我的。旁边2人高兴的摩拳擦掌，一步一步地向着于松走去。住手！你们快走吧。啊，谁让你们走了？小爷我不同意。刘星的长剑瞬间拔出，对着袁胜一指，吓得袁胜下面的话没有说出口。宁王妃，你真的要多管闲事吗？这件事本妃管定了。顾念说完，对于松2人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快走。他们是本王妃护着的人，你以后别打他们的主意，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顾念上了马车离开，旁边的纨绔这才问：袁世子，怎么办呢？宁王妃不让动他。哼，他说不动就不动啊，他又不是天王老子。世子说的对，就是个王妃，有什么好怕的？世子背后还有皇后娘娘呢。今日没得到小美人儿，小爷我有的是办法。第2天，吉祥酒楼天字号厢房内，主子，顾三小姐来了，就在对面的厢房。她也来了，估计是知道了自己的婚事吧。突然，一阵摔杯子的声音从隔壁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一松，敬酒不吃罚酒，小爷用你，那是你的福气，不要不识抬举，否则小爷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就算世子对付在下，在下也不能帮你做这种事情，有违天理，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下告辞。若是你敢说出去，小爷弄死你，信不信？没有听到对方有任何回应，只有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主子，隔壁的于松安全离开了，袁胜也走了。对面的顾灵是不是还在？是的，主子，顾三小姐还没离开。她好像有什么目的，你盯着点。是，主子。丫鬟小翠匆匆地进了厢房禀报：小姐，齐王好像准备离开。可看准了？看准了，小姐。顾灵赶紧整理了一下发髻，然后又理了理衣服，这才起身走出去。顾灵故作匆忙地猛地撞了上去，这一下并没有趁机投入对方的怀抱，而是被撞得向后仰去。这个突如其来的碰撞，还有在怀中稍作停留瞬间离开的闻香软玉，让齐王微微怔愣。这位姑娘怎么如此不小心，有没有受伤？多谢这位公子相救，小女感激不尽。不知公子贵姓，以便小女日后报答。答谢就不必了，本王只是举手之劳。臣女无意冲撞王爷，请王爷勿怪。自称臣女，你是哪家的贵女啊？臣女是太傅府三小姐顾灵，请王爷宽宥。先起来吧，不用紧张。女子本就是身体娇弱，怎么能说冲撞了本王呢？是本王撞疼了顾小姐才是。记得本王的马车上有对羊脂玉镯，作为赔礼送给顾小姐吧。齐王说完就走出酒楼，上了马车。顾灵小步地跟着出了酒楼。王爷的东西太过贵重，臣女不能收。顾小姐受惊了。王爷，臣女实在……顾三小姐是故意撞上本王的吧？王爷，小女没有，小女只是……千万不要说心悦本王这样敷衍的话，本王不信。小女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要找王爷庇护。嫡母想要把小女嫁给一个我不想嫁的人，小女实在是没有办法。太子殿下与二姐的关系，不仅不会帮助我，还会把我的意思告诉父亲和母亲。大姐的冷傲性子更是不会帮我的，这才想到了王爷，请王爷帮帮小女。小女想要用一个秘密换王爷的侧妃之位，这个秘密绝对让王爷认为值得。若是王爷不同意，
小女只能另想他法。可以。王爷答应了。王爷答应了。怎么不满意？不是，满意。只是王爷什么时候去提亲？若是晚了，小女担心嫡母私自把我的婚事定下。这个得容本王想想对策。你先回去等消息吧。天字号厢房内，主子，顾三小姐在楼梯上撞上了齐王，然后上了他的马车，好一会儿才恢复。原来她今日的目标是齐王。哼，我这个妹妹野心还真是不小。真好奇她是怎么说服齐王的。等齐王和顾灵离开片刻后，顾念才带着流星回府。在距离自己住的客栈不远处，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于公子，我家老爷子在吉祥酒楼恭候，特让老奴过来等候，请于公子前往一叙呀。在下已经说得很清楚，不会做那种事情，请世子歇了心思。于公子，可能是老奴刚才没说清楚，我家主子不是什么世子，我家老爷姓顾，有事想请公子过去去话。于松露出了诧异之色，思虑过后依然跟着管家前往。到了吉祥酒楼的厢房，于公子，顾某已经等候多时，快请坐。在下有礼了，不知您找在下所为何事？顾某关注于公子几日了，发现于公子品性正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正好顾某的女儿刚刚其妻，也是京都有名的才貌双全，你们看起来很是登对。你到底是什么人？顾某是当朝太傅，本官刚刚的许诺没有丝毫虚假。于公子意下如何呀？顾大人的女儿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疾？顾大人的女儿算得上京都有头有脸的贵女子，怎么就选中了在下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苦书生呢？本官的三女儿顾灵不仅没有任何隐疾，而且温柔贤惠。既然于公子怀疑，本官就直言不讳了。本官也是有私心的。于公子的才学，本官很是看好。为了朝中的局势，以后相互扶持，定能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就算是于公子今日不答应本官，明日或者是后日，也会被其他官员约见。于公子也要顺应局势才对。顾大人是宁王妃的父亲？宁王妃是本官的大女儿，但是背后高位之人比宁王更加运筹帷幄。这一次于松听明白了，和宁王妃也不是一条心。在下看来，娶妻是两情相悦的事，而不是用权势和金钱来衡量。况且我没有见过顾小姐，更没有喜欢的心思，多谢顾大人抬爱。没见过没关系，本官可以安排你和小女见见面，感情嘛也是可以培养的。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少人娶妻是没见过面的，不也一样白头偕老吗？再说小女的样貌和才情肯定是和公子匹配的。不用了，在下一介穷苦书生，着实配不上顾小姐的身份。大人所提的科举如今还没有科考，不知会是什么成绩。若是榜上无名，更加配不上。在下告辞。本官也是惜才之人，见不得于公子被埋没。听说于公子的母亲为了供你读书不容易呀，如今自己在家等着你的好消息。本官见你母亲孤单可怜，就派人把她接来了京都，如今已经在路上。于公子可要想好啊！就算顾大人威胁迎娶顾小姐，在下也不会为你做事的。你歇了心思吧。还有，你准备把我母亲带到哪里？你放心，你母亲明日到了京都，就会安排在太傅府。
一定是吃喝不愁，好生招待。毕竟这以后啊，是一家人了。好一个威逼利诱！等你以后高官厚禄、盆满钵满的时候，就知道感激本官了。顾晴在顾念的旁边坐着，有些心中不安，又有些不解。姐姐，三姐姐好像已经知道父亲为她安排的婚事，但是没见她有任何反应，表现得与平常一样。顾灵如今出府的次数是不是比前几日少了很多？是啊，大姐怎么知道的？她前几日每日都要出门，而这2日都没怎么出府。不知用的什么办法与二皇子达成的协议，他真的很好奇。哦，我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府上的马车出府，那上面的人好像是三姐姐。今日出府是为了什么呢？我怎么感觉她有个大计划似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忐忑不安就对了，顾灵的计划中肯定会有顾晴。顾府中已经及笄的女儿，除了顾灵就是她了。看来得带着顾晴出门了。缘分这东西说来就来，不能让她稀里糊涂的就做了顾灵的替身。马车摇摇晃晃，没想到还没到客栈，就在前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了于松的影子。此时的他不是平时的文质彬彬，而是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很是狼狈。唉，那个书生好可怜啊，若是没人救他，不死也会变残的。唉，以后科举就没希望了，真是可惜。顾晴悄悄地走到巷子口，捡起地上的小石头，把石头狠狠地扔了过去。哎呀，好疼！谁砸的？周围依然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动静。世子，真是见鬼了，不会暗处有高手帮忙吧？是啊，世子，若是真是高手，咱们可对付不了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要不咱们先保护世子离开吧。袁胜被他们说的心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依了他们的建议，赶紧从巷子后面离开。顾念坐在马车里，盯着这边的情况，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位公子没事吧？在下，在下没事。顾念给刘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是时候把人叫回来了。刘星领命走去。刘星对着两人说了些什么，刚走到巷子口，就见到了路过这里的顾灵。四妹妹如此有雅兴，竟然与书生私会。四妹妹如此有雅兴，竟然与书生私会。三姐姐，你说什么呢？这位公子受伤了，我只是帮他一把，怎的如此污蔑我？哼，书生就是窝囊。顾灵说完，扭着腰身离开了，向着吉祥酒楼的方向而去。咱们走，别理他。不用了，毕竟男女有别。不知宁王妃让在下前来有何事？顾老头是不是找过你？是。那你可知刚才路过的女子是谁？不知。那是顾老头准备嫁给你的妻子，顾家三女儿顾灵。唉，双方都不情愿，顾大人这是何苦呢？这是我四妹妹顾晴。于松看了顾晴一眼，又紧张地看向了一边，都是姐妹，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以后朝堂上的事暂且不提，眼下最着急的是你的婚事。若是我能让你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于松和顾晴两人对视一眼，纷纷转头看向顾念。不要想得太复杂啊，若是个男人，就该拿出男人的姿态，对自己喜欢的女人表明心意，否则我如何帮你？宁王妃真的能帮在下？宁王妃真的能帮在下？顾念笑着点头，给了他鼓励。发簪只是普通的木材，而且是我自己雕刻的，样子有些粗糙，在下深知配不上顾小姐，但是我还是想把心思告知顾小姐，若是愿意接受，我必定一生一妻，白头偕老。若是不愿意，我愿意接受。啊，既然你们两情相悦，那我就帮你们达成所愿。啊，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像平常一样，顾老头把女儿嫁给你，无非是想让你成为他的人，你一切顺从就好。虽然两人不解，却依然按照他的说法做。凤仪宫内，义母，您身子好些了吗？月儿给您按揉一下双臂，义母试试月儿的手法可否舒服？月儿的手是一双有灵气的手，
只能珍藏在宁王府的后院，真是可惜了。姨母，您不知道，女儿去了宁王府就被冷落在后院的一处僻静的院子里，别说宁王哥哥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身边也只有院子里的几个下人陪着。岂有此理！这个宁王妃真是过分，难道连个义妹都容不下吗？你也是个傻的，见不到宁王不会自己想办法吗？他不去找你，你可以去找他。义母明白你的想法，为了成全你，想尽办法把你送进了宁王府。你可要争气呀，利用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是，多谢义母为月儿思虑周全，月儿一定为自己争取。你明白就好，以后还是得靠你自己，义母也不能一直帮你啊，毕竟宁王府的后院，义母不宜过多参与。萧月儿献了一会儿孝心，两人闲聊一阵，皇后以身子罚了，打发了萧月儿。最后的5天时间转瞬即逝，齐王一直没有返回京都，逼得顾灵不得不对顾晴下手。三姐姐正忙的时候，找妹妹过来，有何需要帮忙的吗？四妹妹快坐，姐姐没事，只是马上就要出嫁了，心中不舍，想找妹妹闲话家常。姐姐说的哪里话，今日是姐姐大喜之日，一定要高高兴兴的，以后都还在京都，可以随时见面。妹妹说的是，小翠怎的如此没眼力劲儿？快给四妹妹上茶。姐姐不用忙活，今日姐姐的事最重要，不用照顾妹妹。不忙活，喝杯茶还是要的。他想起了大姐的话，一定要顺势而为。三姐真的对自己下手了。顾晴在他们殷切的目光中喝下了手中的茶，很快感觉眼前模糊，头晕无力，倒了下去。动作快点。时辰已到，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回府拜堂。成亲的过程很是喜庆，没有高朋满座，来的人都是亲朋好友送上真诚的祝福。太子和王爷都来了，让府上的人都觉得于松的身份水涨船高不得了，开始给新郎敬酒，同时也给宁王和太子敬酒。几人最后都是微醉的离开。宁王坐在马车里，真的有些醉意，被风一吹，醉意更浓。清风把宁王扶回了房间。在暗处等待的萧月儿心中暗喜，终于抓到机会了。刚才听说顾府出事了，刚刚成亲的顾三小姐也回去了，赶紧去告诉宁王妃，让她想想办法。下人一听，想也没想的就跑去禀报消息。刚把宁王的锦靴脱掉，盖好被子出来的顾念，就遇到了前来禀报的小厮。王妃，出事了，顾府出事了，听说刚成亲的顾三小姐也回府了。顾念神思微转，他决定还是回去看看，然后吩咐清风驾马车出门。进入后院，远远的就听见顾灵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厉喝：太不像话了，到底出了什么事？父亲，女儿也不知道，上妆完成后不知怎的就晕倒了。你，哎呀！顾念听到他们的对话，心中冷笑。顾灵还真是一贯的会装，既然顾晴没在这里，那他就放心了，准备离开。你怎的这时候回来？有事啊？本来有事的，现在没事了。本王妃这就走。回到宁王府，一身疲惫的顾念自己抬手捶了捶肩膀，往房间的方向走。咦，不对啊，怎么如此安静？房间里烛火昏暗，他突然双腿发软，嘴唇开始颤抖。这才明白好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对方赶紧慌张地整理了一下衣衫，从床榻上走了下来，然后床幔再次垂落。姐姐，您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姐姐，请原谅妹妹，宁王哥哥他萧月儿，你可真有意思啊。姐姐，这是什么意思？话音刚落，就迎来了狠狠的2个巴掌。字面意思。你竟敢打我！姐姐这是生气了吗？难道姐姐不想知道我和宁王发生了什么吗？生气？本王妃为什么要生气？该生气的是你吧，本王妃还得感谢你呢。你……萧月儿一时语塞，难道被他发现了？不应该啊！若不是你，本王妃怎么能知道王爷如此爱我呢？
还有，你只是借住在宁王府的客人，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否则别怪本妃不留情面。毕竟是宁王念着旧情，本妃可不欠你萧家的。此时正好宁王走进来，穿着整齐，头发还在滴水，显然是刚刚沐浴过。萧月儿，你怎么还没走？宁王哥哥，你知道月儿的心思吧？我已经没有亲人了，宁王哥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把你当成依靠，所以才……行了，萧月儿，若非因为你哥哥，本王早把你赶出去了。本王念及旧情，不惩罚你，你赶紧回去吧。宁王怒瞪了立春一眼，立春吓得赶紧进去扶起萧月儿，踉跄着离开。房间里的宁王紧张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念念，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要不我脱衣服你检查一下。我是母老虎吗？是你这么害怕？你怎么说也是堂堂的一个王爷，怎么能给我下跪呢？快起来！跪自己妻子怎么了？这是寝房情趣。他说着话，趁机把手臂伸出，放在了顾念的后背和腿下。等一下啊，怎么了？把床上用品全部换掉。哎呦，对，忘了。来人呐，把床上用品全部换成新的。一大早，宁王还没有出门上朝，就听到立春匆忙跑来禀报：王爷，外面立春禀报说萧小姐在祠堂晕倒了。什么？祠堂？啊，是的，立春就是这么说的。王爷要不要过去看看？宁王脚步匆匆地走进祠堂，看到的就是晕倒在地上的萧月儿。怎么回事？王爷，小姐虽然心里有王爷，但是昨日做出这种事情也是一时冲动，她心里愧疚，就跪在我家少爷面前反省，跪了整整一夜，这才……这个萧月儿这么不省心，已经不再追究了，她又闹腾什么？清风，你把萧月儿送回听雪阁。啊，王爷，属下去送不妥吧？怎么，你不送，难道本王亲自送？更不妥。昨夜亏得念念没生气，否则自己少不了折腾。正思索着，顾念走了进来，他抓过萧月儿的手腕把脉。王爷，他没事，只是身体疲惫，加上有些着凉，我给他开2副药，保证喝了就好。时辰不早了，赶紧上朝吧。宁王求之不得，赶紧带着清风轻雨溜了。本王妃警告你，别费尽心机的瞎折腾，小心真的把自己给折腾病了。同样热闹的还有太傅府。这就是顾大人的诚意吗？在下定的是3小姐，洞房后才知道竟然是4小姐。顾大人调包的本事真是高啊！在下迎娶的是谁真的没关系，但是不能让人如此的羞辱。混账东西，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把你3姐姐迷晕替嫁，亏你想得出来！父亲说的什么话？成亲当日，3姐姐给我下了软筋散，身体软绵又不能说话，被小翠强硬的塞进花轿，女儿才是受委屈的那个人啊！当即让下人把3小姐叫过来对质。于松在此等着，怎么也得给个交代呀。父亲找女儿何事？你还好意思问为父？看你做的好事，解释一下吧。3姐姐，为何这么对我？你若是不满意这婚事，可以告诉父亲啊，为什么给我下药替嫁？妹妹说的什么话？我当时也晕倒了，醒来才知道此事。你胡说！小翠端给我的茶里被做了手脚，当时你并没有喝水。父亲，小翠是3姐姐身边忠实的丫鬟，不吃点苦头根本问不出来东西。父亲，你一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啊！在下也需要顾大人给一个真相。顾江犹豫之下，听到于松的话，最终做了决定，给小翠上了杖刑。最后终于忍不住吐出了真言。事情真相大白，顾灵一屁股坐在地上。哼，真相大白，顾大人当如何？给为父捆到祠堂去，抄写情书，没有命令不准出来。顾大人怎的如此狠心对待自己的女儿？齐王殿下，不知齐王殿下到访未能迎接，请殿下莫怪，都是一家人。顾大人说这话就是见外了。齐王故意这个时候才出现的，他知道顾灵不想嫁给于松，就一定会自己想办法，这样不仅解决了顾江拉拢于松的心思，也能让太子不快。
王爷说笑了，本王没有说笑。顾大人的三女儿顾灵，与本王已经有了肌肤之亲。顾江一张脸像调色盘一样，一阵白一阵红。这个消息太过突然。顾江一张脸像调色盘一样，一阵白一阵红。这个消息太过突然。贤婿呀，本官的几个女儿都是出类拔萃的。我觉得顾大人不是真的想联姻，而是想趁机羞辱我。在下只是穷苦百姓，无法与顾大人这样高高在上的人共事。告辞。贤婿，贤婿。相公，相公，等等。顾大人，咱们说说三小姐的事儿吧。顾江抬手想要阻止，奈何对方脚步匆匆，没有任何停顿。而大门外，于松正站着一侧，等着后面的顾晴。出了府门，两人相视一笑，上了马车。而马车奔去的方向是宁王府。大姐，多谢你帮忙，我们才能如此轻易的在一起，同时救出了相公的母亲，还能有理由不被父亲牵制。多谢宁王妃，于某感激不尽。以后若是需要于某相助的，定会不遗余力。自家人不用客气，我也是听王爷说的一些朝堂上的事，才知道他们的目的，如今已经解决，就是最好的。宁王妃，齐王殿下过去让顾大人免了顾三小姐的惩罚。他倒是会见现成的。你是说齐王早就知道会有今日的情况？他知道顾灵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自己想办法。最后在那里出现，也是为了坐收渔翁之利。每次科举都会让某些人蠢蠢欲动，众多学子犹如海里的鱼，一朝踏错就是万丈深渊呢。把眼睛擦亮，才能走得更远。看来顾灵很快就是齐王府的人了。对了，顾源也参加科举，不过他很是看不上顾老头在太子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应该不会被太子拉拢。3日后，齐王府纳侧妃，洞房花烛夜，齐王第一件事不是洞房，却是让顾灵遵守诺言。王爷，据妾身所知，我大姐和二姐的孩子都是野种。你说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你说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大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宁王的，二姐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太子的。好，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呀！王爷，时辰不早了。没等他把话说完，就被齐王的身体附在了下面。近日的事情让太子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对顾江颇有看法。顾太傅好算计，真是女儿多了光撒网啊！看来顾还是小瞧了他。而齐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迎娶了顾灵，不仅让太子失去拉拢于松的机会，也能惹得太子对顾江的怀疑，一举两得。这边顾源刚进齐王的厢房，就有人把消息禀报给了宁王，正好被进来的顾念听到。我好像听到了顾源的名字，他怎么了？宁王打发前来禀报的人离开，然后把刚才得到的消息重复了一遍。其实顾源的野心很大，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他会考上齐王的。其实顾源的野心很大，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他会考上齐王的。你可是这次科考考官是哪几位啊？是谁啊？你父亲顾江，翰林院院士郑祥，大理寺卿孔融。顾大人是太子的人，郑祥是齐王的人，而孔融是保皇党。大理寺卿孔融是一名武将，怎么也坐在了考官的位置上？每年都是如此，都要有一名武将作为考官，是因为学子众多，担心考场闹出事端。皇上的人不容置疑，但是考官里有太子的人，也有齐王的人，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宁王冷嗤一声，怎么可能没有想法？若是朝堂上被他们的人占据一席之地，自己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皇上的眼睛犹如明镜，能不知他们的小动作吗？动作越多，越容易引起父皇的怀疑与厌烦。此时没有动作才是最好的。侍卫们井然有序地进入天香楼。
您是宁王殿下。宁王殿下，天香楼正经的做生意，好像没犯法吧？您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儿？要不先安排殿下进厢房里歇息喝茶，我们楼里的姑娘保证让您满意。宁王目光锐利，冰冷地瞪了他一眼，他挥了挥手，侍卫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纷纷行动，在天香楼内大肆搜索，翻了个底朝天。哎呦，宁王殿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姑娘们胆子小，别给吓坏了。经过调查，杀人犯躲进了天香楼，若是找不到人，就说明你们天香楼窝藏逃犯。殿下，楼里真的没有杀人犯，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哪里敢做那种事儿？殿下是不是弄错了？你是说本王在无理取闹？奴家真的没有那个意思，请殿下明察。正说着话，太子走了进来。古路过这边，听到动静就过来看看。古路过这边，听到动静就过来看看。没想到京兆府尹如此失职，怎么抓捕逃犯这样的事，让三弟操心呢？我武军总都督府的事，难道本王不能操心？作为一个将士，背叛军营，背叛兄弟，天理难容。本王听说躲进了天香楼，难道太子皇兄要包庇逃犯？没有捉拿逃犯的文书是不能大肆搜索的，被视为扰民，影响三弟的名誉。姑爷是为了三弟着想。宁王一甩手，把一张清晰的文书展现在众人面前。本王已经奏请父皇，这个叛徒我要亲自捉拿。本王相信他逃过初一，逃不过15。最让太子震惊的是，画像上的人一眼认出这就是白风。难道他知道白风是自己的人了？回禀王爷，没有找到。回禀王爷，没有找到。回禀王爷，找到那人的东西。侍卫递上来一个匕首大小的弯刀，白风跟随过宁王，所以对他很是了解，提前准备好一模一样的弯刀，故意过来天香楼给太子添堵。天香楼果真包庇逃犯。殿下明察呀，奴家真的不知情，谁是这个天杀的，怎么进了天香楼呢？我们是清白的。三弟，老鸨和姑娘们怎能知道谁是逃犯呢？他们是无辜的，不能被连累。再说，只是一个武器而已，怎么能确定就是那人的？本王的都督府有将士被害，太子皇兄最好不要参与此事，省得把你牵连其中。既然在天香楼找到那人东西，本王也不会随便污蔑。此事不容小觑，待查明真相才能正常营生。来人呐，贴上封条。宁王今日封了天香楼，不仅是为了给太子添堵，还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同时也能逼得白风暴露行踪。宁王刚回到府中，就见顾念迎了上来。哎呦，念念，你走慢点，别着急。你这个急性子，若是以身教学，肚子里的乖女儿也该如此了。话还没有说完，就对上顾念瞪过来的眼神。乖女儿也如此，那就太好了，像念念一样，又可爱又特别。你少来这套，怎么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谁啊？谁敢嫌弃我家念念？告诉夫君，夫君替你收拾他。我家念念心地善良，美若天仙，谁这么不长眼睛啊？宁王把顾念夸得心花怒放，他哪里听不出对方是在逗自己。我想去给你帮忙，我是个大夫，肯定能帮你查出蛛丝马迹的，证明死者不是白风。不用调查死者了，我有办法让这个谎言不攻自破。什么办法？天机不可泄露啊。切，故弄玄虚。念念，你慢点，为父扶着你啊。说着还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递给了顾念，一瞬间差点晃瞎了他的眼。你说你们那里的人成亲都送指环，不，应该是叫戒指。我去命工匠师傅做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们那里的一样啊？应该是叫戒指，我去命工匠师傅做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们那里的一样啊？没想到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念念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两人情真意切，你侬我侬。隐藏在暗处的萧月儿嫉妒的快要把手中的帕子扯碎。为什么宁王哥哥独宠他一人？为什么宁王哥哥看不到我？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小姐，奴婢之前听院子里的嬷嬷说，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兴许王爷对宁王妃的新鲜劲儿还没有过去，过段时间等两人的感情不再新鲜的时候，兴许就看到小姐的好了呢。是这样吗？小姐，整日闷在府中也容易心思郁结，不妨咱们出府散散心吧。长街上依旧热闹，车马穿行。这不是萧小姐吗？想买布料？没有必须要买的，倒是看着人太多，突然不想进去了。萧小姐，既然我们都不想进去，不如找个地方聊聊。你住在宁王府，天天见到姐姐，我这里有好多姐姐的喜好和有趣的事情，不知萧小姐有没有兴趣听听？果然，萧月儿眼神转了转，答应了顾仙儿的提议。两人到了一家茶馆，进入厢房后，萧月儿才开口：顾侧妃的肚子好像和宁王妃的月份差不多吧？是啊，我比姐姐晚差不多半个月。唉，真羡慕宁王妃啊！她不仅得到宁王哥哥的宠爱，还怀着宁王哥哥的孩子。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女人之间就怕有比较。再说我大姐的性子可不是一般女子能比的，她走路带风，说话直爽，见到人一副高傲的模样，可不要学我大姐这样的性子。萧小姐这样才是最好的，温柔贤淑，姿态优雅。别说男人了，就连我都喜欢萧小姐这样的呢。我哪有顾侧妃说的这么好，只是一个孤女罢了。哎呀，我都忘记了，姐姐快要临盆了。听说女人生产的时候，犹如在鬼门关走一遭，是生死的大事啊。萧小姐一定要转告姐姐，让她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鬼门关走一遭，生死的大事。顾仙儿看到如此纠结的萧月儿，就知道她已经听进去了，又说了一些不着痕迹的话。见时辰不早，就被丫鬟搀扶着离开，留下萧月儿在那里自顾自的沉思。回到府中，就遇到太子在商议事情，好像与宁王有关，就听了一耳朵。殿下，不好了！大喊大叫的出了什么事？殿下，今日一早，大概与昨日一样的时辰，在天香廊右边的巷子也出现了一具尸体，一样的面目全非，一样在身上搜出一柄匕首弯刀。什么？给顾去查，到底是谁做的？还有，把这件事压下去，不要闹出动静。是，殿下，属下这就去。第二日清晨，同样的时辰，同样的尸体出现在了天香楼左边的巷子里。这样的事情连着3日出现，尸体的位置都是围着天香楼，这让百姓们炸了锅了。宁王听着属下的禀报，眉梢微挑，他就是要用这个办法破坏太子的计划。你咋那么能耐呢？哎呀，老公真是太棒了，我都没想起来，还以为你得想办法证明尸体不是白风呢，没想到你以恶制恶就把事情解决了。太子最挣钱的营生中断了，以后的江南事情肯定还会变本加厉，越是这样便越容易露出马脚。太子最挣钱的营生中断了，以后的江南事情肯定还会变本加厉，越是这样便越容易露出马脚。顾念点头附和，一直都知道宁王腹黑，没想到如此腹黑，这么久远的计划都在筹谋。王爷王妃，已经放吧。于松于公子，顾太傅的公子顾源，还有刘岩夺得前3甲，此时估计已经上门报喜了。我就说当初没有看错人，于松果真没让我失望，顾源倒是出乎了意料。接下来呢，还要进行殿试，从他们3个中选出状元、榜眼和探花，不知道谁能夺得这一届状元郎啊？那肯定是于松啊，我对他很有信心。说完，对上宁王投过来带着醋意的眼神，立刻改口：我是说我对他的学问很有信心。心里却在腹诽，这个臭男人，这该死的占有欲。大殿上，前3甲的3人并排而立，
皇上高高的坐在龙椅上，对面前的学子很是满意。皇上向他们问出了同一个问题，是关于良田受灾、粮食短缺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困境中粮食分配的问题。皇上，在下认为，谁的粮食都可以缺，唯独百姓和边关的将士不可缺。皇上，在下认为，谁的粮食都可以缺，唯独百姓和边关的将士不可缺。于公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若是全国受灾，何来的粮食送到边关啊？官员才是国家肱骨之臣，没有层层选拔的官员，如何解决国家的各项问题？所以，首先照顾的是皇亲贵胄和当朝大臣。是啊，于公子真是大言不惭，什么都不懂就敢大放厥词。在下虽是一介书生，曾经有幸见识过一次战场上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边关将士保家卫国，不是在边关任职，而是职责所在。他们用命换来国家的平安，若是没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就失去了最后的底气，何谈保家卫国？本王倒是觉得于公子说得很对，武将们用生命保家卫国，本就该受到重视。若是有朝一日动动嘴皮子，便能劝退别国的攻击，那就让朝堂上各位说话的大人前往，一定能立大功。朝堂上一时间鸦雀无声。皇上最后决定，于松夺得状元之名，顾源是榜眼，刘岩成了探花。这自古都说探花多英俊，倒是名副其实了。四公主正在凤仪宫对着皇后撒娇：母后，女儿真的看上了探花郎刘岩，您帮帮女儿吧，别等着他们游街了就被别人抢走了。你呀，他有你说的这么好吗？有，女儿就是喜欢他。母后，唉，母后是想给你找个京都贵公子嫁了，配得上你的身份，你可是本宫唯一的女儿呢。母后，让刘岩做驸马也很好啊。你想啊，他一介贫苦书生，做了驸马还不是得把女儿捧在手心里，绝对不敢欺负。哎呀，你呀。但他想了想也对，皇后当即吩咐人调查刘岩的背景家世。母后，去派人去他家乡调查吗？快马加鞭得几天才能回来吧？先在京都考生中调查一下，他们中间肯定有和刘岩一起来的，很快就能调查出来。朝堂上得很久才会让他们去游街，你放心吧。啊，至于他的家乡肯定是调查的，不过可以延后几日再去。派去的人行动很快，带回来的消息是刘岩已经在老家娶妻了。属下还查到，他的妻子曾经被被什么？你倒是说呀！曾经被袁大公子欺负，那女子差点自杀，被刘岩拦了下来。但是从那之后，刘岩好像没有以前对他亲密了。太好了，没想到表哥无意间还帮了女儿一把。皇后赶紧屏退下人，低声训斥：大庭广众说的什么话，一点都不知道避讳。母后，女儿不管，女儿就要刘岩做驸马。好好好。皇后一边答应，随即找来身边的嬷嬷，低语了几声，嬷嬷就离开了。下朝之后，三人走在一众官员的最后面，被等在隐蔽处的嬷嬷拦住：请问这位公子可是探花郎刘岩，刘公子？啊，正是在下，不知这位嬷嬷可是有事？刘公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刘公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然后点头，跟着嬷嬷去了距离远一点的地方。刘公子，这是我们四公主送给公子的，恭喜刘公子高中。可是，刘公子不必着急回答，先回去看看香囊里的东西，想好之后再说不迟。嬷嬷转身离开，刘岩怔愣片刻，赶紧追上几人的脚步，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四公主一直都是单纯直爽的性子，此时见到刘岩，倒是表现出小女儿家的羞涩来。你既然已经收下了本公主的玉牌，那你之前的妻子……
啊，在下已经与他和平解决，给了他休书一封，还有银子，他也同意了。那就好，本公主会尽快向父皇提起你的，也好尽快确定你的身份。四公主担心夜长梦多，回宫后先去了御书房，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皇上，遭到皇上愤怒的眼神。什么？荒唐！荒唐！堂堂一个公主，怎么能与乡野村妇共侍一夫，而且给他做小？不是的，父皇误会了，流言给了那个女人休书，已经没有关系了。皇上听后更是把眼睛一瞪，立刻对流言有了不好的印象。父皇，您不知道，流言的妻子水性杨花就在科举考试之后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正好被流言发现，一气之下才给了对方休书。还有这等事？那流言也是个受害者呀。是啊，因为那个女人，流言很是受伤。父皇，女儿心悦他，您就答应了吧。你也不希望如此优秀的人才郁郁而终的吧？好吧，好吧，既然他已经休妻，若是他也愿意的话，朕就同意。不过，不能做强迫之事。多谢父皇，都听父皇的，绝对不会强迫的。后面有皇后的帮助，事情办得很是利索。四公主的喜事昭告天下，驸马是刚刚金榜题名的探花郎，有人羡慕，有人唏嘘。整日在街上无所事事的袁胜带着其他2个兄弟，一眼就认出了对面走来的巧儿。哎，小美人儿，咱们还真的是有缘分呐！犹如行尸走肉一般的巧儿终于有了反应，吓得他身体跟着颤抖，连连后退躲避。小美人别躲着小爷呀，让小爷好好疼疼你啊！巧儿吓得慌不择路，转身就跑，咚的一声，正好撞上了行驶到近前的马车上。王爷，王妃，一个女子撞上了马车，好像受伤了。顾念赶紧吩咐车夫把女子抬上马车。他作为医生，见到这样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救人。顾念为他把脉，发现他不仅头上有碰撞的伤口，身体也已经虚弱到极限。车夫，快点回王府。是，王妃。回到府中，顾念就给巧儿输了营养液，同时宁王吩咐人把巧儿的底细查了个透彻。顾念对巧儿的身世很是同情，同时也对流言这样的人深恶痛绝。巧儿醒来的时候，回想起晕倒之前发生的一幕，依然心有余悸。多谢恩人的救命之恩，不过可能浪费了夫人的好意。你不讨好任何人的性子，我很欣赏，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为了任何人为难自己，好好爱自己，为自己而活，人生才能不后悔。巧儿的神色稍稍起了变化，眼神逐渐清明，仿佛在思索着他说的话。你的身体太过虚弱，需要静养几日才行。你且安心，府上很安全。这位夫人，您一看就是善良的人，您救了小女子一命，小女子无以为报，请求留在您身边伺候。我已经无家可归，求夫人收留，我想一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可是我身边不缺伺候的人。夫人随便给安排个活计就行，我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就行了。夫人刚才的话提醒了我，我不能自暴自弃，我以后只为好好活着，卖身为婢也可以。我以后只为好好活着，卖身为婢也可以。你能这么想就最好，卖身就不用了。玲珑，等他好了，给他安排个后院洒扫的活计吧。是，王妃。顾念说完就离开了房间，跪着的巧儿怔愣地看着门外的方向。他刚才好像听称呼恩人为王妃。人生从来不会让人陷入绝境，就算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也会为你开启一扇窗。太子阴沉着脸，吓得众多下人都战战兢兢，担心自己做错什么事情被惩罚。顾仙儿，不要以为府中的钟馗暂时由你掌管，你就可以挥霍无度。你只是一个侧妃，要懂得什么该得，什么不该得。殿下，
怀有身孕的人总是饿得很快，听嬷嬷说是肚子里的孩子想吃了，所以才有想吃东西的欲望，还请殿下勿怪，妾身以后一定注意。不要以为拿孩子做筹码就可以为所欲为，姑可没糊涂，更不会为了哪一个孩子放弃底线，因为姑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殿下，妾身没有这个意思，妾身只是说了实话。仙儿不仅可以为殿下生孩子，也可以为殿下分忧呢。顾仙儿每次从前厅路过，都听到太子发脾气的声音，他知道太子为什么生气。太子妃还没入府，他要让太子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不被冷落。殿下，是不是宁王惹您生气了？他给您找麻烦，你也可以给他找麻烦呀。只要宁王忙起来，就不会盯着殿下这边了。太子眉峰一凛，眼神瞥过去，心里暗自称赞顾仙儿还有点用，不像后院里的那几个女人。殿下别生气，就算宁王的把柄很难发现，可以从宁王妃身上找出漏洞啊。况且也不一定要找出对方的把柄，给他制造点麻烦，就能让他们忙活几日的。宁王最重视的人是大姐，大姐最重视的人是刘慧啊。他们两个不好动，那就……说的太子眼神微眯，渐渐的嘴角上扬，真是个不错的主意。王妃的产期就在这几日，这时候千万别着凉。没有着凉，不知道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他总是心神不宁，好像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谁敢在背后说王妃的坏话呀？王妃又在说笑。后院洒扫的巧儿无意间看见立春鬼鬼祟祟地从厨房里出来，脸色煞白，神色慌张，一边走路一边环顾四周。见立春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他赶紧去找王妃。王妃，不好了，可能有人在厨房的饭菜里做手脚了。一个穿着绿衣的姑娘，奴婢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是第一次在府中见到她。巧儿猜测着对方肯定是下毒了，那个做贼心虚的样子，若不是下毒，难道是把厨娘给杀了？走，本妃去看看。王妃突然来了厨房，让一众厨子们心惊啊，心里思索着，难道他们的饭食做得不好，王妃都亲自前来训斥了？本王妃随便看看，你们继续做事就好。是，王妃。若是王妃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奴才们。顾念点头，虽然让他们各自继续做事，但大家都依然小心翼翼的。这里面是什么？回王妃的话，这里面是您每日都吃的燕窝。他闻了闻，里面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带着玲珑出了厨房，玲珑压低了声音嘀咕着：这个巧儿真是个惹事精，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王英王妃直接去听雪阁质问萧月儿，可是直接把把柄送给他。顾念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巧儿不会无缘无故的陷害萧月儿，肯定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发现罢了。顾念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舒服的闭着眼睛，其实心里在想着事情。王妃，您的燕窝炖好了。好，放那里吧。下人听从吩咐，放到了王妃身边的小鸡上，躬身退下。王妃，燕窝的温度刚刚好，可以吃了。顾念睁开眼睛接过，刚想要放到嘴边的时候，感觉到哪里不对了。王妃，怎么了？这燕窝有问题。片刻之后，他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碗里不只是燕窝，还有与燕窝极其相似的白金花，这种花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哼，这个时候用活血化瘀的药，这不是让他滑胎，而是想让他一尸两命啊！宁王正好回来，看到桌子上的燕窝，很是诧异。燕窝怎么放凉了？让他们热一下再吃。王爷，这燕窝不能吃，里面有活血化瘀的东西。怎么回事？玲珑把事情一一禀报给王爷，宁王的眼睛里似乎要冒火一般，随即询问玲珑有没有找到证明萧月儿下毒的证据，有了证据才好找他算账。这是女人之间的事情，你还是别插手为好。玲珑，端着碗
跟本妃走。念念，一定要小心一点。玲珑，照顾好王妃。顾念主仆两人抬头挺胸，满面笑容地进了听雪阁，还没有进入房间，就被萧月儿的贴身丫鬟丽春给拦在了门外。王妃请留步，待奴婢禀报我家小姐一声，才能让您进去。啪的一声，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在了丽春的脸上。大胆奴婢，竟然敢让王妃等着！这里是宁王府，府中的主子除了宁王就是王妃，你是个什么东西？王妃饶命，我家小姐正在休息，奴婢去禀报一声也是为了避免冲撞了王妃。哦，这么回事。不过萧月儿冲撞本王妃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的这次就想起了规矩？说完，他抬脚就往里走，也不管地上跪着的丽春。顾念走进来的时候，萧月儿正好出了内室。姐姐来了，快坐。姐姐有事让下人过来传话就是，怎的劳烦姐姐亲自过来呢？本王妃在自己的府上，自然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念你在府中还算安分，本王妃赏赐你一碗燕窝粥，喝了吧。就这？他该不会以为这里面有毒药吧？他神色如常地接过碗，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府中大厨的手艺真不错，多谢姐姐赏赐。你满意就好。还有，萧小姐好像没有记性，本王妃说了很多次要称呼王妃，不要与本王妃乱认亲戚。若是不听劝告，就不是一碗燕窝这么简单了。顾念带着玲珑离开的时候，萧月儿还一阵鄙夷。顾念的威胁也就如此而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有本事呢。小姐，王妃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来兴师问罪的？兴师问罪？你也看到了，把没有毒的燕窝拿过来让本小姐喝掉，这就是她的兴师问罪？有那份恩情在，宁王哥哥不会对我怎么样，何况是他。顾念和玲珑两人慢悠悠地走在府中的小路上。玲珑，怎么了？怎么没有刚才的气势了？王妃，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奴婢以为您亲自出马，会狠狠地让他们长长记性呢。没想到就是把燕窝粥给他喝，这哪里是惩罚，简直就是赏赐啊！王妃，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奴婢以为您亲自出马，会狠狠地让他们长长记性呢。没想到就是把燕窝粥给他喝，这哪里是惩罚，简直就是赏赐啊！你呀，就看到赏赐了一碗粥，你的眼力界都去哪里了？王妃，除了那碗粥，奴婢也没见您赏赐其他东西啊。且等着吧，明日一早你就能知道。听到这话，玲珑的脸立刻多云转晴，高兴起来。原来王妃还有后手啊！一片平静祥和而美好的早晨被听雪阁一阵尖叫声打破。我的腿，我的腿！小姐，您怎么了？立春，我的腿突然不能动了。萧月儿神色慌张，想到昨天顾念赏赐的那碗燕窝，突然更加紧张起来。立春，赶紧去请宁王哥哥，告诉他我得了急症。是，小姐，奴婢这就去。而此时前院也乱作了一团。不好了，不好了！王爷王妃，有个叫枪枝的丫鬟前来求救，说是刘夫人被人抓走了。你说什么？顾念心中一慌，猛地站起身来，动作猛加上急火攻心，肚子突然间就疼了起来。怎么了？肚子不舒服还是要生了？我没事，你先吩咐人传下旨过来，我要知道母亲到底出了什么事。哦，好，你别动啊，坐着就好。玲珑，倒杯水来。倒水回来的时候，夏至已经跟着侍卫前来。我母亲出了什么事？王妃，主子一般不出府的，收到四小姐的帖子，说是邀请夫人踏青。夫人觉得现在正值春日，天气很好，就欣然答应了。可谁知到了城郊，没有见到四小姐，却被几个黑衣人给抓走了。是顾晴。听到顾晴的名字，
顾念的心里有些接受不了，突然肚子剧痛，让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全身无力，眼睛慢慢的失去了神采。快把稳婆叫到房间，还有沈一，念念，你和我说说话，千万不要有事啊。王爷，先赶紧吩咐人去找我母亲，她手无缚鸡之力，我担心会有危险。哦，好，你别急，我这就吩咐下去，一定会尽快找到的，别担心啊。顾念依然虚弱的躺着，肚子的阵阵疼痛也没有停歇。沈一把完脉就推到门口处的屏风后。怎么样，有没有危险？王妃她因急火攻心，心理压力过大，导致身体虚弱，没有生产的力气，可能会有危险。拖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大出血。什么？一定不要让她出事，诸多磨难都能挺过来，我相信她会没事的。房间内的2个稳婆已经开始行动了，一边唤着王妃，一边教给她怎么用力。念念乖，听稳婆的话，试试看看能不能用上力，念念一定会没事的。相信我们的孩子，他是想出来的，但是他需要母亲的帮助。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出去！我不出去，孩子出来的时候，我要第一个看见，念念不能和我抢。顾念努力扯出一丝笑意，也只是嘴角动了动。他知道宁王担心，故意这么说。哎呦，王爷，王妃她使不上力气，这可如何是好啊？沈一在屏风后面同样紧张。王爷，王妃不是给你一些固元丹吗？还有几颗？哦，还有3颗。赶快拿出1颗给王妃服下。沈一知道顾念研究的药效果很好，固元丹入口即化。哎，对喽，就是这样。这每一次的阵痛啊，都是孩子在用力的往下走，您呐，要顺着孩子的力量一起使劲儿。固元丹继续喂。在最后1颗固元丹的作用下，孩子终于生了出来。一个长长的响亮的哭声传遍了整个院落。念念，辛苦你了。恭喜宁王，恭喜宁王妃，是个小世子。抱下去，交给奶娘吧。宁王说完，帮顾念掖了掖背角，轻声劝慰。你之前说过要亲自带孩子，现在你的身子太虚弱了，并不合适，等好了再说吧。王爷，我母亲的事情查到了吗？放心吧，已经派人去查了，你别急，要是累了就先睡会儿，有消息一定告诉你。顾念在心中暗骂这个落后的时代，生个孩子差点丢了小命，闭上眼睛睡着了。宁王为他往上拉了拉被子，脚步放轻走了出去。主子，嘘。清风刚要禀报，就被宁王噤声的动作制止了。被白了一眼的清风不明所以，委屈的撇撇嘴，跟着主子的脚步走远一点。说，查到什么了？回禀主子，经过调查，顾四小姐跟着于松公子及家人回了家乡，并不在京都。那查到是谁做的吗？回主子，还没有。再去查，应该是熟悉顾情和王妃的人做的，重点查一下他们。是，主子。哎，等一下，问一下莫方，白风找到了没有？让他给个消息。回主子，刚才莫方来过，请您正忙着就离开了，好像听他说了一句白风已经找到，不过有些为难。什么意思？难道白风找了个靠山，一时动不了？天幕渐黑的时候，莫方再次来到了宁王府。王妃既然自有天下，终于没事了，恭喜王爷，喜得世子。莫方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一贯的慵懒。刚才来的时候，整个宁王府仿佛乌云密布。王妃是何许人也？能力大着呢，活个1000年不成问题。宁王瞬间一个眼刀子甩过去，说的什么话？骂他的念念是王八吗？你别瞎想啊，我的意思是王妃千岁。说正事儿。对，说正事儿。经过调查，查到白风住在其中一个相好那里。其中一个？是啊，没想到白风还是个流连花丛的多情人，好几个相好都对他死心塌地的。他最近就住在其中一个相好那里。说重点。好，重点来了。我从他的相好那里
好不容易把他找到，经过一番打斗，发现姓白的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躲避危险的功夫，被他逃了。我一路寻找跟踪，最后发现他进了齐王府。白风不是太子的人吗？难道白风还与齐王有关系？这个白风不简单呐，吃着太子和齐王两家的饭，竟然毫不冲突，厉害！不知道他背后真正的主宰到底是太子还是齐王呢？看来他的秘密有很多啊。好，继续追查白风。我倒是想追着继续调查，奈何齐王府如铁桶一般，只能另外找机会了。你刚才说白风是个风流之人，哼，咱们进不去，那就往齐王府里送个能进去的人。不行不行，据我所知，齐王对女色并不感兴趣，他只对与他有利的人感兴趣。齐王对一般女人不感兴趣，白风感兴趣就可以了。他在齐王府一直不出来，肯定是对呀，我安排一个长相不俗、武功高强的女子，只要能接近白风，肯定拿下他的小命。哎，不要会武功的女子，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而且进去不是为了刺杀他，是要尽可能的留在白风身边，查清楚他们的秘密。白风的命不值钱，对方的秘密才重要。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直没有查到刘慧被关的地方，也没有等到对方威胁的消息。我母亲被谁抓走了？找到了没有？念念别急，一直在找，肯定会有消息的。对，我不能着急，母亲一定会没事的，她还在等着我。只是没有想到顾晴会做这种事，母亲这么疼她，母亲此时一定很伤心吧？不是她。在岳母出事之前，四小姐就跟于松回了老家，根本不知道此事。不是顾晴。沉思片刻，忽然又想起什么，是顾仙儿。他认识晴儿的字，而且几个人之中只有他最擅长模仿，肯定是他。青雨，备马车。哎，念念，你要去哪儿啊？告诉我，让我去做就好了。你现在需要休息，不能乱跑。母亲是太子的人抓走的，这几日没有动静，就是要看着我们着急，然后用母亲威胁我们。这又是顾仙儿给太子出的主意。我要亲自去找顾仙儿，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毕竟他还欠我一条人命，也该还了。车夫听从王妃的命令，直接赶往太子府，速度很快，1刻钟就到了。姐姐，稀客呀，你怎能有闲暇过来看妹妹？顾念一句话都没有说，狠狠的2个巴掌甩在了顾仙儿的脸上。宁王妃，好大的胆子！这里是太子府，仙儿是姑的侧妃，求你说打就打。若是姑的孩子有个闪失，定不会饶你。哦，是吗？那太子殿下告诉本王妃，我的母亲在哪里？否则，我让顾仙儿今日死，她绝对活不过明日。好大的口气！那姑倒是要看看你真的敢动皇家子嗣。姐姐，这是怎么了？妹妹哪里得罪姐姐了吗？你要如此对我？别装了，你模仿晴儿的笔记，邀约我母亲踏青，然后把她抓走。顾府中也就只有你模仿晴儿的笔记最像，而且母亲出事之前，晴儿就已经出了京都城。顾仙儿一听，在心里咒骂了顾晴一顿，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赶上这个时候，真是麻烦。姐姐她好凶，殿下你要护着仙儿啊。姑以为来者是客，没想到你们是来找麻烦的，就别怪姑不招待了。顾念本来就情绪不稳定，又被他们的态度激怒，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顾仙儿。太子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赌顾念不敢伤害皇家子嗣。他看着顾念把手伸向了自己的肚子，立刻心惊胆战地张大了嘴巴。出乎意料的是，顾念给他来了一个声东击西，在顾仙儿惊吓的张嘴之时，竟把一颗药丸塞进了他的嘴里，入口即化。你给我吃的什么？毒药吗？殿下，救救仙儿！哼，你猜对了，就是毒药。我刚才已经给了你们机会，你们不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殿下救救仙儿吧，仙儿肚子里怀着您的骨肉，马上就要临盆了。太子也没有想到顾念如此心狠，竟真的要顾仙儿死，还敢不顾及皇家子嗣。哼，不要试图威胁姑，别忘了这里是姑的地方。殿下，仙儿求您，救救仙儿吧，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太子殿下也不要试图威胁我，我只是想救出我的母亲。哦，对了，提醒殿下，等顾仙儿死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活不成了，你可要考虑清楚啊。况且太子皇兄的侍卫是留不住本王的，别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地上的顾仙儿脸色更加煞白，加上七窍流血，模样更加恐怖。告诉你们可以，但是姑需要宁王妃为仙儿接生。不行。可以。宁王对视上顾念戏谑的眼神，一下就知道了他的小心思。好好好，都依着他。城外十里亭有一处桃花林，请太子皇兄给个信物吧，免得起了冲突伤及无辜。殿下，求你先救救仙儿，我快要支撑不住了。姐姐不能如此狠心，同样身为顾家血脉，救救妹妹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救救我，姐姐。太子懒得看他那个鬼样子，一个女人死不足惜，若不是为了孩子，他早就不管她了。他们的速度出乎意料的快，清风很快就带着刘慧到了太子府。母亲，他们有没有为难你？你有没有受伤？没事，他们只是把我关起来，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母亲没事就好，女儿放心了。姐姐，救我，救我！人给你完好无损的带来了，可以给仙儿接生了吧？太子话音刚落，顾仙儿仅存的一点力气也消失殆尽了，一动不动晕了过去。太子慌忙起身，把手放到顾仙儿的鼻子下面。顾仙儿死了，顾的孩子也跟着夭折，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顾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太子殿下，您若是再耽误本王妃接生，孩子就真的会在顾仙儿的肚子里夭折。你说什么？孩子还有救？当然了，赶快把他抬到房间里，谁都不许进来。在房间里，顾念利用空间里的医疗器械给顾仙儿做了剖腹产手术。门外的人等得焦急，特别是太子更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宁王不管众人的表情如何变化，他老神在在地站在门外一动不动，神一般的相信顾念能够成功。宁王妃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是不是孩子已经死了？为了逃避责任不敢出来见顾？这是顾侧妃生孩子，不是出宫。太子皇兄着什么急？你……太子无语，作为一个皇子，宁王说话怎得如此粗鄙？孩子发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外面的人都震惊地停住了动作，各有各的心思。只见顾念脸色泛白，身体虚弱地抱着孩子走了出来。只见太子向房间里面走了几步，却没有想到看见紧闭双眼的顾仙儿血淋淋地躺在床上。没想到宁王妃如此狠毒，竟然剖腹取子！没想到宁王妃如此狠毒，竟然剖腹取子！太子殿下真当本王妃是神医呢？如今的顾仙儿如何生孩子？若是不用这种办法，孩子根本无法存活。我也是按照太子殿下的意思救孩子而已。给姑围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姑的侧妃死了，是宁王妃一颗毒药毒死的，而且姑的孩子差点死在侧妃的腹中。宁王妃如此狠毒，姑先把宁王妃抓起来，然后再告知天下，你们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你答应好的，只要我女儿救出殿下的孩子，就放过我们。太子殿下怎得出尔反尔呢？姑和宁王妃谈的条件，
一直都是用刘夫人你与宁王妃救出孩子作为交换条件，姑可没说不追究顾侧妃之死的事情。太子殿下，你确定你的顾侧妃已经死了吗？宁王妃不要试图逃避责任，姑不会因为你的狡猾放过你们的。清风清雨，进去把人抬出来，让大家看看顾侧妃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也好让大家做个见证。清风清雨两人用床上的被子直接把人裹了出来，放在地上。此时的顾仙儿虽然还流着血，虚弱的只剩下一口气，但是眼睛确实是睁着的。顾念剖腹取死的时候，为了不让顾仙儿死掉，给他喂了一颗补气血的丹药，但也只是让他维持到把大戏演完。太子殿下，本王妃说的没错吧？你的顾侧妃可没死。你刚才明明给他吃了一颗毒药，然后蹊跷流血，到底怎么回事？我故意逗你们玩啊。你，太子殿下，我有个关于你的秘密，这个秘密绝对让你超乎想象。宁王妃一向狡猾，你以为姑还会再上你的当？这是真的，否则你会后悔的，因为这个孩子会拖你的后腿。孩子是他获得父皇偏爱的筹码，虽然在父皇心中的分量比不上宁王，但有了这个孩子，比过齐王还是可以的吧。我是为了太子殿下好，所以才把实话说出来的，否则我大可以闭口不言，只等着以后看好戏就是。所以太子殿下一定要认清谁是罪魁祸首啊。太子斟酌一番，抬手挥退了所有的侍卫，反正在自己的地盘上，谅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清风清雨，你们护送我母亲回府。清风清雨两人担心主子的安危，但是主子的命令又不得不从，只得带着刘慧先行离开。太子殿下不遗余力地让我救治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亲骨肉，而是顾仙儿加入太子府之前与人苟且所有。若是不相信本王妃的话，可以问顾仙儿的贴身丫鬟碧莲，这件事她一直都知道。太子忽然想起顾仙儿的吉吉宴，自己明明没有喝醉，却头脑不甚清醒，对顾仙儿做出了出格的事情。李雷，把碧莲抓过来。厉雷躬身退出，很快就提着碧莲的衣领回来，说这个孩子是不是顾仙儿与别人的野种？碧莲眼角余光瞥了顾仙儿一眼，然后被太子呵斥的吓得失去了理智。他把当初顾仙儿如何被乞丐糟蹋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太子。太子的拳头紧握，骨节发出了咯嘣咯嘣的响声。好你个顾仙儿，好你个顾江！看到厉雷腰间挂着的长剑，想都没想，拔出长剑刺向地上躺着的顾仙儿。明皇殿下也同样。看着他微张的口型，只有宁王和顾念知道他要说什么，只能回他2个字：愚蠢。太子的怒火无处发泄，指着跪着颤抖的碧莲怒喝：把他拉出去，杖毙！太子殿下饶命，奴婢也是没办法呀，殿下饶了奴婢吧。碧莲吓得身体抖得如筛糠，一边被侍卫拉走，一边求着饶，依然没有逃过杖毙的命运。太子挪动沉重的脚步走向厉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孩子，猛地高高举起，做出了准备摔的动作。手下留人。千钧一发之际，被一个声音及时制止。老衲乃是灵隐寺的方丈，冒昧前来，请各位贵人莫怪。请问方丈前来是为了？太子殿下，英国不曾亏欠任何人，不抱怨，不奢望，才是不为难自己。请殿下饶恕这个孩子吧，稚子无辜，他与这世间的缘分不能被人为阻断，请允许老衲把他带走教化，也算间接了了殿下的心事。太子犹豫了片刻，宛如扔一个物件一样，把孩子直接扔给了方丈。这位施主，心境变得强大可以，
但是不要变得铁石心肠。各位施主，心境变得强大可以，但是不要变得铁石心肠，更不要让施主那双治病救人的手沾染上肮脏的血。老衲曾经讲经时说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难道我只能被别人害才算是不忘初心？不要用你普度众生的思想来劝我善良，况且我一直都不是善良的人。不，你本良善，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想想你曾经努力的研究是为了什么吧。老衲告辞。方丈抱着怀中的孩子转身离开，犹如刚来时一样，脚步平稳。顾念被方丈的话瞬间激起了前世的种种过往。前世为了研究一种药品，加班熬夜是常见的状态。每次研究出成果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用上他研究出的药品治疗好病症的时候，心情无比的高兴与自豪。而在这里，他研究的都是毒药和迷药，就如方丈所说，他真的忘记了初心。方丈的一番话不仅让顾念起伏不定的情绪安定下来，也为他无处安放的心找到了归处。顾念一路上都在思考以后的规划，直到进了府门，才被金嬷嬷急吼吼的声音打乱。哎呦，我的主子哎，刚生了孩子，怎能乱跑呢？不好好坐月子会落下病根的。快去屋里躺着，老婆子我从今日起就好好看着王妃，哪里也不让您去。好好好，以后都听嬷嬷的，我哪里也不去。直到回了房间，看着顾念躺在床上，金嬷嬷才放下心来。青羽，去把沈姨找来，你就说本王妃答应收她为徒，她自会前来。青羽去找沈姨的时候，沈姨正好在房间里看医书，就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赶紧起身向前厅跑去，仿佛去晚了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似的。王妃，是真的吗？真的愿意收我为徒了？沈姨，你的医术已经很好，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所会的东西都交给你。不，我一定要成为王妃的徒弟，我沈姨甘愿做王妃的徒弟。顾念见他一心为徒，也不再阻拦。这边两人进行了简单的拜师仪式，而听雪阁被萧月儿弄得乌烟瘴气。宁王妃本来快死了，如今依旧好好活着，还安全生出了小世子，真是气死本小姐了。小姐，我的好小姐，你小声一点，这里可是宁王府，小心隔墙有耳。哼，我才不怕呢，本小姐的腿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喝了几副药了，怎么依旧不见好？不是说她能治吗？快去把那个大夫叫过来，本小姐要问问他，到底何时才能下地走路。是，小姐，奴婢这就去。回来的时候却比出去的时候更紧张了。他这次出去没有找到那个大夫，听医馆的其他大夫说他老家有事儿，已经回乡了，连在京都的房子都卖了。小姐，奴婢该死，奴婢没找到那个大夫。没找到？他不是在医馆坐诊吗？如何找不到？奴婢询问了其他坐诊的大夫，说他卖了宅子回乡了。他这是被骗了呀！如今腿没治，还赔了500两银子，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去找宁王哥哥过来，告诉他本小姐得了急症，务必请他过来。是，小姐。立春到的时候，宁王和顾念都在。王爷、王妃，我家小姐得了急症，整日郁郁寡欢，想请王爷过去瞧瞧。得了急症赶紧叫大夫呀，本王爷不会医术。王爷，我家小姐一向视王爷为亲人，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亲人的陪伴，奴婢担心小姐孤身一人会更加想不开，求王爷过去看看她吧。王爷，既然萧小姐请你过去，那你就过去瞧瞧吧。她住在咱们宁王府，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照顾不周呢。有了顾念的发话，宁王这才敢去听雪阁，否则一件简单的事情会变成送命题。宁王哥哥，一儿的腿不能动了，怎么办？我以后是不是要在床上度过了？
哎，不会的啊，本王给你请个大夫，肯定能治好你的腿。宁王知道是顾念所为，他了解念念只是暂时的惩罚一下，不会真的让他一辈子残废。多谢宁王哥哥，但是月儿的腿是因为姐姐赏赐的燕窝粥。住口，够了月儿，本王的王妃心地善良，岂是你能随意污蔑的？好心赏赐你一碗燕窝粥，被你说成陷害，哼！那宁王府的水土也养不起月儿娇贵的身子，倒不如告知母后，让你回她的凤仪宫的好。宁王哥哥变了，自从有了顾念，真的变得他都不认识了。宁王哥哥别生气，许是月儿弄错了，我误会了姐姐。是误会就好，以后这种误会的话，月儿还是不要乱说。本王稍后会让沈姨过来为你诊脉。宁王说完就要离开，萧月儿着急的叫住他：哎，宁王哥哥别走，陪陪月儿好不好？自从腿不能动，月儿就好害怕。孤男寡女毕竟不好单独相处，本王还需要避嫌的。大夫稍后就会赶过来，你的腿肯定能治好，放宽心吧。好不容易请来宁王见一面，就这样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萧月儿更加憎恨顾念。既然王妃让萧月儿老实一阵子，那给她治疗一段时日，免得在府上又闹幺蛾子。治病救人你可以，遇好非好你也懂吧？沈一直接伸了一个大拇指，还得是你腹黑呀。儿啊，你的命好苦啊，真的生下孩子就撒手人寰了呢。哼，是姑太好说话，还是顾大人胆子太大，竟让顾大人父女摆了一道？殿下何出此言？老臣不明白呀。顾大人别装了，顾先生的鸡鸡眼，顾一直都知道有蹊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没想到你们竟敢如此大胆，混淆皇家子嗣这样的事情也敢做，这可是欺君的大罪。殿下，仙儿他只报喜不报忧，老臣真的不知啊，借给老臣个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等事情，请殿下明察。太傅大人，还是先把您女儿带走吧。顾仙儿混淆皇家血脉，犯了欺君之罪，论罪当株连9族。念及老师与顾的师生感情，顾才没把顾仙儿直接扔到乱葬岗。顾大人知道该怎么做吧？还有，把柄会一直握在顾的手中。顾源跟随了齐王，顾江知道自己这么多事情，万一被顾源劝说去了齐王那里，自己就真的被动了。老臣知道，老臣明白，多谢殿下饶恕，老臣以后一定赴汤蹈火，替殿下分忧。太子懒得再与他说话，直接甩袖离开。沈一回到宁王府，把找到的店铺告知给顾念。师父，找的店铺位置很好，在吉祥酒楼对面，本来也是个酒楼，被吉祥酒楼挤得没了生意，低价往外出售。你办事我很放心，这些银子拿去置办一些医馆里用的东西。之后的时间，沈一特别忙碌，他的动作很快，半个月就完成了图纸上全部的工程。沈一和顾念成了医馆的坐诊大夫，有了他们的名号，医馆很快成了京都最有名、可信度最高的医馆。这位夫人，哪里不舒服？本夫人小产伤了身子，听说你们医馆妙手回春，本夫人来瞧瞧还有没有怀孕生子的希望。顾念看向他伸出来的手，手腕白皙，手指纤细，把脉后确实如他所说，是伤了身子，不过还是有希望的，必须先调理身子。此话当真？当真，当然必须听从我的安排，好好调理才能恢复。好，一定按照大夫的安排，若是真的能恢复如初，本一定好好答谢大夫的恩情。调理身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不要着急，这次我先为你开一些药，吃完以后再来复诊。好。丫鬟拿了药，扶着夫人上了马车离去。暗中跟上那辆马车，看看他去了哪里。青羽领命而去，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令顾念想不通的消息。王妃，属下一路跟随那辆马车，他们去了皇宫，宫门的侍卫并没有为难，看来是宫里的人。宫里的人？小产伤了身子的，
难道是冰美人？她大可以告诉皇上，宣自己进宫为她诊治，为何偷偷的跑出来？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宁王府为小世子办满月宴，前来赴宴的人络绎不绝。皇上和皇后都低调出宫来了宁王府，这是皇家第一个小皇孙，皇上很是欣喜，赏赐了很多珍奇古玩。皇上高兴地抱着他动了一番，小奶娃很给面子的咯咯笑了起来，惹得皇上龙颜大悦，爽朗大笑，连皇上一直非常喜欢的双龙玉佩都赏赐给了小世子，引起了几个皇子的嫉妒。宴席期间，小世子饿了，被奶娘抱走，吃饱过后没多久就开始身体扭动，不太舒服的样子，还开始哭闹起来。顾念赶紧把孩子抱过来，询问奶娘是怎么一回事。奶娘胆怯的回答和往常一样喂奶，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快把太医院所有太医都请过来，帮侄儿诊治。皇上别着急，宁王妃的医术超过很多太医，有她在肯定没事的。顾念把孩子抱到屋里，然后进入空间抽取血样化验。众人看着顾念的动作都不明所以，把孩子抱到屋里很久都没有出来，众人更是疑惑了。哎呦，皇上，宁王妃不是因为孩子受了刺激吧？怎的这么久都没出来？再怎么伤心也得为孩子医治啊！皇上也一直在疑惑，宁王妃在房间内干什么？难道真的因为伤心顾不上孩子的病情了？皇上，不能再等了，哲儿是第一个小皇孙，可千万不能出事啊！皇上因为皇后的话更加的担忧，走到厢房门外，命令公公把门推开。哦，宁王妃和孩子呢？哦，他在为孩子诊治，任何人不好打扰，还请父皇坐下来一起等吧。啊，皇上，宁王妃生产时思虑过重，导致神思恍惚，孩子的病会不会让宁王妃再次神思变化？这样岂不是耽误了孩子的病情吗？莫不如找个人在旁边看着，也能时时提点一下，以防万一呀。哦，父皇，念念是孩子的母亲，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治孩子的，儿臣也相信念念的医术。宁儿啊，要不让郑太医进去给宁王妃帮忙也是好的。宁儿啊，要不让郑太医进去给宁王妃帮忙也是好的。刚才太医们不是已经诊治过了吗？而且没有办法，就不劳烦郑太医进去了。况且凭借郑太医的医术，也帮不上念念什么忙。皇上，臣妾也是一片好意。郑太医在宫中任劳任怨已经多年，宁王怎能如此羞辱郑太医呢？多寒郑太医的心呢！母后，儿臣没有羞辱郑太医的意思，儿臣说的都是事实。再说，提出郑太医的是您啊，您明知郑太医治不好哲儿，还让郑太医进去，是故意为难郑太医，还是故意羞辱郑太医啊？皇上，臣妾哪里有那个意思？您看宁王说的什么话？臣妾也是为了孩子着急，没想到被宁王误会呀。突然里面的门开了，既然母后知道是误会，那就请母后不要放在心上，以免伤了情分。朕的小皇孙可好了？回父皇，侄儿好了，孩子不是生病，而是中毒。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侄儿腹部不适，哭闹不止，但是他还这么小，怎么可能乱吃东西呢？除非是有不轨之心的人给他喂下毒药，但是经过检查，肠胃里根本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我怀疑孩子是经过吃奶娘的乳汁进入肠胃，然后渗入体内的。清风，给本王把奶娘带过来，本王要问话。是，王爷。只要朕的小皇孙没事就好，朕就放心了。你们府上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是，恭送父皇。不多时，奶娘走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脸上带着无奈的痛苦。今日带小世子，可有什么异样？还没等奶娘说话，她的嘴角开始有血迹流出，脸色也开始渐渐的泛白。顾念赶紧上前封住了穴道，不让毒素渗入五脏六腑，同时递给奶娘一颗解毒丸。这颗是解毒丸，奶娘吃下就会没事的，不用担心。奶娘在顾念的心中也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对待小世子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奶娘，你今日吃了什么？只要你说实话，
王爷和本妃一定会为你做主，况且还有皇上在。回王妃的话，奴婢和往常一样用膳，真的不知。提起膳食，宁王匆忙吩咐人检查奶娘用过的膳食，一切都是正常的。查，继续查，奶娘和小世子接触的全部东西，全都检查。侍卫纷纷领命检查，但是最终毫无所获。对方做得如此隐秘吗？还有一种可能，除非奶娘自己心甘情愿地吃下了毒药。本王妃一直都是相信奶娘的，但是此时希望奶娘能再给本王妃一个相信你的理由。奶娘抬头看了看王妃，脸上的表情有些动容，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解释。难道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奶娘平时如何对待世子，我看得很清楚。奶娘，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可以直接说出来？奴婢不配做一个母亲，更不配做小世子的奶娘。多好的孩子啊！奴婢这就追随小世子去了，一辈子好好照顾小世子，替自己赎罪。奴婢这就追随小世子去了，一辈子好好照顾小世子，替自己赎罪。由于奶娘情绪激动，身体内的毒素扩散加快，身体也跟着瘫软下来，歪倒在地上。从奶娘的手中滑落出一颗解毒丸来。清风青雨，你们去奶娘的家里，把她的夫君和孩子接过来，要快点。清风带着人进了宁王府，见到严肃坐着的两人，心虚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草民叩见宁王妃。奶娘毒害小世子，如今已经畏罪自杀。他真的走了，他还是走了。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请宁王妃恕罪。前日草民家里突然出现了几个陌生人，说是让草民的妻子给小世子下毒，但那人对的小世子是有感情的，根本不同意。那几人就把草民和孩子抓走了。那几个人凶神恶煞，一看就不是好人。草民的妻子也是受他们的威胁才对小世子下手的。求宁王妃饶命啊！他们是什么人？草民不知道，他们都戴着面巾，拿着利器，实在是吓人。草民躲着还来不及，哪里敢与他们对视？草民抱着孩子离开，也是害怕那些人再次找来。还有，你放心，只要你说出实情，本王妃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特点被你紧张给忘记的？比如长相，或者穿着什么？是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草民当时吓得跪在地上，但是余光看过去，感觉有个男人的其中一个衣袖是空荡荡的。因为当时天色已晚，不知草民有没有看错。宁王眉头紧皱，顾念看出他一时有些为难，赶紧让人把奶娘的丈夫带下去。宁王眉头紧皱，顾念看出他一时有些为难，赶紧让人把奶娘的丈夫带下去。一时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对手除了皇后、太子还有齐王，其他那些都不足为惧，咱们慢慢筹划。哎，你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说一时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咱们慢慢筹划。不是这句，还有呢。我们的对手除了皇后、太子还有齐王，其他那些都不足为惧。对，就是这个，是太子的人动的手脚。顾念一头雾水，从哪里看出是太子的人？曾经广通在军中作乱，被他的人打断了一条手臂，应该是他没错了。随即叫来清风，低头吩咐几句，这才让人退下。随后有2封密信暗中送出。右丞相府，小姐，好消息，齐公子来信了。真的吗？快给我。景甜一目十行，越看越是惊喜，但是惊喜之中又带着胆怯。小姐怎么了？齐公子来信不是应该高兴吗？芳儿，你自小跟着本小姐一起长大，一直都知道我的心思。
我与齐公子早就两情相悦，此次齐公子来信诉说相思之苦，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他提出要带我私奔，你说我该怎么办？小姐，千万不要冲动啊！不如小姐去求求情，把齐公子的事情告诉老爷，看看能不能让老爷退掉和太子的婚约。不可能的，本小姐早就告诉过母亲，母亲嫌弃齐公子家贫，还说一个前途渺茫的读书人是最不能嫁的，让我歇了心思。太子是因为什么娶她，他心知肚明，不过都是因为利益罢了。芳儿，这件事一定不能让父亲知道。距离成亲的日子还有多久？回小姐的话，还有不到10日。把本小姐的首饰全部卖掉，不要一起拿出去，要一点一点的拿，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你先帮我送封信，我要见齐公子一面。宁王府内，青羽把收到的消息禀报给宁王，一切尽在计划当中。能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事，也算是你功德一件，佛祖会看到你的功劳的。听得青羽嘴角直抽抽，这话说的好像他以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的坏事似的。王爷，收到兰儿送的消息，说白风在齐王府的待遇很高，齐王对待白风也要收敛一些脾气。白风应该是齐王的一颗重要棋子。看来这个白风混得不错呀，在太子面前得到重用，在齐王面前同样得到重用。让兰儿继续盯着，有重要消息来报，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王爷，还有江南一事，那边也传来消息，已经找到江南太守杨茂勾结太子贪墨银两的证据，但是不敢轻举妄动，想请王爷拿主意。告诉暗卫，本王会尽快去一趟江南，亲自解决此事，让他继续盯着可疑之人。是，王爷，属下这就去办。小孩子的身体恢复的就是快，解毒后能吃能喝，一点都没有耽误长身体。你是不是有事要说？我算是发现了，什么都瞒不住你啊。过几天呢，我要以清剿的名义去一趟江南。江南太守杨茂勾结太子的证据已经找到了，得想办法拿到手。以剿匪的名义，你难道要悄悄的一个人去江南？只能这样才能悄无声息的把证据拿到手里。之前调查已经引起太子怀疑了，若再大张旗鼓的去，我担心对方会把证据转移或者销毁。不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我要陪你一起去。这可不行，这不是去郊游，岂能儿戏啊？我有自救的办法，况且我有很先进的东西，关键的时候还能帮助你。你不让我去，我就偷偷的去。你觉得是跟在你身边放心，还是我自己偷偷去你放心？宁王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拿他没办法，只有念念能拿捏得住他。看来这计划还得再考虑周全一些。有大臣上奏，临县一带出现流寇作乱，朝堂上先是开始了关于谁去讨伐流寇的激烈讨论。皇上，老臣认为太子前去最为合适，那边百姓已经被流寇祸乱的失去了家园，人身安全更是无法保障。太子前去，定能让失去生活信心的百姓立刻恢复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不是只有太子能安定人心，只要能把流寇剿灭，让百姓安定生活，哪个皇子都能让百姓恢复对美好生活的信心。皇上，老臣以为林王有过带兵的经验，是最佳人选。苏大人说的对，只要让百姓生活安定，无论谁去都可以。若是提起带兵的经验，所有人都不如宁王有资格。宁王确实有很足的带兵经验，但是区区一些流寇，就不必动用宁王的军队了吧？苏丞相的意思是宁王大材小用了吗？宁王的领兵能力确实是无人能及的。苏丞相的意思是宁王大材小用了吗？宁王的领兵能力确实是无人能及的。宁王带兵的能力也不差，他有一套自己训练军队的方式，林王前去定能获得成功。各位爱卿，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想要前去剿灭流寇，这是百姓之福。现下还是先讨论一下如何对付流寇较为妥当。有武将提出兵分两路，一路在前面攻打，一路从后面包抄。但是临县地处多山地带，而且山地占地广泛，若是从后面包抄，太浪费人力和时间。提出的几个剿灭流寇的方法隐患太多，都一一被驳回，只能先下朝想想办法，下次再做讨论。而宁王在朝堂上一句话都没有说，只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发言，而且想着自己的计划。夜晚，太子正在府中与2个幕僚谈论如何才能取得皇上的信任，出任这次剿灭流寇的任务。欧阳为何一句不言？难道没有什么为孤提议的吗？太子殿下，属下并不是没有建议，只是不想让太子殿下冒险罢了。为何是冒险？只是一些流寇而已，不足为惧。太子殿下没听说过吗？属下近日听说临县的流寇并不止一批呀，而且武功高强，心狠手辣，并不是好对付的。若是流寇达成协议，合成一体，更加不好对付。属下认为此去凶险，以后立功的机会还有很多，太子殿下没必要冒这样的危险。欧阳怎的如此胆小啊？立功的机会近在眼前，就这么放弃，实在是可惜。况且只是流寇而已，若是太子殿下立功，回来肯定龙颜大悦，获得皇上的嘉奖。若是太子殿下立功，回来肯定龙颜大悦，获得皇上的嘉奖。太子殿下尊贵之躯，怎能如此冒险？若是殿下有个万一，别说龙颜大悦获得嘉奖，太子的位置都不一定保得住。你到底安的什么心？2个幕僚很少持反对意见，今日2人说的话好像都有道理，这让太子心烦意乱，拿不定主意。太子殿下，这次流寇的事情，若是让宁王或者林王前去，有个万一，您不是少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吗？若是没有万一，故也要制造出万一，让他有去无回。与此同时，齐王的书房内也在和幕僚商量对策。你们说本王如何才能说服父皇，让本王前去剿灭流寇啊？你们说本王如何才能说服父皇，让本王前去剿灭流寇啊？王爷可以亲自去皇上面前自荐，既能让皇上看到你勇气可嘉，又能不受朝臣的干扰，说服皇上。属下倒是觉得王爷不必非要去剿灭流寇，听说流寇不止一批，且此去极为凶险。属下也听说此事，流寇穷凶极恶，势力不容小觑呀。哼，本王岂会害怕这些作乱的流寇？这种有个万一的事情留给宁王或者太子，岂不是除去心腹大患？齐王眉峰轻挑，神思百转，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也失去了自己立功的机会。王爷若是想要讨得皇上欢心，不只有这一种办法，况且以后有的是机会，为何把自己置身到最危险的一种啊？况且他们万一还不是王爷说了算。本王再考虑考虑啊。第2天，朝堂上，皇上再次看着下面的朝臣询问：各位爱卿，可有想出好的对策对付流寇的？皇上，最近听说流寇穷凶极恶，不是普通流寇，臣还是原来的提议，让有带兵经验的宁王前去剿灭流寇。顾爱卿，你觉得程爱卿的提议如何呀？可有不同意见？回皇上，老臣以为程大人所言极是，宁王有勇有谋，又有带兵上战场的经验，
是最合适的人选。启禀父皇，儿臣愿意接下此次重任，为父皇分忧，为百姓解决大患。好吧，那就让宁王前去剿灭流寇。听说这次作乱的不是普通流寇，朕另外再安排一队兵马助你前去，朕等你的好消息。是，儿臣多谢父皇。凤仪宫内，嬷嬷把消息禀报给皇后。皇后娘娘，太子进宫了，现下正在御书房里，还有袁丞相夫人也在宫外求见。哼，皇上那边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他这时候来求见，不是正好惹人异议？自己的女儿不看好，还要连累本宫。告诉他，本宫身体不适，打发了吧。被皇后猜中了，御书房内，皇上愤怒之极，把袁丞相给朕先进宫。虽然并不想让太子与皇后娘家的人联姻，但是因此能抓住袁丞相的错处，得好好发挥。袁丞相战战兢兢，以最快的速度进宫。皇上，老臣有罪呀！你们袁府还真是胆大包天呐！太子成婚的大事，竟然教唆女儿逃婚，而且弄得整个京都人尽皆知。你可真是能耐呀！你可真是能耐呀！皇上误会，不是老臣教唆，是那个孽女自己逃走的。老臣也是今日才知道，老臣有罪，请皇上责罚。哼，责罚肯定是要责罚的。你们袁家把皇家颜面扔在脚底下搓磨，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了。难道是因为有皇后撑腰，这才胆大妄为？不是啊，皇上误会老臣，臣不敢。好，既然袁丞相自己请求朕的责罚，那朕就罚袁丞相在家思过半年，不必上朝，取消袁家所有女儿嫁入皇家的资格。皇上，朕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不可更改。况且朕已经维护你们袁家的面子，没有昭告天下了。朝堂上瞬息万变，思过半年是直接把他多年来经营的势力和权力给磨灭了。袁家的女儿从此也都与皇家无缘了。而此时宁王已经把人马驻扎在流寇所在之地的向外10公里处。禀报我呀，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禀报王爷，京都那边来了消息，袁丞相被停职思过半年，袁家的女儿以后不准与皇家联姻。太子去了灵隐寺，说是吃斋静心一段时日。哼，我就知道父皇会用这次事情打压袁家的。太子这次倒是聪明，以退为进，逃避责任，告知阎王阁的人，盯紧太子和齐王的人，他们有动作了，一定要及时传消息。是，王爷。宁王这次的计划不仅让太子与袁家的联姻失败，还让他们名声扫地，同时也让皇后提拔娘家女儿上位的心思破灭。夜色中树影斑驳。主子，太子和齐王的人分别从京都出发，现在已经快到我们这里。不错，是该动手了。他指挥着阎王阁的人，像太子和齐王的人一样，全部一身夜行衣，去把流寇引出来。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边打边退，就是为了把流寇引出来。是，主子。2个时辰后，听到一阵利器碰撞的声音传来，还有杂乱的打斗声，而且越来越近。他心中冷笑，终于来了。2批黑衣人突然加入打斗，流寇的头目直接暗骂一声：糟糕，中计了！此时想要退出也已经晚了，因为隐没在树林中的人马已经把这些打斗的人包围了。包围圈内很快死伤无数，打斗的声音越来越响，直至最后声音消失，黑衣人与流寇纷纷死在对方的剑下。太子和齐王得到消息后震惊不已。什么？派出去的人没有一人反悔？宁王呢？
回来了吗？回主子的话，跟着宁王一起去的将士没有一人损伤，都安全返回，唯独宁王失踪，不知去向。这立功领赏的时候都不回来，宁王这次应该是真出事了吧？太子嘴上说着肯定的话，但心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皇宫中，清风和青羽把一封信暗中交给了皇上，禀告此次剿灭流寇的过程中没费一兵一卒。皇上听后，在御书房内高兴地哈哈大笑。宁王给皇上的信中提到江南贪墨一案，皇上心中愤怒，又对宁王很是欣慰。这个儿子聪明又果敢，与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因为宁王失踪，第2日的早朝，公公宣布皇上身体有恙，不能上朝了。各位主子，请回吧。皇上心思郁结，不见任何人。福公公，让姑留下来照顾父皇吧，姑回去也放心不下呀。是啊，福公公，本王实在是担心父皇的身体，想留下来照顾父皇。这皇上发了话，皇上不想见任何人，只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请主子们不要为难奴才呀。福公公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让各位皇子实在是没办法，只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太子趁着没人注意，身体一闪，拐进了一条去后宫的小路。太子殿下是来看冰儿的吗？快进来坐。姑近日来是因为一件事，父皇因为宁王的事身体欠安，姑一直心里不踏实，你想办法进去市集，看一下父皇是不是真的身子有恙，最好能打探出宁王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殿下，听说皇上不让任何人接近，冰儿不知能不能做到。不用担心，尽力而为吧。好，只要是殿下吩咐，冰儿一定全力去做。太子很是满意的点头，起身就想离开。太子殿下这么快就走吗？冰儿在这深宫中，每每想起的全是殿下的身影。冰儿知道不应该，但是我实在……冰儿，我们不可以。殿下，冰儿晓得，但是冰儿实在情难自禁，求殿下让冰儿抱一会儿吧。太子一动不动，闭了闭双眼，忍下心中的异样，大手抓住冰儿的小手，扯开她的怀抱，落荒而逃。太子一动不动，闭了闭双眼，忍下心中的异样，大手抓住冰儿的小手，扯开她的怀抱，落荒而逃。他没有立刻拒绝，也是心悦自己的吧。小主，一个陌生的公公送来的，没说话就走了，说是请您亲戚。冰儿一猜就知道是谁，果然和他想的一样，齐王殿下信中交代的事情和太子殿下说的事情一模一样。宁王看了看夜色，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天亮了，岸十一还没有回来，他心里已然有了猜测。突然扑通一声，一个黑影从墙边落下，砸在了院子里。11，主子，属下。先别说话。他赶紧把人扶到房间里。顾念见到11也很是吃惊，怎的一个晚上不见，竟成了这副样子？哎，快躺下，这里没有主仆，只有同袍，你需要好好养伤。属下不敢。这里只有咱们3个人，不用拘谨。你救了本王和王妃，没有暴露本王行踪，立了大功了。你想要什么赏赐，本王一定重赏。你想要什么赏赐，本王一定重赏。属下一心为主子办事，无需主子的赏赐，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只是本王不明白的是，你是如何知道本王和王妃的位置的？属下打探过太守府几次，已经有了经验。见王爷和王妃迟迟不回来，就想过去查探一下，说不定能帮上王爷的忙。属下站在太守府院子外的一棵大树上，看到有火光，仔细一瞧，是有一处院子走水了，然后就看到杨茂书房的方向有2个人影进去。属下猜测着定是王爷与王妃进去了，但是你们很久都没出来，眼看着那边的火势被扑灭，杨茂也进入了书房。属下着急，在附近的几棵大树上来回穿梭，不经意间再去到巷子尾的一个小院子房顶，看到了主子的身影。这样说起来，就算杨茂不支持咱们，也打草惊蛇了。
若是告知太子，太子定能想到是我们做的。主宰，不会暴露身份的。属下之前为了请进太叔府，专门做了一个太叔府幕僚雕牌。好，做得非常好。你好生歇息，养好身子再回京都。本王会派人来照顾你的。多谢主宰。皇宫内，冰美人跪在皇上的门前，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小主啊，皇上答应让你进去了，只能把粥放下，看一眼皇上就离开，这已经是皇上的特许了。跪了2天的冰美人惹得皇上很是心烦，赶也赶不走，又不能因为冰美人的关心而发落了他。听到福公公的话，冰美人心中一喜，力气终于没有白费。皇上故作虚弱地躺在床上，见冰美人进来，赶紧咳嗽几声。皇上，您身边没人照顾怎么行？让妾身留下照顾您吧，妾身实在是放心不下。这冰美人怎么说话呢？咱家不是人咋的？不用了，朕的身体朕自己清楚得很，没什么大碍，休养几日就好。朕只是需要静养。妾身保证不多说话，让妾身留下照顾吧。妾身保证不多说话，让妾身留下照顾吧。小主，还是出去吧。进来时已经传达皇上的旨意了。小主啊，还是不要惹怒了龙颜吧。冰美人见皇上的脸色确实不好了，就赶紧告退。离开时，眼神瞅了瞅伺候皇上的几个下人，心中有了计较。回去后，让丫鬟打听了一下那个公公的当值时辰，等待下职的时候，找个由头把他传唤过来。小主传奴才过来，可是有事儿啊？也没什么大事。你这几日都在皇上身边当值吗？回小主的话，奴才这几日都在皇上的寝宫当值。皇上的病严不严重？之前好好的，怎的说病就病了？本小主放心不下，找你来问问。想要医好皇上的病，需要得知病因不是？回小主的话，皇上因为之前看了一封信，先是高兴，后来又生气，再后来就生病了，奴才也不知为何。一封信？何人给皇上的信？奴才只是听说是宁王写的信。冰美人眼神转了转，没有再问，示意丫鬟赏公公1袋碎银子，就让他离开了。不多时，一张纸条传入了太子府，同时也有另一张纸条传入了齐王府。传言不实，安然无恙。区区8个字，让太子和齐王瞬间了然。李雷，暗中安排人去临县查找宁王的踪迹，不管他去了哪里，有什么目的，肯定有迹可循。查到后，不要擅自行动，只暗中盯着宁王，姑要知道他使了一出金蝉脱壳，到底准备做什么。是，主子，属下这就去安排。黑衣人首领回到太子府的时候，身上已经有多处伤口，身上的衣服染着血迹，跪在太子身前。给你安排这么多人，怎么还弄成这个样子？回殿下，本来属下很有把握拿到东西，不料宁王发出信号，招来了援兵，所以属下拼尽全力才抢回了这个。撕碎的密信上已经沾染上了血迹，太子忍着恶心接过来，边说边打开看。宁王手上都有什么？只有密信吗？回殿下，不只有密信，还有一个类似于账本的东西，属下只瞧见一眼，不确定。好你个杨茂，有个账本也就罢了，竟然与孤来往的密信都留着，只是想为自己留后路，还是想要将顾一军？想起杨茂给自己留下的把柄，就恨不得立刻杀了他。太子斟酌片刻，猛地站起身来，回到书房。此时的宁王把顾念送回府中，就进了宫，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启禀父皇，这是儿臣这几日在江南太守杨茂书房搜到的，本来还有一封密信，但是途中遇到刺客抢走了，剩下的碎片没法作为证据。皇上接过账本，打开才看了几眼，就气愤地猛地一拍桌子：这个杨茂竟然打着国家征税的旗号，坑害百姓，
真是胆大妄为！父皇息怒，不要因为这件事伤了龙体啊！哼，朕怎能不生气？江南一地是国库每年上缴银两的大头啊，收了百姓这么高的税银，让朕寝食难安呐！宁儿，看过密信没有？可有怀疑之人？宁王低眉顺眼，没有开口。太子可是未来的储君，他不知此时说出太子，父皇会不会信？怎么，对父皇还不说实话不成？不是的，父皇，儿臣只是在想怎么告知父皇较为妥当一些。这件事若是朝中没有可靠的关系，杨茂作为一方太守是不敢擅自增税的。儿臣怀疑是太子皇兄和杨茂联手做的。宁王说完，一直没有抬头，等待皇上的反应，但皇上却一声不吭，没有了下文。正在此时，福公公弓着身走进来禀报：皇上，太子殿下在外求见。皇上与宁王两人对视一眼，摆了摆手：是，儿臣告退。